娘，我出去打水。我走远了。晓得了。3个月前，长武县遭了一场10疫，10疫来势汹汹，一户一户的人病倒。陆家5口，唯有陆童如今还能下地行走。水井在东门老庙口前，陆童却提着木桶，径自往城西走去。拐过一处巷子，眼前出现了一处3进的朱门大院，这是本地知县李茂才的府邸。吱呀一声，宅门开了，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。女子迈出宅门往前走，一双手抓住他的裙角。请问，你是治好李少爷的大夫吗？为何这样说？我在这里等了1个月了，没见着李少爷的尸首抬出来。这些日子，出入李府的生人只有小姐你。你是治好李少爷的大夫，对吗？是啊，我治好了他。小姐能治好疫病？我不会治疫病，我只会解毒。疫病也是一种毒，自然可解。小姐能救救我家人吗？好啊，不过我的诊金可是很贵的。需要多少？李知县付了800两白银买他儿子1条命。小姑娘，你家几口人？女子轻笑一声，越过路童，朝马车前走去。小姐，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银子，我可以将自己卖给你，我可以做很多很多活，我很能吃苦。平日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的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求小姐救救我家人，我愿意一辈子为小姐做牛做马。把自己卖给我？我知道自己不值那么多银子，但我什么都能做，什么都能做。做我的下人可是会吃很多苦的，你不后悔？我不后悔。好，我救你的家人，你跟我走，如何？陆童望着他，点了点头。真是个好孩子。大寒日，天地一白，片片鹅毛纷纷而下。苏南迎来10年难遇的大雪。刑场后的乱坟岗中，在这一片净雪中，有暗色人影在其中穿梭，如在夜里出动的小鼠，动作迅捷而谨慎。女孩子蹲下身，搓了搓手，就着昏暗月色，双手在这些尸体上熟练地摸索着。女孩子的身影在这冷寂中幼弱如觅食小兽，敏捷而机警。陆童将最后一块血物放入盛满冰雪的罐中，将罐子盖好，收入衣箱。他把尸体搬好，又在4处找了许久，总算是找到了尸体的头颅。他把头颅摆在尸体头上，后退2步，跪在地上，冲这具死尸磕了几个头。这位大叔，我只是从你身上取了一些东西，已经替你找到了你的头，也算扯平。不是我杀的你，是你杀了人才会被处刑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不是我害的你。你要是心中不平，别找到我头上。等来年清明，我会为你烧些纸钱，千万莫怪，千万莫怪。他刚念完，还未起身，忽然听到身旁传来嗤的一声轻笑。谁？下一刻，一道冰冷尖锐之物抵住了自己肩颈。哪里来的小贼？死人的东西也敢偷？你是谁？那人默了默，刀尖微微往上一提。我迷路了，这里很冷，带我去能休息的地方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我知道这附近有一间破庙可以避寒，我带你去。陆童任由这人揽着，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刑场外走去。
约走了半炷香，风雪中远远出现一间摇摇欲坠的破庙。陆童感觉他脖颈上的刀锋又逼近了一点，连忙出声：“这里没人。”“有火吗？”“有。”“你住这里？”他见陆童看过来，将手中短刀重新插入刀鞘，漫不经心地走到庙堂中间，开始打量四周。他没有堵在门口，陆童心中一动，慢慢地朝门前踱去。“去哪儿？”“我已经将你带到了，这里没人会来。”“你这是打算去告官？告官的话，我可是会说我们是一伙的。”“你……还有，你偷尸体的事，要怎么解释？”“我不会告官，你放心，今日我就当没见过你。”“外面这么冷，你去哪儿？这里是你的地盘，没有客人将主人赶走的道理。坐下吧，一起住。外面雪大，关门吧。”实力悬殊之下，硬碰硬总不是个好办法。陆童暗暗地攥紧衣箱的束带，磨磨蹭蹭走到门边，将那扇破得快要掉下来的门推了过去。“小贼，屋里有木头，你去生火。”陆童折腾了许久，总算是有了一些热气。油灯亮亮的，烛火在这风雪夜里成了唯一的暖色。一朵朵细小灯花从灯芯中爆开，在供桌上落成隐约的花色。灯花笑，看来你我运气不错。陆童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只顺着他目光看去。“你不知道吗？昔日陆贾说，灯花爆而百事喜，古有沾灯花法，灯花连连逐出爆者，主大喜。恭喜你啊！”“行合道义，不补自急；行背道义，纵补一凶。人当自补，不必问补。”“喂，你读过书？既然读过书，怎么还做贼啊？”“我不是贼。”“偷死人的东西，不是贼是什么？”“我是大夫，取那些东西是为了做药引。”“大夫，用死人尸体做药引，你是什么大夫？喂，不会是凶手吧？凶手大夫？”陆童决定闭嘴，与一个陌生人争论这些事没有任何意义。“小贼，你说自己是大夫，会不会缝伤口？”“不会。”“是吗？可是你刚才挖人心肝时，箱子里好像有金针。”“平日里遇见的病人少，没有机会缝伤口，所以找死人尸体练手。”“这样啊，这儿有个现成的，算给你赔礼，活人总比死人有用。”陆童还没有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，黑衣人便一手按住自己右肩，撕拉一下撕开衣帛，露出血淋淋的肩背。“缝吧。”“不行，我不会。”一只手攥住他手腕。“不要紧，死不了就行。”“那我试试。”“这就对了，医者父母心嘛。”陆童重新在柴堆前坐下，打开面前衣箱，衣箱里有2只罐子，一只陶罐盛满了心肝。陆童取出另外一只铁罐，拔掉铁罐塞子。“哎，这是什么？”“蜡血。”他坐得笔直，陆童绕到他身后，轻轻将他已经撕开的衣帛再往下接了接。陆童深吸口气，拿帕子一点点擦拭干净上头的血污。“做什么？占我便宜啊！”“抱歉，第一次缝伤，不太熟练。”黑衣人没说话，陆童便低头缝合起来。就这样磕磕巴巴，不知缝合了多久。陆童扯断最后一根桑白皮线，将金针收回绒布之上，又拿湿手帕擦净溢出血污。“哇，你绣工真差，多谢。看来真是大夫，不过既然是大夫，怎么还带着面衣啊？”陆童一愣，下意识伸手摸了摸脸上面衣。“我丑，不想吓人。”
丑的话是不该出来吓人。陆童看向他的脸，不知怎么的，脑子一热，一时恶向胆边生，猛地一窜，抬手朝他脸上的黑筋抓去。这么说来，你长得很好看了。陆童只觉得手腕一痛，他动作快得出奇，还没等陆童摸到他面巾，已经握住他手腕，将他狠狠地往后一扯。陆童一惊，脊背就要撞上供桌，又在下一刻，有人伸手臂垫在他身后，他撞在对方臂弯里。你翻脸真快。言罢，一手朝他脸上面衣探来。陆童忍不住闭上眼睛。陆童感到那只手已经探到面衣一角，只要稍稍一用力，他的脸就会暴露在这灯火之下。风声从门外隐隐传来，陆童等了很久，迟迟没有等到其他的动作。睫毛颤了颤，陆童微微睁开眼睛，那双明亮的眼睛在他面前，瞳眸中清晰地倒映着他自己的影子。小贼，出来时没人教过你，做坏事的时候面巾要绑紧一点，这个一扯就掉了。陆童默默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走到柴火堆前坐下，决定不再头脑一热做一些贻笑大方之事。我是大户人家的少爷，你帮了我，日后我定送上酬劳相报。在死人堆里威胁别人，东躲西藏的少爷？你是什么少爷？刺客少爷？你是真记仇啊。你是少爷，应当不会欠我枕巾吧？枕巾？是啊，缝伤的针线都很贵的。要多少？2两银子。这么贵啊？他一面说，一面顺手摸起怀中。陆童好整以暇地等着，黑衣人往怀中掏了半天，直到动作渐渐僵硬。黑衣人没有掏出银两来。你不是少爷吗？黑衣人轻哼一声，低下头，目光落在自己指尖，从手上退下一枚银戒，下一刻将银戒扔到陆童怀里。那这个给你。哼，不值钱。这是个信物，今后你要是去圣京，拿这个来找我，我就知道是你来了。你是圣京人？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是大户人家的少爷，你拿这个到圣京城南清河街的玉仙楼来找我，我请你吃玉仙楼的糖葫芦。他把银屑放进衣箱，等你能活着回到圣京再说吧。黑衣人没有说话，看向窗外。良久，他收回目光，抬手拨弄了一下油灯中的灯芯。我不是说了吗？灯花笑儿百事喜，你我将来运气不错，不然今夜就不会在这里遇见你了。飞雪绵绵，如乱花捡玉，飘躲不匀。你们是谁？站在这里干什么？大娘，我家姑娘是这户陆家的远房亲戚，路过此地来投奔主人家的。怎么瞧着这里是失了火？不知主人家现今又去了何处？叫你姑娘趁早回去吧，这儿没人了。这是何意？你不知道吗？这陆家一户1年前就已经死绝了。死绝了？我们从外地来的，不知晓陆家一事，劳烦大婶同我们说说，陆家这是出了何事？也是这陆家运道不好，先前这陆家得了个经理的女婿，街坊还羡慕得不得了呢。谁知道2年前，陆家长女陆柔出嫁。陆柔出嫁后，就随夫君去了京城，原以为是一桩无可挑剔的好姻缘，谁知陆柔进京不到1年，陆家接到京城传来的丧讯，陆柔死了。陆家老二陆谦与长姐自幼感情深厚，带着行囊前去京城，打听到底是出了何事。
陆家夫妇在家等啊等啊，却等来了官府一纸文书，说陆谦进京后闯入民宅窃人财物，凌辱妇女，被主人家捉拿，身陷囹圄。陆老爹一怒之下写了状子上京告官，未料还未至京城，走水路的时候适逢风雨，船只倾覆，连个全尸也没留下。不过短短1年，丧女、丧子、丧夫，陆夫人王氏如何承受得起呢？一息间就疯了。人瞧着癫狂了，也不哭闹，成日里抱着陆柔小时候耍的拨浪鼓，笑嘻嘻地坐在湖边唱歌。哎呀，街坊怕他出事儿，带他回家。有一日夜里，陆家就燃起火来。这陆家也是邪门得很，1年间死了个精光。我瞧你们也别挨这门太近了，这要是过了邪气，免不得遭几分牵连。陆夫人的尸首在哪里？陆家火起的大，又是夜里，等发现时已经晚了，烧了整整1夜。等到第2日人进去时，只找着一捧残灰，就随意扫了。倒是这宅子修缮不好，索性就留在了此处。反正这陆家人死的邪门，怕是冲撞了什么污秽之物。你们莫要离此地太近了，从来忌讳死了人的屋子，出了事儿可别后悔。说罢，挑着担子快步走了。姑娘，要不还是先出去吧。方才那人说，万一犯了忌讳，何况什么？何况陆家，邪门得很，确实邪门得很。身死、入狱、水祸、大火，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巧合，他也想知道，陆家究竟是冲撞了哪里的污秽之物，才会被人这般毫不留情地灭了门。方才他说，陆柔嫁的那户人家是京城柯家。是的呢，说是京城做窑瓷生意的老字号。柯家，我记住了。白日总是过得很快，临近傍晚时，2人找了一个客栈住了下来。晌午开始就没吃过东西，姑娘，我让他们做了点热粥过来，且喝一口填填肚子，小菜随后就到。姑娘，节哀顺变。银铮，你跟着我多久了？约有大半年了。大半年，如此，我们就在此分别吧。姑娘，银铮跪了下来。可是奴家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？为何要突然赶奴家离开？今日你也听到了，我陆家一门1年内尽数身死。我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巧合，一切因姐姐死讯而起。如今整个长武县已没有陆家相熟之人，要想查清真相，唯有进京与柯家对峙。此事有蹊跷，我要进京。进京？奴家可以跟着姑娘一起进京，何必要赶奴家走呢？卖糕的妇人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二哥上京，变成了窃人财物、凌辱妇女的恶棍。我爹告状，就好巧不巧，落水沉船。纵使我娘什么都没做，家中也会着起大火，被一把烧个精光。我若进京，你怎知不会是下一个呢？此去京城，凶险重重。我既要查清陆家真相，必然要与背后之人对上。你与陆家非亲非故，何必卷入其中？不如就此离去，日后好好过活。
那奴家就更不能走了。姑娘此次进京，既要谋事，定然需要帮手。奴家虽手脚不甚麻利，与人打交道一行，倒也过得去，许还能帮姑娘打听打听消息。2个人进京，总比1个人好成事。再者，姑娘也知道，奴家除了跟着姑娘，也没别的地方可去。虽姑娘如今治好了我的病，可说不准哪一日病又复发。这世间不嫌弃我的，也只有姑娘了。姑娘救奴家一命，奴家这命就是姑娘的。就算前面是龙潭虎穴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奴家也要陪姑娘一起闯。起来吧，我带你一起去就是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姑娘可不能骗人。小菜应该快好了，奴家催他们快些送来。姑娘吃了早些休息，既要上京，就又得赶路了，还需养蓄精力，千万不可劳神。小女王莺莺，见过老夫人。戴着面纱干什么？莺莺上京路上染了急症，面上红疹还未退尽，不敢污老夫人的眼。那你离远些。莺莺姑娘是哪里人呐？小女是苏南人。没听过陆氏有什么苏南的亲戚。柔姐姐的母亲是莺莺的表姑母，莺莺幼时就随爹娘去往苏南了。当年母亲体弱，父亲疾病，表姑母曾提过，将莺莺当亲生女儿对待，倘若日后困难，就去长武县求救。如今爹娘去世，莺莺好容易赶到长武，才知姑母已经……你既是来找陆氏的，可知陆氏早已病故，柯家现下没这个人。况且你说陆氏与你亲如姐妹，可过去从未听陆氏提起过你这么个人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哦，老夫人不必担心，莺莺曾在长武县住过一段日子，左邻右舍皆知，老夫人可以令人去长武县打听，一问便知真假。姑娘，先夫人已经去了，您纵是想要投奔，可如今大爷早已娶进心腹，和陆氏夫妻缘分已尽，一个未出阁的女子留在柯家，这不清不楚的，传到外头，对您的归誉也有损呐。莺莺自知身份尴尬，自然不敢留在柯家，方才已经与门房小哥说过，此行是来取走表姐的嫁妆的。你说什么？表姑母曾愿将莺莺寄在名下抚养，莺莺也算半个陆家人。大爷既然已经与表姐夫妻缘尽，已成陌路，表姐又未曾诞下儿女，嫁妆自然该还给陆家，莺莺可代为收管。从来妻室病故，夫家理应归还亡妻嫁妆。柯家如此家业，不会舍不得表姐那一点嫁妆吧？嫁妆？她有什么嫁妆？一个穷酸书生的女儿，嫁到我们家已算是攀了高枝儿。若非我儿喜欢，我柯家何至于结下这么一门姻亲，惹得周围人笑话？要不是他跳了水池，污了我新宅的风水，我何必花费这么多银子填了水池，改种芍药？可惜我那一池新开的红渠了，还不快走！打算死皮赖脸留在柯家吗？莹莹明白了，她转身往厅外走去。姑娘，要不要再找人问问？不用问了，我姐姐是被害死的。我们在长武县时，伶人说陆家收到京中死讯时，是什么时候？是3月。不错。但是今日柯家人却说陆柔死在夏日。2个消息，其中一方必然在说谎。他要留在京城，留在这里，查清楚陆柔究竟遭遇了什么，陆家一门祸是因何而起。可是姑娘，在这之前还有件事得提醒您，咱们的银钱快不够了。夜幕四合，今日
陆氏的表妹来了。我觉得这人来的蹊跷，后来让人派去跟着，却将人跟丢了。我与陆氏成婚之后，不曾听他说过有什么表妹啊，应当就是过来讹人的骗子。不知怎的，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当初陆氏的事儿，说到底也不该你动手，如今也扯不干净。母亲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我已让人去长武县打听消息，看看是不是有个叫王英英的。真有什么不对，前面也有个高的顶着，怕什么？一个陆家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你要当坐馆大夫？陆姑娘，你在图我说笑吧？见陆童不言，杜长青又苦口婆心地劝导：“你就将药茶给我，我付给你银子，全当寄卖，好不好？”杜公子，你是不是怀疑我没有行医的本事，也怕给你的医馆捅了娄子，无法收场？你若不信我，自可到了医馆寻病症来考验我。盛京不止一间医馆，杜公子不愿意做这笔生意，也就算了。等等，陆大夫，我先说了啊，你自做馆，旁人买不买账我可管不着。这就不劳杜公子费心了，我会看着办的。杜长青付过茶钱，三人并肩走着往来仪客栈的方向走去。陆童二人与杜长青刚走到宝箱楼下，前面陡然响起一阵纷乱的马蹄声。哪来的刁民？没长眼睛吗？哎，别骂，那是太师府上的马车。你说的太师府，可是七太师府上。哟，你也知道太师府的威名？陡然间，从长街尽头突然传来一阵兵马追逐的乱蹄声，伴随着一路尖叫与斥喝：“都闪开！官差抓人！杀人了！离远点儿！”陆童心中暗道不好，下意识拔出发间的绒花攥在掌心，就见眼前突然传来一道劲风，迎面掠来一个人身影。姑娘，让开，不然老子宰了他！罪人吕大山，莫要垂死挣扎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呸！什么罪人？谁他娘的是罪人？军马剑坚守自盗，却让老子背锅，做梦！少他娘废话，快点让开，不然老子现在就剁了他！陆童眼睁睁地看着有身背剑筒的官兵对着自己遥遥抽出长剑，搭于弓弦之上，不由得心中一沉。这变化被吕大山给注意到了，他神情越发紧张，迫向陆童脖颈的刀尖猛地下压，一丝鲜血顺着玉颈缓缓地流了下来。都给我闪开！陆童瞧见了离他不远处有一个弓箭手正缓缓地拉动弓箭。就在这时，陆童猛地扬手，吕大山猝不及防之下被他带得后退2步，然而抓着他肩膀的手掌并未松开。混乱之中，吕大山侧身闪躲，花针没有能刺中他的眼睛，刺中了他左颊。臭婊子，我杀了你！千钧一发之时，远处忽有破空之声，众人还未看清楚，就见一线金光穿透人群。陆童一惊，下一刻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眼前，来人顺势握住吕大山拿刀的手，只听得咯吱一声，似是骨头被捏断。放手！他的下一句话还未出口，就被重重地踢飞出去。抓个人而已，雷捕头阵仗不小啊。裴殿帅，他是当今殿前司天武右军都指挥使裴云映，看来雷元这回是踢到铁板了。殿帅，
我等奉命捉拿逃犯，现下逃犯就擒，烦请回避。雷捕头抓人上来就放死箭，刚刚要不是裴某出手，逃犯差点就死了。事关军马监一案，犯人交由刑狱司往审刑院受理。雷捕头如此下死手，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？啊？元帅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玩笑而已。雷捕头这么紧张做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雷捕头是心虚了。你，段小燕，大人，把他带回去，交由刑狱司。是。元帅，吕大山是我兵马司要抓的人，涉及军马监一案，同天武右军也有几分关系，我送去也一样。再者，雷捕头抓到人，不也要送往刑狱司吗？莫非雷捕头还有别的私刑要用？那就有劳殿帅费心了。待回到兵马司，下官会将今日之事回禀上头。多谢殿帅一片好意。辛苦。雷元又狠狠地看了一眼角落中的吕大山，这才勒令手下离开。姑娘，你流了好多血。不用担心，不是我的血。姑娘颈上的伤，去旁边清理一下吧。哎，等等，那边两位还没腾气呢。哎，我来帮他们写。那姑娘是我们仁心医馆里的陆大夫，我是东家。这动静落在裴云映耳中，他看了一眼杜长青，收回视线，面无表情地往前走去。方才走过的地方，一片狼藉中躺着一朵蓝雀绒花。他俯身捡起地上绒花，待看清这绒花的背后，神情忽而闪过了一丝异样。姑娘刚才怎么就突然动手了，吓了我一跳。姑娘素来冷静，今日却有些鲁莽。那逃犯虽凶恶，官差来的也不少，姑娘就算不动手，他们也会将姑娘救出来的。因为我不信他们，他们对逃犯势在必得，我怕他们为了抓人拿我当了靶子。我并非千金贵女，只是一介平民百姓，在这些官户权贵眼中蝼蚁不如。我不想将性命交到他们手上，我只相信自己。听上去陆大夫对盛京权贵颇有怨气，莫非曾有过节？就见对方笑着将手中一物放至他面前的小桌上，不紧不慢的道：陆大夫，你东西掉了。多谢大人。说完，他就要伸手将绒花拿起来，一只手按住了那朵绒花。裴某还有一事不明，还请陆大夫为我解惑。陆大夫的绒花怎么会有3根银针呢？我发丝厚密，寻常1根花针容易滑落，所以用了3根。原来如此。那陆大夫为何要将绒花花针磨得如此锋利啊？吕大山脸上的伤痕，寻常花针可划不出来。大人，据我所知，圣经没有哪条律令规定女子簪花花针不能锋利吧？也是。他神情重新变得轻松起来，松开按着绒花的手，从怀中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瓷瓶放在桌上。陆大夫的伤还需要好好处理，留下疤痕就不好了。天武右军的祛疤药效果不错，陆大夫可以试试。多谢了。大人，太师府的人请见。他应了一声，又笑着看了陆彤一眼，这才转身离开。姑娘，那咱们现在先回去，收拾行李，我们今夜就离开来夷客栈。莫非你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偷偷离家出走，好为体尝平人生活？说起来，你和银筝2人上京，你爹娘怎么都不担心呢？平日里也没见你写信。哎，他们……我爹娘已经不在了。对不住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。没关系。既然令堂令孙都已不在，
陆大夫为何还要独自上京啊？要知道，你们2个姑娘家孤身在外，谋生实属不易。既有医术，为何不在本地寻医医馆制药售卖呢？在盛京扬名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。我到盛京是为了寻一个人。寻谁啊？心上人吗？不错。不可能啊！陆大夫，虽然你性子不够温柔，不会撒娇，也不爱笑，还常常让人瘆得慌，可这模样挺能唬人的。光说外表也是纤纤柔弱、楚楚可怜的一位美人啊！让你这样的漂亮姑娘千里相寻，哪位负心汉如此没有眼光？你不会是被骗了吧？不会，我有信物。哎呀，信物有什么用啊？还不及房契铺面来的实在呢。你且说说你要寻的人姓甚名谁？我在盛京认识的朋友也不少，届时让他们帮你找找，待找到了再和那没良心的算账。我不知他姓甚名谁，不过路上偶尔相救。他说他是盛京大户人家的少爷，留给我了信物，说日后带我上京自会前来寻我。所以你非要到我医馆做管行医，就是为了扬名盛京，好叫那男的听到你名字主动来找你？哎，我就说你是被骗了。陆大夫，你是戏折子看多了吧？路上救个人，10个有9个都说自己是富家少爷，还有1个是官家流落在外的私生子。那男的既然有心找你，为何不直接告诉你名字和家门，还让你巴巴的千里相寻？估计送你的那信物不是块假玉，就是不值钱的破指环。陆童不说话，似是默认。哎呀，我瞧你平日里生的一副聪明相，怎生这事儿上如此犯蠢？想来那人定是个粉面朱唇，空有一张脸的小白脸，才将你唬得晕头转向。我告诉你，像我这样长得好看的年轻男子，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，专骗你们这种小姑娘的。也不能这样说，上回我们瞧见的那位殿帅大人，形容出众，举止不凡，身手更是厉害，他总不能是绣花枕头吧？哼，人家是昭宁宫世子，怎么能和他比？昭宁宫世子？是啊，昭宁宫当年也是盛京出了名的美男子，先夫人亦是仙姿玉色，父母出众，做儿子的自然仪容不俗啊。人家出身公侯富贵之家，是一年纪轻轻就能一路青云直上，不过20出头做到殿前司指挥使。纵是绣花枕头，绣的也是宝石花，这枕头也是金丝饕餮纹玉如意枕，咱们这些凡夫俗子如何比得起啊？杜掌柜，我怎么听你这话酸里酸气的？不会是妒忌了吧？谁妒忌了？我除了出身差点，容貌与他也算不相上下吧。可惜我没生在昭宁公府，否则如今殿前司指挥就该换人来做了。您真是自信。杜长青被银筝这么扫了一下，面上有些挂不住，又匆匆教训了陆童几句，不可上了男人的当，这才掩饰般的拉阿成进里间盘点药材去了。姑娘方才那番寻人的话如此离谱，杜掌柜居然如此深信不疑，莫不是个傻子吧？3分真7分假，他自然辨不清。啊，若真有，真希望那是位侯门公府的少爷，也不必他以身相许，只要多给些报酬银两就是。最好是昭宁宫世子那样身份的。上次见那位指挥时，他那身锦湖衣料一看就贵重非凡，为报救命之恩，一定会千金相送。届时就能给姑娘的妆奁多添几枝宝石珠花了。是陆童吗？这人眉眼间竟很像是在上次宝箱楼下遇到的那个陆大夫。洪曼见过世子殿下，皇爷已派手下去定州寻人，军马监一案如今又像插手，不便行动，皇爷请世子静观其变。这几日我不会过来，有事到殿帅府寻段小燕。洪曼忙应了，他起身
正欲离开，忽然又想起什么，撩开竹帘，看向窗户外的对街。对面是什么地方？是快活楼赌坊。世子是在这里瞧见什么人了吗？没什么，认错人了。角落灯下桌边正围着一群人，桌上2人对坐。万全今日手气不错，他到了快活楼之后，到现在为止一把都未曾输过。就他对面这个姓郑的小子带来的20两银子，眼看着就要全输光给他了。这样赌好没意思，不如来赌点大的。哼，赌就赌，那就以1两银子为底，下一局翻番2两银子，再下一局4两银子，再下。好。不过万全的好运气似乎到此为止了。接下来他连输几把，只将方才赢的子儿全都输了回去。万兄还赌不赌了？不赌，小弟要回家睡觉去了。来，再来一把。楼上，陆童站在栏杆前，望着正与银筝对赌的万全，微微笑了笑。哼，鱼儿上钩了。孽子，你教的好儿子，昨夜偷了我给大爷收的2000两租子去快活楼赌钱，输光了不说，还欠了人3000两。人家说不交齐银子不放人，写信来要钱来了。当家的，你快想个办法呀！全儿不能一直留在那儿啊！对方让我去快活楼接人，我先去求一求，看能不能缓些时日。他心中有事，又担心又急怒，一路直奔快活楼。万老爷来了。不敢称老爷，小姐是。令郎欠我3000两银子未还，不得已，只得寻万老爷前来相商。敢问万全如今？万老爷放心，他很好。令郎如今在一处安全的位置，正等着万老爷拿钱来赎呢。小姐心善，任小的那不孝子玩闹，只是家中贫寒，一时拿不出3000两银子，可否容小的缓缓，先将那不孝子接回去，等凑齐了银子再给小姐送来可好？万老爷想得很好，不会是想先将人领回去，再寻个借口，以柯家之事强行赖掉那3000两的账吧？且不说你能不能赖下3000两的欠契，就算赖下了，令郎挪用的2000两私产，要是被柯大老爷发现了，恐怕也免不了死罪。万老爷，闲话少叙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，如果你回答得好，我就当着你的面将欠契撕掉，我与令郎之间的债务一笔勾销。小姐请问，柯家之前的大奶奶陆氏是被你们大爷杀害的吗？怎么可能？如此说来，她是被太师府的人杀害的了。你怎么知道太师府？你是谁？你是故意引全儿去快活楼欠下巨债，你想对付柯家？你到底是谁？万老爷，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令郎如今的安危系在你一人身上。你只需要回答问题，3000两的欠契就能作废。你若不回答，万老爷不妨低头看看桌屉里是什么。万福打开绢帕，随即啊呀一声，险些从椅子上滚了下来。全儿！万老爷先别哭，不妨再仔细瞧瞧。不对，全儿小指上有颗黑痣，这手指上没有，这不是全儿的小指。万老爷爱子之心令人感动，先前不过是与万老爷开个小玩笑罢了。这断指是快活楼另外一位欠了赌债的公子所抵。万老爷恐怕
还不知快活楼的规矩，欠债100两，则断1指；令郎欠下3000两，削去手指脚趾，也还余1000两未还呢。如今我与万老爷在此商议，我的人还守着万少爷。倘若咱们没有能谈拢，一炷香后，我的人没有见我回去，便也只能照快活楼的规矩办事了。其实我也很好奇，不知万老爷究竟是忠心柯大老爷多一些，还是更心疼儿子多一分呢？小姐究竟想知道什么？我要你告诉我，柯大奶奶陆氏究竟是怎么死的？大奶奶生了病。我看万老爷不想与我谈了，连后人断然起身就要离开。哎，等等，其实小的也不知道，当时小的没进去。连后人动作顿了顿，重新坐了下来。那已经是大前年的事了。永昌37年，每年新年过后，行商都有春宴，宴请各家大商户。柯成兴也要去应酬，应酬的酒楼就在城南的风月楼。柯成兴酒量不好，席间有了些醺醺，吃醉了酒，便打发万福回去叫陆氏煮点醒酒的乌梅桂花汤来。陆氏听闻倒是好脾气的应了，大晚上的急急忙忙煮了醒酒汤，又乘马车去了风月楼接人。因为万福是小厮，不便跟上去，遂将提前准备好的春礼先送给行商中的人。待周全了礼仪散席，估摸着柯成兴也该酒醒了，就去了楼上的暖阁。楼上暖阁里没人，万福找到了柯成兴。柯成兴醉得烂泥般，四周却不见陆氏的影子。万福当时就有些着慌，四面去找，结果在最靠近尽头的一间暖阁里找到了陆氏。当时大奶奶浑身是伤，额上还在流血，她的大丫鬟丹桂就在地上，已经没气了。他吓得就要大叫，那里头却踉跄走出个人来，是个衣着富贵的公子，神色恍惚不定，只笑嘻嘻地瞥他一眼。他有心想要追上去，不知为何却有些害怕。再没多一会儿，柯成兴也醒了。万福心知出了大事，不敢耽误，忙将此事告知柯成兴。柯成兴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，就要去找风月楼掌柜寻始作俑者。万福要看着陆氏，没敢跟上。然后呢？大爷寻了掌柜的，不多时又回来，神情很古怪，没说什么，只让我赶紧将夫人带回去。陆氏如何？大奶奶总是闹。为了免招麻烦，柯老夫人就令人对外宣称是陆柔不守妇道，勾引太师府公子不成，倒打一耙。我们这样的人家如何敢与太师府对着干？要是被太师府知道大奶奶在外乱说，整个柯家都要跟着遭殃。不只是这样吧，柯大爷是个男人，为了避祸，却主动将绿帽子往身上揽，看来是要命不要脸。然后呢？为了以免招惹口舌，柯大爷杀了陆氏，以绝后患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。本来大爷只将大奶奶关在家里，不让她出门，对外称说大奶奶突然风疾。可是后来怎样？后来又过了几个月，查出大奶奶有了身孕。
砰的一声，茶盏倾倒在桌上，滚热茶水翻了一地，打湿女子双白的袖口。你说什么？郎中确定大奶奶有了身孕那一日，大爷和老夫人都慌了神。当天夜里有一辆马车来到府上，来人见了大爷，和大爷说了些话，时候不长，只有1炷香左右。来的可是太师府的人？小的没进屋，不知对方什么身份。不过来人走时，大爷送到门口，估摸身份应当不低。第2日，大爷又和大奶奶吵架，小的在门外听见大爷责骂大奶奶，说大奶奶先前买通了府里下人往外面送信，他俩吵得很凶。我本来想去劝，大爷连我一块骂出去，我便只好去找老夫人来。谁知万福眼底闪过了一丝惊悸，他想起那日自己带着柯老夫人匆匆来到院子中的情景。已近夏日，满院红蕖灿然艳丽，一片碧绿涟漪中，有人的雪白衣袂起伏漂浮，如一方素白稿色，凄艳又肃然。柯成兴杀了陆氏？没有，大爷很疼大奶奶。哼！但柯家在陆氏死后，立刻与太师府搭上了关系。一夜间，柯家被商行奉为上宾，铺子中的生意比老爷在世时还要更上了一层楼。一切就是从陆氏死后发生的。陆氏的兄弟又是怎么回事？陆家二爷的事，小的也不是很清楚，只是大奶奶入葬后不久，陆二少爷就找到了柯家。小的听闻他去同大爷和夫人闹了一场，之后就不欢而散。再然后，小的听说陆二少爷犯了事，审刑院的详短官范大人治了他死罪。再后来就没怎么听闻他的消息了。小姐，小的就知道这么多了，求你放过全儿吧。万老爷说的话虽不真切，勉强也有些分量。既如此，这张剑契就还你。只听嘶的一声，竹帘被人从一旁撩起，就有2张雪片从帘后飘飘摇摇的落到他脚边。小姐，那全儿……万老爷，我刚刚说你说得好，便将欠契撕了，但我没有说过你说得好就放人。既没有欠债，快活楼焉有不放人的道理？就算是赌方规矩，欠债已清，莫非还要一直扣着人不成？万老爷不必生气，不提别的，你真的觉得令郎现在归家是件好事吗？什么意思？万老爷似乎忘了，3000两的欠契作废，可令郎实实在在挪用了柯大爷私产之事，不是假的。以万老爷之家资，要凑够2000两，好像有些困难。偷窃主子财产的奴才，一旦被发现，打死也是轻的。又或者，万老爷与柯大爷主仆情深，万老爷笃定，就算柯大爷发现自己银子没了，也不会怪责令郎，放令郎一条生路。或许万老爷想，不如将今日与我见面一事对柯大爷和盘托出，或许柯大爷会体谅你的苦衷，与你一致对外，反将令郎的错处轻轻接过。万老爷真是忠心，或许正因如此，柯大爷才对你如此看重。不过陆氏死后，柯大爷还能留你在身边，正是因为你从不多问陆氏有关，口风也严，哪怕对着你的妻儿都不曾吐露一言半句。
今日万老爷将此事告诉我，或许柯大爷会想，你将此事告诉我，难不成就没有告诉过别人？或许令正、令郎也都听过此事。就算真没有也没关系，只要让柯大爷如此觉得就可以了。柯家往日伺候陆氏的那些丫鬟，万老爷不是已经亲眼见到其下场了吗？小姐想要做什么？我想请万老爷为我做事。万老爷若答应，我便让人好好的照顾令郎，直到此事彻底平息。若不答应也无妨，我会在今夜将令郎送回，同时告知柯府，令郎挪用私产赌钱一事，顺带当着令郎的面提一提陆氏。万老爷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令郎，也不会对你咄咄相逼。万老爷回去可以好好想想，想好了写信送到快活楼。但我这个人耐心不足，等不了太久，所以明日酉时前给我答案。陆童带上木梨出了竹里馆。菩萨、老爷、神仙，求求你救救小的，降下神差将那女鬼捉走，免得她为祸人间。万福不知从哪儿打听来，万恩寺中各殿菩萨有各殿菩萨的司职，或是管子嗣，或是管官运，但唯有这处废弃的偏殿神像才是管捉鬼的。万福就提议，不如等子夜时分，摸到这偏殿里上几炷香。神仙老爷、菩萨老爷，我今日烧了香，也求您救救小的。那陆氏怨气极重，恐为祸杀生，求菩萨老爷将他取走，或是度化超生，也是功德一件呐。虽此事是小的不对，但要论其因果，也怪那太师府仗势欺人。我与陆氏原本也是对恩爱夫妻，何至于到如今的地步？柯成兴出神地看着神龛，殿外夜雨声凉，滴滴打在殿窗，时续时断。忽然间，大殿门口传来一声轻响。柯成兴面色惨白，心中蓦地生出一个念头：有鬼，是陆氏的鬼魂跟来了。他僵直地瘫在原地，身后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，脚步声轻盈缓慢，袅袅婷婷，像是个女子，在他的身后停了下来。他要来索命来了。柯成兴汗如雨下，那脚步声停了停，又绕到他身前。柯成兴抬不得头，只感到自己被人轻轻踢了一脚，身子顺势往后倒去，仰在水缸前。于是他费力的抬眼，借着幽暗的灯火，瞧见了对方的身影，是个年轻女子。这不是陆柔。佛经上言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。诸佛菩萨不敢狂语欺人。柯大老爷，你求的是什么？柯成兴想叫万福进殿帮忙，可全身上下麻木无力，说不得话。他心中惊疑不定，一面不知自己身体变化从何而起，一面又不知这女子是人是鬼。神龛前自己插好的长香漫出迷迷烟雾，寻常饭香有这般香气吗？见那女子走到神龛前，指尖拂过未烧完的青烟。她叫盛千商，焚点此香，香气入鼻，胜过饮尽千商烈酒，醉不成形，故名盛千商。不过闻香之人虽体僵舌麻，任人摆布，思绪却很清明。柯大老爷是不是想问我，为何我吸入此香仍可行动自若，不受影响？柯成兴努力点了一下头，因为这香就是我做的。柯大老爷子夜拜神，看来实有未信。
只是你凭何以为神佛能救得了你？倘若世上真有神佛，我姐姐当初也不会死在贵府花池了。都云天地在上，鬼神难欺。眼下既过午夜，已是4月初1，菩萨睁眼，善恶昭彰。柯大老爷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烦请你认真回答。说完，他走到柯成兴身侧，慢慢地蹲下，伸出一只手扼住他脖颈。柯大老爷，我姐姐是被你杀死的吗？柯成兴一愣，下一刻观音图倏然而碎，他感到自己的头不受控制地被按入水中，一股扑天水柱往他口鼻中灌来。只他刚吸完圣千伤，哪儿还有力气晃动，整个身子沉沉若木石，只觉眼前身上一片黑暗，仿佛被人投入深渊。正当他极度绝望之时，身子陡然一惊，他被人抓了起来。你怎么不回答？柯成兴说不出话来，看向王莹莹的目光充满恐惧，这女人是个疯子。第二个问题，陆家4口的死是不是七太府上指使？下一刻，女子的手粗暴地往下一按，她又被溺在水中。你怎么又不回答？哗一声，水面再次破开，他费力地蠕动嘴唇。柯大老爷，是想告诉我新的线索吗？柯成兴眨眨眼睛，然而下一刻，熟悉的溺水窒息感再次袭来。可是我不想听。陆谦被污蔑入狱，刑狱司提刑官范大人可知其中内情？柯老夫人说，陆柔主动勾引太师府公子，太师府公子是否对陆柔凌辱玷污？陆老爷进京路上，路遇水祸，水祸是何人安排？长武县中一场大火，陆夫人身死其中，你柯家可在其中出力？他每问一句，便将柯成兴的头按进水中一次。他一遍遍认真地问，一遍遍将他往死里折磨。诺人，你怎么不回答？他中了毒，口舌发僵，他怎么能回答呢？柯大老爷，你一心会神拜佛，难道就没有求过业报吗？哼，也是，世上要真有业报，何至于你如今锦衣玉食，高枕无忧？可见菩萨低眉，不见众生。既然菩萨不中用，我也只好自己动手。柯成兴惧到极致，不由得怒视着他，瞪着神龛前的佛像。你想问我为何不惧神佛？我不怕呀。我今日上山不是来祈福的，我是来报仇的。倏儿花豹锣鼓声接近，有人的声音远远传来：救命啊！救命！陆柔被家丁们按着往水中投去，她拼命地挣扎，长发散乱，双手胡乱地往上抓住池沿不肯松手。她心中又急又气，一面嫌手下人动手太慢，一面又怕动静被旁人听见，于是走过去想捂他的嘴。陆柔看见他便不挣扎了，只从眼里静静地淌下2行泪，木然望着他。他别开眼，不忍再看，用力掰开他的手，将他按进满池清河，直到冰冷池水吞噬了一切。
一声惊雷打破山夜寂静，闪电照亮残电青烟，也照亮佛前人冷漠的眼。他静静看着水缸里不再挣扎的人，你是不是很怕呀？怕就对了，我姐姐当时也是这般怕的。听说了吗？昨夜啊，寺里死了个人，还是咱们吴怀元的。啊，咱们这边的谁啊？不知道，差人正在盘问呢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怎么偏在这个时候死人呢？陆大夫，又见面了。裴大人，陆大夫怎么在这里？我来上香。不是说医者与阎王是死对头？陆大夫怎么还信神佛啊？医者也要求姻缘。放生店死了个人，陆大夫怎么不去看看？大夫看活人，仵作才看死人。我不是仵作。也是。哎呀，陆大夫，我怎么觉得你对我总是很防备呢？哎，说起来我还救过你，过去也不曾得罪过你吧？裴大人多思。大人，放生店中死了个人，溺死在装放生龟的水缸里了。仵作来看过，说是他酒后神志不清，失足跌进了水缸里，没爬起来，这才死了的。既然酒醉，怎么还会到废弃偏殿？可不是嘛，那店里啊还发现了纸马梳头，神龛里还有香灰，这人是来拜神的。你说拜什么神不好，偏偏是前朝神像。这回麻烦大了，人虽死了，只怕家里还有的馋。喝了酒又要供奉，这人心挺宽呢。大人，您觉得此事有内情？不管有没有内情，此人暗中供奉前朝神佛，这件事都已经到此为止了。这案子不归殿前司管，段小燕，你少掺和。昨夜陆大夫住在吴怀园中？是。陆大夫可知昨夜放生店死的那个人也是宿在吴怀园中？是吗？倒是不曾听说。陆大夫上万恩寺只带了个丫头，两个女子孤身行路多危险呢，怎么不多带几个护卫呢？手头紧，不方便。啊，哎，说起来，陆大夫上山烧香点灯祈福，可陆大夫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信佛之人呢。裴大人看起来也不像是信佛之人，来青莲会又是为何？陆大夫手上的伤痕从何而来啊？行医制药，难免为药材所伤。什么药材？四怀。陆童冲裴云映轻轻点点头，不再与他纠缠，转身朝凉亭走去。不是说熟人，他看起来一点都不想搭理你。听过刺槐吗？刺槐是什么？能吃吗？没什么。哎，那不是陆大夫吗？没想到才从寺里分别，就又在这里见到了，真巧。是很巧。掌柜的，这簪子就算工艺再精巧，材料也就如此，说不是我家姑娘喜欢，旁人也定不愿意花100两买下。你不如少点卖与我们，日后我们还来这里买东西。姑娘说笑了，实不相瞒，咱们这铺子开在城南清河街，租子本就比别地更贵，我们也是小本生意。姑娘若少说个3、5两还好，这一开口就是50两，实在有些为难老朽了。可是，一只手从身侧越过来，将一锭白银落在桌上。哎，不用说了，我替他付。裴大人，陆大夫，又见面了，劳烦掌柜的替他包起来。这一回老掌柜不敢耽误，忙令小伙计将挑好的3样首饰包好，递给银针。刚才多谢裴大人。陆大夫眼光不行啊，你好像被那老家伙坑了，就这点东西也敢收你100两？那裴大人刚刚在典当行里时，为何不提醒我们姑娘？因为说了的话，就没机会让陆大夫欠我一个人情了。欠裴大人的50两银子，我回去后即刻取来送还。
哎，不必。听说陆大夫的医馆里有一味叫春水生的药茶，卖得很好，就用那个底吧。好，裴大人给我府上住址，明日我就让人送去。不用麻烦，西街又不远，改日我上门来取就是。好。陆统与银筝先走了，段小燕随裴云映往御仙楼下走。这陆大夫身上什么首饰都不戴，我还以为他不喜欢钗环手镯，没想到也和寻常姑娘一样啊。是啊，所以下差之后呢，你回典当行一趟，问问今日他买走的那3只首饰出自何家。哦，哎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昨日在吴怀园你也帮了他。哥，我怎么觉得你对陆大夫的事情特别上心啊？哼，可能会杀人的女人，不多上点心怎么行啊？不知裴大人突然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来讨债啊。讨债？哼，陆大夫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怎么忘了？之前鹿园当铺中你还欠我2包春水生。这陆大夫，你还真是将我们大人忘得一干二净。我去拿药茶，裴大人、段公子进来坐吧。陆大夫，这是你的熟人吗？不熟，萍水相逢，几面之缘，算不得相熟。哎，陆姑娘这么说可有些无情了。且不提我们大人先前在宝香楼救了你一命，也不说在万恩寺董夫人跟前替你周旋说情，光是上次在鹿园当铺见面，也不过才过了1月，我家大人替你付了50两银子，才赎了钗簪首饰，50两都抵得上我2月俸禄了。这世道非亲非故的，谁会好心借给旁人那么一大笔银子啊？我都认识大人多少年了，他可从没借给我这么多。陆大夫，你还买过首饰钗环？怎么，没见你们家陆大夫戴过？是没见过。说起来，自打陆大夫来我们医馆以来，小的还从未见他穿戴过什么首饰呢。不过陆大夫长得好，不戴那些首饰也好看。哇，那就奇了，陆大夫花费重金买下的首饰发钗，怎么不带在身上呢？坐馆行医，钗环多有不便，若有盛大节日，自当佩戴，大人没有看见而已。也是。哎，说来很巧啊，陆大夫在鹿园当铺赎回的其中一只花簪，出自城南柯家。柯家？4月初1，万恩寺，陆大夫所宿吴怀园中死的那位香客，就是京城瑶瓷柯家的大老爷。是吗？那可真是不吉利。陆大夫不记得那个死人了？我从未见过此人，何来记住一说？况且殿帅不是说过，我贵人多忘事，平日里忙着制售新药，无关紧要的人事早已抛之脑后。年轻人走过去，就要伸手挑开毡帘，有人挡在他面前。陆大夫这是何意啊？裴大人，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不要随意闯进女子闺房吗？闺房？裴大人，我家姑娘素日里就住在这小院里，的确是女子闺房。陆大夫怎么住在医馆啊？圣经不比他地，米珠新贵，如我这样的寻常人，宿在医馆，正好可以节省银子。殿帅乃官爵子弟，不理解也是自然。这医馆地处西街，往前是酒楼，圣经无宵禁。西街每夜都有城守巡视，陆大夫眼光不错啊。此地虽然简陋，却比住别的地方安全。他又看了毡帘一眼，这才收回视线。原来是闺房啊。陆大夫刚才这样紧张，我还以为里面藏了一具尸体呢。裴大人玩笑，这里是医馆，不是阎罗殿。就算是阎罗殿，我看陆大夫也有办法不被人发现呢。他唇角微弯，目光从桌上那本翻了一半的梁朝律上掠过。陆大夫不是已经将圣经律令研读透彻吗？大人有所不知，如我们这般门第低微的百姓，免不了被人上门找麻烦，若不将律法研读清楚，总是会吃亏的。毕竟
法不阿贵，绳不挠屈，是吧？陆大夫，嬴政姑娘要拿春水生，可是自打赎药所的人拿走菊方后，咱们药铺里已经没有新做的春水生了。陆童沉默一下，同裴云映说明此事，走到柜台前，弯腰从最底下搜罗出最后几罐仙仙，连带着附送的服药禁忌一同递到裴云映手上。如今医馆里没有春水生，仙仙卖的最好，裴大人若是不嫌弃，可用这个替代。既甜既油腻，每日3服，按时服用，用完不可立刻躺坐，服后1个时辰行走2里。哈，陆大夫，你这服药禁忌照做完，就算不吃药，也很难不仙瘦身形吧？是药3分毒，光靠药茶，常人难以坚持。照单做事，才能有最佳的效果。裴大人要是不喜欢，我也可以为你另配一副方子补养。喜欢。说罢，也不顾裴云映是什么眼色，径自将仙仙揣进怀里。裴大人，我们这算是两清了吧？陆大夫这是在赶客？大人多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日后有机会再同陆大夫讨教医理。最好不要有机会，和医者时常见面并非好事。我希望大人身体康健，眠食无疾，与我再无相见之期。好啊，我尽量。哥，陆姑娘看着好像不太喜欢你啊，你是不是曾经得罪过她？说不定是因为我看穿了她的真面目。真面目？什么真面目啊？你不觉得她看起来很像什么？女菩萨？当然不是了，女阎罗。姑娘，那位小裴大人好可怕，分明是笑着的，怎么看上去好像店里的阎罗？他提起柯家的事，不会发现什么了吧？不会，就算有，也没有证据。柯家已经彻底倒了，唯一的证人万福，早在多日前携妻带子离开盛京。柯家心腹回了娘家，唯一的柯老夫人与偷盗家财的婆子撕扯，一不小心跌倒在地，抬回榻上躺了不过片刻就没气了。裴云映身为殿前司指挥使，就算对柯家一事心争疑斗，只要他不想自毁前程，就不能主动插手和前朝有关人之案，自惹麻烦，此事也就过了。真是邪了门了，隔那么远都没有见着脸，是怎么认出我的？什么怎么认出你的？哥，今日仁心医馆的陆大夫又上饭府了，我与他打了个招呼。暴露了？冤枉啊！天这么热，我就去对面茶摊喝碗茶的功夫，谁知道陆大夫会那么巧出门，我当时还是背对他的，隔着一条街，谁知道他是怎么认出我的？他说什么了？什么都没说，我说我是办差路过的，他没怀疑，我就走了。哥，我盯着范家也有半月了，陆大夫除了给陆夫人施针也没干别的，你是不是对他过于紧张了？这么相信他？倒也说不上信任吧，主要日日盯梢，车马费、茶水费、外食费，月银不够花了。那个哥，你借我一点吧，我……他边说边摸向自己腰间，忽而一顿。怎么了？我荷包不见了。被偷了？那倒没有，里面没银子。那你哭丧着脸？那荷包是你送我的，刚进殿前司的时候，你送我的荷包上面还有我名字呢。下午我在范家对面喝茶时结账都还有。该不会是和陆大夫说话那会儿掉了吧？你说陆童捡到了？只是可能，也不好问人家呀。为什么不问？荷包里一个铜板都没有，陆大夫要他做什么？况且，要是真去问他，陆大夫还以为我怀疑他偷东西，被别人听见了，会怀疑陆大夫人品不端的，那多不好啊！难为你替他想得周到。过几日，
我陪你去一趟仁心医馆。你还真要问陆大夫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荷包上有你名字。被别人捡到也就罢了，被陆统捡到，我怕你被卖了还替人数银子。那一个荷包能卖我什么？那可就多了，比如要挟。拿荷包能要挟我什么？我又不是女子，还能拿这个当定情信物逼我娶她呀？这么说也不是不可能。他今日只一个背影就能认出我来，可见我在陆大夫心中印象很深。但我如今还未及官，婚姻大事尚不能做主。他自己絮絮地说着，冷不防头顶被拍上一叠厚厚的卷册。好啊，真要有那一日，我作为你半个长辈，一定会为你奉上一份丰厚大礼。恭祝二位郎才女貌，佳偶天成。陆大夫，银针姑娘，裴大人怎么来了？买药。近来伏天暑气重啊，这营里的兄弟在外走动，难免过了暑头。大人想买些降暑气的药茶，回头熬了给兄弟们分着喝。稍等。他在桌前坐下，拿纸笔写方子。两位先在这里稍坐一会儿，奴婢去泡。茶字还未说出口，两杯盛甜浆的竹筒已经放在了小鸡上。刚买的姜水，大人和段小公子可以尝尝。呸！这也太甜了吧！陆大夫，你买的是什么？姜蜜水。很甜吗？我觉得刚刚好，医馆里药材都是苦的，段小公子手中姜蜜水比药水甘甜。有道理。那个说起来，上回在范府，我荷包还丢了。那个你看见我的荷包了吗？段小公子是怀疑我偷了你的荷包？怎么会呢？我就是随口一提，随口一提。段公子，我没有看到你的荷包。我也觉得你没有看到啊，那个应该是我掉其他地方了。陆大夫药茶卖得不错，听说连详段官范家都主动相请了。侥幸能入，范夫人也而已。怎么会侥幸呢？范夫人爱惜体态，陆大夫就正好做出仙体药茶雪中送炭。要不是知道陆大夫是外地人，我还以为陆大夫是特意为范夫人准备的呢。大人言过，做出一味药茶并非旁人眼见那般简单，况且我一介平人，与官家毫不相干，如何能左右夫人决议？也是。陆大夫，我记得之前几次见面，你身边那个丫头惯是能言快语，怎么这几次见面沉默了许多呀？不会是怕说漏嘴，特意远着我？大人说笑，我们身份微贱，见了大人这般的王孙公子，贵客豪门，一时嘴笨口拙，上不得台面，还望大人勿怪。那个药茶包好了没有啊？好了好了。这天你说怎么这么热啊？他渡到桌柜前，付过银子，拎起2大包药材。大人，这天色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了，不好耽误陆大夫瞧病的。大人慢走。多谢陆大夫的姜蜜水，下回见。哥，我就说了今日是白跑一趟，陆大夫不可能捡到我的荷包的。弄成这副尴尬境地，日后还怎么再见他？谁说不可能了？他在说谎？看不出来。不过他的话你信3分就是了，必要关头3分也不要信。哥，我总觉得你对陆大夫有偏见。我之前打听过，陆大夫在西街名声很好，都说他是人美心善的活菩萨。就你防贼一般的防着他，一个弱女子至于吗？弱女子？你看清她今日穿的什么了？一件裙子，挺漂亮的。陆大夫长得好看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宝香楼，她穿粗布衣；第2次，晚安寺，变成白罗裙。今日她身上衣料，
已患了云素杀。哥，你居然记这么清楚啊？不是，这很正常嘛。陆大夫是外地人，来到盛京呢，学着盛京女子打扮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织子都有好几件花裙子呢。粗布每匹300文，绢罗每匹500文，至于云素纱，一匹至少1贯钱。不到半年，这陆大夫衣料花用涨了不少啊！啊，这又能代表什么？这代表，如果陆童是和你一道进入殿前司的，那么现在他已经是你顶头上司了。贡院出事了，死了个读书人，外面传言有人在贡院分发的干粮里下毒。不可能，又不是傻子，谁会这样大张旗鼓对付一个读书人呢？流言是怎么传出来的？听说死的考生砸破了号舍窗，从号舍里跑了出来，毒发时贡院内外都看见了。兵马司的人现在也在贡院门口。兵马司？太府司卿府上的夫人在贡院门口闹事，他儿子今年下场，礼部不放人，就叫兵马司来帮忙。看来礼部这是得罪人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来加一把火。你想插手？我们的人在礼部待了那么久，上面的位置不腾出来，下面的怎么上去？这么好的机会，总不能白白浪费了。殿前司眼下不好出面。谁说殿前司了？当然是找人把这个消息送到枢密院呢。也好。这圣经真是越来越热闹了。秋闱最后一场已经结束了，然而此刻众考生都待在号舍中不敢出门，几个主考官还想再演示，那头兵马司并刑狱司的人已经开始一一核对考舍中的考生花名。然而不核验便罢，一核验，整个贡院中竟足足有12位考生花名与本人毫无相符。看来不必查了，这名实不符的12人就是投毒凶手，贡院投毒，谋杀童年，按律当斩。不，老爷大人冤枉啊！这小人100个担子也不敢杀人啊！此事并非小人所为。他这么一喊，连带着周围的其余人也反应过来，一起跪在地上诉冤叫屈。满口狡辩，谎话连篇，既不是你们下毒，为何偷偷摸摸混进考场？原来的考生被你们弄至何处？无非是一起杀了。哼，在天子脚下图谋杀人，其心可诛啊！大人，大人，真不是小的下毒，小的进贡院后舍，只是为了替人下场。小的待人求事如此而已，绝不敢谋害性命啊！要不是那些主考官和考生勾串，光天化日下秋试替考，有才怎会蹉跎10多年，籍籍无名？他治舞弊之行猖狂，平人难以撼动高官，不得不以死明志，借由自己之死，引人彻查考场。山苗与剑松，地势虽高卑，地势虽高卑呀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叔伯婶子们，鲜鱼行的吴大哥家中去了好多官兵，正四处搜罗，好像要治吴大哥的罪呢。有才人都死了，治什么罪？说是吴大哥好设服毒，扰乱科场，动摇人心之举。现下正在吴家搜罗，看有无亲眷要一同带走。哎呀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还真是人命比草贱呢。各书院的寒门读书人聚在一起，当街拦下御史的府轿，御史的折子雪花般飞向皇帝案头。天子本就对科举舞弊一事有所耳闻，下令上下一同彻查此事。查着查着，就查到了审刑院详断官范正廉的头上。王爷，王爷，陛下这是……范大人不必心急，陛下只让小王来查看大人府上家资，
只是大人也须得和小王走一遭咸鱼司。大人放心，只是问问话，您一向清廉，待质审清楚，一定还您个清白。哦，对了，礼部侍郎也已服罪，正在狱中收监，您也是暂时居治，倒不用担忧。范正廉两眼一白，晕倒过去。吴秀才的事儿是你做的吧？那天你去他家中送晚巾去了很久，他又是服毒自尽的，是你给他的毒药。陆童静静地看着他，良久，轻轻点了点头。他疯了，你也疯了。他问你要毒药，你就给了。你以为这是在帮他？你这是把自己也牵扯进去。吴秀才也是，怎么就想在后室里服毒了？莫名其妙。就算再怎么心灰意冷，也不至于连命也不要了。穷人什么都没有，唯有贱命一条。既然活着难以得到公平，那么拼着这条命，拉几个人下来也是好的。对吴有才来说，这样死去是一种解脱。哎呀，行，我只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。算了，不提这个，人都没了，说这些也没用。眼下事情闹大了，查来查去，万一查到你头上怎么办？虽然你只是给了毒药，但贡举闹出这么大丑事，吃了亏的人难免要找个出气法子。吴秀才是死了，要是查到你头上，你麻烦可就大了。咱们现在一人一半东家，我还指着靠你发达。你要是半途进了招狱，我找谁哭去？陆大夫，我们得提前想个对策。我有一个想法，要不要听听？说说，你有什么馊主意？眼下官差和读书人们闹了起来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要让他们拿了话头，真给吴秀才这个罪，保不齐连累到姑娘身上。不如先下手为强啊！那些当官的敢这么作威作福，无非就是仗着一身官皮，要是扒了那身皮，也就没什么可怕的。荀老爹不是说吴秀才是因为替考一事心灰意冷才决意去死的吗？死前还在考卷上留了诗。圣经多少读书人，总不见得全是富贵人家的少爷吧？平头百姓家的学生见了，难免不心有戚戚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那些官差是做贼心虚，咱们就偏要将事情闹大，让他们急眼，也算替吴秀才出气。请问怎样才能将事情闹大？这还不简单。银筝睨他一眼。俗话说，世间有4种人惹不得：游方、僧道、乞丐、闲汉、牙婆。杜掌柜有那么多闲乐好友，随意呼唤一番，都能叫人家吃苦头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。杜掌柜，这回全仰仗你帮忙了。你来了。您就是给我写信的人？表叔。表叔？刘坤心下茫然，这又是何意？看来表叔不记得了。当年您离开长武县时，寄家父的50两银子，还是我亲自送来的呢。你是童丫头？怎么可能？童丫头不是死了吗？你真是童丫头？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你爹娘到处找你，你哥哥也为你操心。那封信是你给我写的？是我写的。表叔，你不是已经见过我二哥了吗？是，我见过。周丫头死了，他到京中来奔丧，顺带来我家借住几日。只是借住？只是借住。不止吧？你还出卖了他？我没有。不是我，是他犯了事儿，被官府通缉。童丫头，我原想将他藏在家里，奈何缉捕文书贴的到处都是，官差查到我家里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能怎么样呢？是吗？敢问表叔，我二哥犯的是什么事？是的，私闯民宅，窃人财物，凌辱主家女儿。这么大的罪，表叔窝藏逃犯，官差却没有以包庇罪
将您一起问罪，独带走了我二哥，真是通情达理。表叔，我一直在想，活着的人犯了错，会有愧疚之心吗？会良心不安吗？会在夜里辗转难眠吗？我观察了很久，发现没有，一点儿也没有。童丫头，但这一切的好，是踩着陆家的血换得的，怎么能不叫人生气呢？童丫头，你听我说，那个时候官差四处搜人，搜到我家，谦儿哥他没来得及逃走。表叔，二哥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比我更清楚。一旦发现自己被官差缉捕，以他不肯连累人的性子，只会立刻与你划清干系，躲到没有人发现的地方。可最后却在你家找到了人。你给他吃了什么？迷药吗？二哥被捕后，是你给长武县写了信告知此事。我爹在来京的路上遇水祸出事，不也是表叔推波助澜吗？你不仅出卖了二哥，还出卖了我爹娘。我没有。我听说表叔之前一直想要盘下雀儿街的一家铺面，临到头了，却因店主反悔，缺了100两银子。二哥被捕不久后，表叔就租下了那间铺子。很巧的是，官府通缉二哥的赏银就是100两。原来我二哥的命就值100两银子啊！不是。天下的规则，他们上等人说了算。表叔，对上太师府，我并不奢望你能挺身而出，但你至少不该助纣为虐。对，没错，童丫头，你知道的，谦儿哥得罪的是太师府，那是太师府，我们怎么可能得罪得起呀？是他们逼我，是他们逼我的呀！戚家、范家，哪一家都是我们得罪不起的。童丫头，换作是你爹，他也会这么做的。对上这些人，咱们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，不是吗？不是啊，他们现在不是出事了吗？柯成兴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是我干的，不止范家的事也是我干的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不，童丫头，你听表叔说，我可以帮你。范正廉将谦儿哥关进刑狱，随意找个由头处刑。丫头，表叔可以为你做人证，当初只有我知道所有真相。咱们一起把柔姐和谦儿哥的案子弄个水落石出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啊，表叔。刘坤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，正欲说话，面前人却慢慢地蹲下身来，朝他摊开一只掌心。那只纤细白皙的掌心中躺着一只精致的瓷瓶。这是什么呀？是机会。什么机会？阖家罪孽，表叔一人承当的机会。这是一瓶毒药，如果表叔喝下，我就饶恕表哥们和表婶，宽免他们3人之罪。童丫头，表叔，我溺死了柯成兴，外头却传言他是自己酒后失足跌死。柯家倒了，满幅家财一朝散尽。我在贡院中动了手脚，礼部勾串考生一事被发现，如今范正廉下了诏狱，一朝声名狼藉，人心散尽。你看，我做了这么多事，却一点惩罚也没有。我杀得了他们，也杀得了你们。表叔知道我很聪明。他们是你的表哥。我知道啊，
正因为是一家人，所以我才于心不忍，给了你一个机会。2位表哥现在已经在大牢，勾串科举舞弊，虽不是小罪，却无性命之忧。这怎么能行呢？所以我想，我应该做点什么。哦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大夫，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几个人，轻而易举。何况2位哥哥们又不聪明，至少比对柯家、范家动手容易多了。我有足够把握，杀了他们，也不被别人发现。如果我喝了，你就会放过他们？当然。好，童丫头，你说话算话。灌木丛中，他把药瓶凑近了嘴边，眼看着就要饮下，却在最后一刻猛地将手中药瓶一扔。你逼我的！童丫头，你莫怪表叔，表叔还有一家老小，还不能死。他嘴里这样喊着，挥舞手中尖石，狠狠朝那人脑袋砸了过去。可他握紧石头的手却没能砸到对方的头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从喉间传来一阵刺骨的窒息感，仿佛陡然被人扼住颈肩。他蓦地捂住自己脖子，一下子跪倒在地。你做了什么？表叔，送你的信看了吧？信呢？哦，真谨慎。谢谢你啊，替我毁去证据。你下了毒？这叫自在鹰。传言许多年前，梁朝有一歌妓，歌喉清婉，胜过3月自在鹰。后来惹得同行妒忌，有人在他素日里喝的茶水里下了一味毒，毒发时他抠烂了自己喉间，那嗓子里烂得不成样子，如絮网泥浆，见之可怖。我在信纸上涂了自在鹰，你现在是不是很痒？救命！有的毒药让人痛苦，有的毒药却令人解脱。他走到那只被扔在地上的瓷瓶面前，弯腰将瓶子捡起，目光有些遗憾。我给过你选择的机会，可惜你没有珍惜。童丫头，表叔错了，表叔知道错了，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！地上的人在抽搐痉挛，片刻后呼出最后一口气，仰面躺在地上，死去了。陆家的案子，永远没有详断官敢接手，何须别人做主？陆家的案子，我来做详断官，也来做刽子手。刑狱司已打点周全，陛下此次彻查朝举，礼部上下一干被牵连，我们的人替上去正好。你还有什么遗处？你不觉得太巧合了吗？何处巧合？贡举中有读书人在好舍自枪，闹出动静，正好传出院外。短时间里，除去枢密院不提，兵马司、刑狱司3衙都得到消息。礼部涉案官员被查，审刑院官差去死者家中闹事，激起读书人与官府间矛盾。紧接着，读书人拦轿，御史上奏朝堂，审刑院被查。死了个读书人，无论如何闹不到如此地步，其中每一步都好像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否则在贡院出人命的一开始，以礼部的手段就该把此事压下了。你怀疑是三皇子背后指使？三皇子生性自负，不会将安危寄于一平人之身。那说起来，还是得多亏了太府四卿那位夫人不是？要不是他以为中毒之人是他宝贝儿子，在贡院门口和主考拉扯，又一赌气
叫来兵马司当差的妹夫，让贡院的人连个遮掩的机会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后面这一连串的大戏啊？那个死了的读书人的情况，你知道多少？你是说那个吴秀才？他也是个可怜人，和他娘相依为命，平日里就在西街鲜鱼行里杀鱼讨生。听说原本是考状元的苗子。西街？是啊，西街。西街怎么了？那位女大夫坐馆的仁心医馆就在西街。这和陆大夫有什么关系啊？一瞬间，毫无头绪的线团仿佛找到了线头，一切模糊都变得清晰起来。死去的儒生吴秀才是西街鲜鱼行杀鱼的读书人，将贡院自枪案闹大的太府四卿董夫人，曾请陆同替他儿子看过废疾。锒铛入狱的审刑院详断官范正廉，不久前陆同曾为他夫人施诊登门范府，每一处衔接的节点都正好恰好地出现了陆同的影子。原来如此。你怀疑贡局场上的案子和陆大夫有关？不是怀疑，此事一定和他脱不了干系。主子，讲。刚刚军巡铺屋收到消息，有人举告西街仁心医馆内杀人埋尸，步军巡检正带人去西街拿人。何人举告？西街杏林堂掌柜白守义。要我走一趟吗？我去吧。巡检司办案，无关人士暂避。有人举告你们医馆杀人埋尸，巡检司奉命稽查办案。既是奉命办案，仁心医馆自当配合。只是我们也是入了籍的正经商铺，大人要办案，能否让我们看看巡检手令？这里。哎呀，裴大人。哎呀，陆大夫的梁朝律果然背得很熟啊。裴殿帅。诸位大人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小的经营医馆多年，从来都是兢兢业业，老实本分，杀人埋尸绝无可能，多半是弄错了。军巡铺屋收到举告，有人举告贵医馆杀人，藏尸馆中，本帅特来查看。谁在胡说八道？谁？哪个王八蛋举告的？裴云映没有理会他，倒是从铺兵群中渐渐走出一个人来。杜掌柜。白守义，是你举告的。哼，好你个没下梢的狗畜生，良心被你爹吃了，竟然平白无故诬陷我医馆，切，不要脸！杜掌柜，我说的是事实。你放屁！你哪只眼睛看见医馆有人杀人了？我是没有看见，可其他人看见了。哟，那你倒说说是谁呀？老哥，是我亲眼看见了陆大夫夜里起来，在院子里杀人埋尸，尸体就藏在窗下的梅树下。什么？杜掌柜，我没有杀人。有没有杀人搜一下就知道了啊。搜。身后军巡铺屋的铺兵们一拥而上，冲进医馆中，翻箱倒柜，乒乒乓乓的声音顷刻间响起。看你干的好事儿，和这厮狗东西合谋算计我们医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哎，小杜掌柜，此话差矣。医馆中有凶手杀人埋尸，本该举告巡捕。杜掌柜这样责骂夏小姐袒护凶手，莫非也参与其中啊？陆同冷眼瞧着白守义做戏，回身走了2步。去哪儿？下去，他有我盯着。是，大人。起风了，我想进屋等着，不知大人能否准允？是很冷，进去吧。陆同起身往院里走去，裴云映收刀跟着走了进去。说起来很巧。什么？第一次见你在宝香楼，陆大夫被吕大山劫持，再见你在吴怀园，柯家大老爷溺死在放生殿中，再后来你去范府给范夫人施诊，范大人因罪入狱，
再然后呢，就是今日，军巡铺屋收到举告说你杀人埋尸，总觉得每次遇到陆大夫，周围都有血光之灾啊。我是医者，医者和血打交道，不是常有的事吗？大人这是在暗示我八字不详。何况范大人出事，是因他勾串官员，舞弊科场，权重池难久，位高势亦穷，他咎由自取，与我何干？有道理。陆大夫熟读梁朝律，不知有没有看过这一条：城中若有命案，一旦证据确凿，铺兵持手令，可就地缢杀凶手。是吗？那裴大人动手吧。哎呀，这不是还没找到证据吗？我们不是皇城司，没有证据，明面上不能随便抓人。那裴大人最好抓紧时间，否则晚了，证据都没了。大人，何事？可能有发现，进去看看。陆童没说话，二人一起进了屋。几个铺兵正弯着腰，从床底下用力拖出一样物事。这屋谁住啊？回大人，这是我的屋子。这箱子里是什么？回大人，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。把箱子打开。回大人，时日久远，钥匙已经找不到了。大人，您看。你看着办就是。砸，给本官砸开。铺兵得了上司严令，二话不说，立刻拔出腰间佩刀，对着地上的箱锁狠狠劈下。砰的一声，生了锈的铜锁从中间断为两截。这是一个血迹斑斑的包裹，依稀是只头颅的形状。这是何物？申应凤手上刀尖用力，一下子挑开面前包裹。包裹的布料完全被挑开，白布上沾了斑驳血迹，明晃晃的灯烛照着包裹里的一颗头，那是一颗猪头。陆童，你怎么在这里放了一颗猪头啊？怎么，律法规定杀人有罪，难道杀牲畜也不行？闲话少叙，本官问你，为何置猪头于床下？大人，挖出来了，地下的东西挖出来了。申应凤也顾不得审问陆童，三步并作两步出了屋，去到树下查看。留在最后的是陆童与裴云映二人。树下有什么？大人何不自己去看看？院中没树下，铺兵们正围坐一团。小院正中长条条摆着一只布袋，布袋子已经被打开，露出里头半幅血淋淋的躯体，白森森胖乎乎，四只腿有尾巴。这是一头，不，半头猪。猪？陆大夫，这猪和你有仇吗？外头守着的医馆门口有喧闹声响起，像是有人要往里硬闯。铺兵带着一个男人走进院中，对申应凤道：大人，此人要见你。陆大夫，刚才听林舍说您被官差找上门来，我想或许是因为猪肉，就想着过来帮忙解释一下。你是何人？草民是庙口带鸡肉铺卖猪肉的戴三郎。戴三郎，你见本官所为何事啊？大人，陆大夫医馆中的这半头猪就是小的卖给他的。姑娘，何必瞒着呢？要不还是说清楚吧。好吧，本来此事我是不打算说的，但如今误会越滚越大，不说清楚也无法善了，还是说开为好。前些日子我打算做一味新药，这新药所需材料和药引很特别，刚死去的生猪血半碗，湿泥中存放3日的猪心、猪肺、猪肠、猪肚，还有腐烂中的猪头肉。我知道这些材料并不难找，但医馆毕竟是行医卖药之地，若被人瞧见鲜血淋漓，难免惹人恐慌。况且他人买药大多只看得见
最终的成药。但凡令他们瞧见某些不妥的药材，会影响他们服药的心情。我正是因为担心这一点，所以到代记肉铺中寻了生猪买下，又趁着夜里无人将生猪拖回，埋在树下。那猪头肉也是我特意裹好放在榻下，还未至腐烂时刻，开箱即是无用。我本是想避免恐慌才这么做，没料到会被旁人看见，更没料到会引起这等荒谬的猜测。他在说谎，我是前夜看见他从外面带回了血衣，而不是昨夜，这根本不是一件事。他故意混淆你们的视线，他真的杀了人。夏小姐是否做梦，亦或者看错了？口口声声说我杀人，如今树下的是猪肉，床下的是猪头。你要是能搜出别的血衣也行，光凭一张嘴，恐怕不能替我定罪。亦或者，夏小姐对我有什么不满吗？我没有骗人，是你骗人，你根本不是什么救死扶伤的大夫。我亲眼看到你毒死了一只兔子，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只小兔子眼中一圈黑色绒毛，可爱活泼得很。兔子？陆童疑惑地看向他，随即默了默，缓步走到院中角落。是这只吗？夏小姐在说什么疯话？这只兔子不是好端端在这里吗？看来今夜是闹出了误会，都是下官不是，没查清楚就贸然搜人，耽误小裴大人特意走一趟医馆送手令，下官实感惭愧。哎，不耽误，司礼晚上没事儿，托申大人的福，今夜一搏三折，也算解了乏味。再说，也不算一无所获。也都是我们做的不好，才会引出这一连串的误会。大人们都是替我们安危着想，才会如此谨慎负责。劳烦大人们白跑一趟，才是我们的不是。眼下太晚，西街的茶水铺都已关门，各位拿着去城南喝些茶水，也算是我们心意。回去吧。大人，大人！又怎么了？望春山脚下发现一具无名男尸。什么时候死的？仵作去看了没有？正赶往望春山，去的兄弟们传回消息，那人是自己拿石头捅穿了喉咙，看起来像是自枪。不过那具无名男尸身上发现了一只荷包，上头绣着殿前司禁卫段小燕的名字。啊，原来是殿前司的人，难怪裴殿帅要这么着急上医馆拿人了，原来是贼喊捉贼啊！大人不打算去瞧瞧？走吧，申大人。殿帅，既然出了人命，又与殿前司有关，自然该去看看。我同你一道。弟兄们都别挖了，现在随我去望春山一趟。大人还有何指教？今夜打扰了，陆大夫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姑娘，我累了，你也早些休息吧。窗外的人影离开了，月光重新变得冷薄。确定无人后，陆童才松开手，他捂着胸口，终没有忍住，一下子跌坐在地，再没了力气爬起来。旧疾又犯了，就在昏昏沉沉中，眼前模模糊糊，像是出现了一道人影。芸娘，小17，你想逃到哪里去？当年你将自己卖给我，换了你一家4口人命，债务未清，怎么就想走了？你想逃到哪里去？对不起，芸娘，我想家人了。当初你我约定时已经说得很清楚，除非我死，否则你不能下山，明白吗？芸娘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会逃了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我原谅你，小17，这次就当给你个教训，日后别再想着逃走。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
你要守信呢。满地狼藉里，陆童仰躺在地，浑身上下被汗浸湿的湿透，如多年前在落梅峰一般无声的诵背。宠辱不惊，感慕自宁，动静一静，心火自定，饮食有节，脾土不息，调息寡言，废寝自倦，一身寡欲，深睡自足。小院里隐隐传来女子低声的啜泣，那是夏蓉蓉在屋里同香草哭诉，于是小屋里那一点点微弱的呻吟也就被掩盖了。哥，你说陆大夫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他不是陷害你，是想陷害我。裴云映垂眸，神色冷静下来，这是一个警告。不过昨夜忘川山上死的那个人真和陆大夫有关？仵作说他是自枪的，陆大夫那小细胳膊小细腿真能杀人？不能够吧？小细胳膊小细腿能杀了10个你，埋了也让人找不到，三衙恐怕都已得到消息，我去处理。哎，不要去找陆童啊！啊？那是个疯子，离他远一点，否则出了问题，我也救不了你们。吴秀才死得突然，棺材铺里做好的棺材没有太多可以挑选，胡员外便做主挑了一个工艺最好的。有才啊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往事已了，不可沉迷过去。害你的那些人都已经下了诏狱，你好好的投胎，下辈子做官做少爷，苦尽甘来，不要迷恋人世。抓挠的声音更大了，像是感受到灵堂中二人的恐惧，下一刻一张脸出现在二人前。鬼，有鬼啊！有才诈尸啦！银筝，怎么了，姑娘？陆童转身走到银筝身边，附耳低声了几句。银筝蓦地一震，惊讶地看着他。陆童微微点头。待银筝走后，陆童在原地站了片刻，擎灯走进小厨房。他在厨房待了一会儿，约莫有1炷香的功夫，才站直身，拿起一边盖子盖紧瓷罐。做完这一切，陆童就重新拿起一边的灯烛，离开小厨房，回到了自己的屋子。忽，一个黑影从墙头掠了下来。来人小心走进厨房，从里头抱出一只漆黑瓷罐来。来人就坐在地上，犹豫了一下，用力撬开罐子口盖。口盖缝隙被塞了布巾，一用力，罐盖被猛地拔起。一条蛇。忽听得门外有脚步声起。段小公子，你在找我吗？深夜无故自闯民宅，连张面巾也不带，真是胆大妄为。若非旧时，我还以为医馆今夜是进贼了。陆大夫，跟了我一日，不知段小公子有何贵干？你早就发现了？陆童不语。陆童弯腰，在少年惊疑的目光中捡起门前那只软绵绵的长虫。这叫七步伞，是我托人寻了许久才找到的，今日一早才放了进去，没想到被段小公子找到了。七步伞是什么？段小公子不知道吗？七步伞是一种剧毒蛇，被七步伞咬伤之人7步之内必定魂飞魄散。说笑的吧？陆大夫莫要诓我。段小公子怎么吓成这样？世上没有7步就让人倒下的蛇。1个时辰被咬到毒发，1个时辰，1个时辰里没有解药，段小公子，阎王也救不了你。夜风清寒，檐下灯色里，
裴云映回殿帅府时，已经快至亥时。段小燕不在。回主子，段小燕一大早就出了门，说是去方氏逛逛。何时出的门？快近4时。主子可是觉得有什么不妥？他走前说过什么？没有，只是看着兴致不高，可能是心烦望春山难施一事。不知想到什么，裴云映眸色微凝，他霍的一下站起身，提起桌上银刀，大步朝门口走去。夜更深了。陆大夫，我是殿前司的人，谋害天子禁卫，你这是不要命了！谋害天子禁卫？段小公子深夜无故闯入民宅，疑似入户盗取财物，却不小心被我收来做药引的毒蛇咬伤。医馆是你不请自来的，罐子也是不告而取，自行打开。盗贼打开的是毒蛇罐子，从而丢掉性命。这事儿传出去，旁人都要说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，怎么还能责怪到我头上？又怎么能用上谋害一词呢？你们殿前司的人都是这般蛮不讲理吗？你是故意引我去碰罐子的？段小公子又想无故与人身上泼脏水了？医馆药铺救人治病，怎么会暗中存放剧毒之物？就算你不是故意引我前来，也定然是包藏祸心，等着哪日想用这毒蛇咬人。蛇之性上窜，做引药最好。那条七步伞是我买来做药引的，很是珍贵难得，光是材料钱就付了2两银子。我托人寻了好些日子，好不容易才寻得了一条，却被你无辜摔死，白花了1月月钱。段小燕闻言险些吐血，他都危在旦夕了，他却只关心他那2两银子，究竟有没有将人命看在眼里？段小公子最好切勿动怒，七步伞虽然不至于7步丧命，但最忌气血浮动，你每激动1分，多走1步路，蛇毒蔓延更深，所以不要乱动啊。陆大夫，其实你我无冤无仇，何必弄到你死我活的地步？今日之事是我不对，你给我解药，咱们有事好好商量嘛。你在等谁？等你那位裴大人吗？段小公子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。赌什么？就赌你那位裴大人能不能找到你。什么？从被咬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，你还有半个时辰的时间。半个时辰里，如果你那位裴大人能找到这里，或许你能活下去。段小公子，要赌吗？那你可能要赌输了。一道身影从院中走了进来。陆大夫，我以为扣下我的人钱，至少该先同我打声招呼。大人，怎么坐地上？我被毒蛇咬伤了，还有半个时辰毒发，不敢剧烈活动。陆大夫这是何意啊？裴大人，你的人深夜潜入医馆，随意进我厨房翻找，被我寻来做药引的毒蛇咬伤，身中剧毒，这也要怪责到我头上吗？我背熟的梁朝律中可没有这一条。那陆大夫想怎么样呢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此毒无解，就算有，这样短的时间里也做不出解药。不过是个下人，死了就死了，殿帅何至于此呢？事件。话音刚落，厨门不知何时又悄无声息出现了一个侍卫模样的男人。在这侍卫身前，一名年轻女子双手被反剪。陆大夫为婢女想得周到，可惜你的婢女太忠心了，担心你，所以中途折返。现在陆大夫还要说不过是个下人，死了就死了吗？你想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陆大夫，你把解药给我，我家大人将您的婢子给放了，大家皆大欢喜，两全其美，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如果我说没有解药呢？陆大夫，你不要说笑。姑娘，别管我了，不要让我成为你的拖累。
算卦的从前就说我命薄，活不过19，死前换一个殿前司继位，也算值当的很。不值当啊！我不值当啊！姐姐，你再考虑考虑吧。有什么不值当的？人活一辈子，死了便埋。姑娘，下辈子我们还做姐妹。今日段小公子死在这里，裴大人替他报仇，杀了我的婢女，想来明日也不会放过我，更不会放过仁心医馆。毕竟裴大人是天子禁卫，身份高贵，想要对我们这样的平人下手，易如反掌，横竖都逃不过一死。那今日咱们都别出这道门了，一起死吧。此话一出，不仅段小燕，连门口的赤剑都惊住了，竟然一言不合就同归于尽，这是什么路数？医馆行医制药，院库到处都是药引毒物，来时容易，走得未必轻松。有人贸然闯入，不小心踩到碰到什么毒发，也是常有的事，是吧，裴大人？哦，你想和我一起死？那可不行，生同亲，死同穴，死后合住一种坟这种事，我只和夫人做。你有夫人了吗？没有啊。那正好，今日你死了，也不必考虑夫人的事了，府中尚能省一笔聘礼。多谢你替我想得周到，不过还谈不到生死的地步。陆大夫，不如好好谈一谈吧。对，先别这么激动嘛，咱有话好好说，什么事都能商量的嘛。你想谈什么？昨夜望春山发现的男尸是盛京雀儿街刘氏面馆的店主刘坤，巧的是刘坤的小儿子刚好参加了今年贡举，又因涉官舞弊一案入狱待罪。陆大夫，你认识刘坤？不认识。可是在那之前你曾去过刘记面馆吃饭呢，不记得了？裴大人，你们殿前司查案都这般精细吗？既然查了我这么久，却迟迟不出手，如今贡举案也算尘埃落定，礼部罪臣全部落马，想借我的手杀人，那你不是应该感谢我吗？陆大夫，你在替谁做事？你猜。这就是你的底气？殿帅不妨试试。你疯了，敢这么威胁大人？是啊，我是个疯子，所以不要随意招惹我。况且你们现在不是已经得到好处了吗？裴大人，你查你的案，我行我的医，咱们互不相干。互不相干？哼，原来陆大夫今日想说的是这一句啊，我会考虑。放人。叫赤剑的侍卫手一松，银筝忙跑过来，一下子跑到陆童身前，警惕地看着屋中人。大人，你怎么把他给放了？我这还没拿到解药呢，我。笨蛋，那只是条乌蛇。乌蛇？不是七步散吗？七步散是毒蛇，医馆药铺救人治病，怎么会暗中存放剧毒之物？况且段小公子可是殿前司的人，谋害天子禁卫，除非不要命了。我刚才是与段小公子玩笑，段小公子不会当真了吧？今夜打扰陆大夫了，改日我让段小燕登门，给陆大夫赔不是。还不起来？段小燕哑然片刻，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，揉揉小臂跟上，临走时欲言又止，满腹憋屈的模样。等等，段小公子虽然不是七步散，但这条乌蛇也花了我2两银子，你既摔死了他，理应赔我银钱。经过今夜这么一遭，段小燕再看这位女菩萨时，本能便感到有些发怵，因此只得老老实实的从怀中掏出银两，双手递到陆童手中。
蛇归你们了。言罢，不再多说，当着他们的面，砰的一声关上医馆大门。哥，他好嚣张啊！他见裴云映凉凉的目光扫过来，忙轻咳了一声。我知道，我今儿错了，放心，回去我就自己领罚。不过，你之前查了许久都查不出来他身份，刚刚试探他算是承认自己背后有人撑腰了？那你觉得他背后之人会是谁啊？三皇子？他这样白白折腾我一晚，根本就是故意出气。哥，你说他要真是三皇子的人，报复心这么重，说回头和三皇子一告状，找咱们麻烦怎么办？他要真是三皇子的人，就把他带到昭玉寺严刑伺候，或许他就愿意好好谈谈了。姑娘，都是我不好，要不是我当时折返，你就不会被他们威胁了。陆童摇头，没事，他本来也没想对我们动手。为什么？你不会真以为他是找不到证据才不来抓我的吧？不是吗？当然不是。圣经水深，你当他是什么好人？那位裴殿帅之后还会来吗？暂且不会，他以为我有靠山，又想利用我，短时间不会对我动手。不过，可是纸包不住火，要是他发现姑娘背后没人怎么办？他有官职在身，想找理由岂不是很容易？怕什么？要真有那一日，他要挡我的路，我就杀了他。大夫，我腹中的孩儿，无碍，王妃不必担心。裴云舒的肩颈处看着有些发肿，王妃不曾发现自己这里肿胀吗？不止肿胀，孕至后期，我还常常觉得浑身发热，时不时流汗。明明已经入了秋，却不想加衣，肤色也暗沉了许多。陆童一言不发，霍地起身，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快步走向桌前，打开衣箱，从里抽出装着金针的绒布。还未等几人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快步走进裴云舒，抓起他的手一针扎进。陆童没有说话，死死盯着裴云舒的手。这是什么？你说王妃中毒了？不可能，王妃素日一干起居用物都被我们仔细检查过，因怕旁人在其中动手脚，连香料也不曾用，只用花果熏污。至于饮食，我们与王妃同吃同住，我和琼影都不曾有反应，王妃怎会中毒？看样子王妃中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陆大夫，这毒没有弄清楚是何种毒药之前，我无法为王妃解毒。王妃开始有后颈肿胀、发热多汗、皮肤发黑、腹部风燥的症状，最早可到多久以前？近2个月前。近2个月，王妃可曾去过什么地方？不曾。此毒在2月前发症，医官却没有发现，症状又都是产妇孕至后期可能出现之际，下毒之人很谨慎，应该是积少成多。王妃早已经接触到毒药，累积到一定时日才显现出来。现在你告诉我，王妃每日起居做了什么？事无巨细，一件也不要漏掉。王妃每日近4时起床，用过早膳就在院子里随意走走。前些日子天热不敢出门，白日里就在屋里看看书、弹弹琴、描描花样子。这身子重了后又嗜睡，末时就小憩一会儿，夜里不到亥时就睡下了。这1日3餐也都是我们和夫人一起用的，而且院子里也开了小厨房，不可能有人在其中下毒啊。陆童的目光从屋中陈设中扫过，掠过桌前时，视线突然一顿。就在摆放古琴不远处，矮机上放着一对小巧的泥塑土偶。陆童神色冷下来，抓紧土偶，转身进了里屋。到桌前站定，3两下拨开土偶身上华丽的衣裙，
顺手拿起桌上剪刀，在魔骸罗身上刮下浅浅一层泥沙，把泥沙往茶盘中的茶盏中一倒。就摇瓷盏中本来还剩有半杯茶水，泥沙倒进去，立刻成为浑浊的一团。这上面有毒！木生送我的，他怎么会毒害自己的子嗣？大夫，知道。太好了，那麻烦大夫尽快为我们王妃解毒。此毒无解。大夫，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没有用的。恕王妃所言，之前医官已经来过多次，都未识出王妃中毒之迹，更别提替王妃解毒。更何况此毒并不会对产妇有损，毒毒损害胎儿。王妃已经中毒多日，今日腹中出血，其实就是毒性成熟的标志。王妃安胎药喝得越多，此毒扎根越深，适得其反。大夫，你有办法是不是？求你救救我的孩儿！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，催产。煎好的褐色汤药盛在白瓷碗里，用凉水浸过，只微微地散发出热气。抬手拿起银盘上的药碗，一口气喝了下去。之后全仰托陆大夫了。陆童起身，走到榻前的椅子上坐下。陆大夫，若是催产，孩子是不是就能保住？催产是为了让胎儿在毒性还未全部注入时，将它剥离出来。倘若继续留在王妃腹中，毒性会越来越深。女子生产即半只脚入鬼门关，我并不能保证替胎儿除掉毒性，甚至不能保证王妃安然无虞。我只能努力替王妃腹中胎儿，努力抢夺一线生机。王妃可明白？陆大夫怎能如此说？我是替王妃治病的大夫，不是哄王妃开心的伶人。何况我认为，让王妃清楚目前真实情况，有助于接下来生产。陆大夫说的没错，纵然没中毒，谁也不能保证生产出什么意外。我裴云舒此生没做过一件坏事，我相信老天不会待我刻薄，今日一定顺顺利利。陆大夫，我好像有些不舒服。陆童神色一动，他站起身，去端银蒸已经备好的热水。陆大夫，你只管放手去做，就算出什么差错，我也会保住你，证明此事全与你无关，是我自己的主意。别怕，我认识裴云英。你是阿映的人？陆大夫，原来你是阿映的人，太好了，我相信你，真的。正当屋中气氛紧张之时，外头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拍门声。王妃，王妃开门！府中混入贼人，有人毒害王府子嗣。王妃怎么一直不出声啊？不会是出事了吧？糟了，孟希言恐怕起了疑心。王妃被歹人劫持，给我把门砸开！方姿和琼影拦在裴云舒跟前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郡王的子嗣！我没有谋害贵府子嗣，催产药是王妃自己的主意。是我的主意。孟希言，我腹中胎象不稳，有中毒之迹，所以请陆大夫替我催产，以保全婴孩。你滚出去！王妃真是会说笑，医官院的医官隔三差五的上门，从未查出王妃中毒，怎么一个小医馆的医女还诊出了王妃婴胎有毒？我看是这个女人妖言惑众吧。把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！孟希言，你大胆！王妃受这女人蛊惑，此刻神志不清。还有这两个人，身为王妃贴身侍女，
却与外人勾结，里应外合谋害王妃。把他们一起抓起来，待郡王回来定夺。琼影和方姿见状，一脚踢飞面前的一个婆子，拔出腰间匕首挡在裴云舒榻前。卢汉，拿下他们！是。陆童快步上前，一把扶下榻上的罗帐。保护我！方姿和琼影骤然回神，如今已经到了穷途比剑的生死关头，他们二人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陆童顺利替王妃接生。拿下他们，生死勿论！刹那间，屋中护卫再无顾忌，拔刀朝屋中几人扑来。扑哧一声，一道冷光从侧面直刺而来，擦着陆童面颊而过。陆大夫，你受伤了。不用管，我没事。你们到底是谁派来的？竟然敢光天化日之下谋害王妃！卢汉，杀了他们！电光火石之间，银白剑尖冲着陆童的后心而去。砰的一声，有尖锐的破空之声响起，一道寒光破空而至，气势汹汹直穿过人群，狠狠穿破护卫的头颅。裴云映，你怎么来了？继续。屋中传来裴云舒断断续续的呻吟。裴殿帅，这些人勾结，想要谋害王妃。他们是我的人，你的意思是，本世子要光天化日之下谋害王妃？拖走。放开我！你疯了！我是王府的侧妃，你敢这么对我，郡王回府后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不会放过我？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们最好祈祷我姐姐平安无事，否则今日动手之人一个都跑不了。禁卫们常年吊袭，动作迅捷，将门口众人迅速拖走。屋中尸体也被清理干净，只有裴云舒痛苦的呻吟在屋中回响。其他人出去，留银筝在屋里帮我。陆大夫，我能相信你吗？治病救人的时候，我就只是个大夫。裴云映在院子里等了很久，月光泼地如水，默默照亮整个院落。一声嘹亮的莺啼划破长空，打破死气沉沉的静夜。千金，郡王妃生了一位小千金，恭喜王妃，贺喜王妃！裴云映僵在原地，似是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片刻后才像回过神儿，三两步走到屋门，被银筝用胳膊拦在门口。大人，姑娘才接生了小小姐，可小小姐生来体内带毒，姑娘还得替她驱毒，恐怕还要等些时候。您现在不能进去。郡王妃如何？郡王妃没事，只是有些虚弱，裴大人可以放心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银筝便赶紧又钻回屋里。这位裴大人不笑的时候，总让人觉得颇有压力。主子，那位陆大夫可信吗？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主子，文郡王回府得知您扣下护卫和孟侧妃一事，极度震怒，正在院门口和禁卫们对峙，嚷着要您赶紧放人。让他滚远点，否则我就当着他的面剐了他的爱妾。哎，听说陆大夫是苏南人，陆大夫从前是怎么过中秋的？从前不过中秋。你也不必对我如此防备，至少今夜我们应该不是敌人。见他一直沉默，裴云映打量他一眼。怎么不说话？裴大人想说什么？多谢，多谢你今日出手相救。说实话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救呢。本来是不打算救的。那又为何改变了主意？因为不救的话，就没有机会让裴大人欠我一个人情了。哎呀，话不能这么说，算上宝香楼那次，我也算救你2回了。哦，可我今日是因为救王妃才陷入危险。再者，我一介平人，
命可不如郡王妃母女值钱。算起来，还是大人欠我的人情更多。谁说的？陆大夫是大夫，怎么眼里性命还有高低贵贱之分呢？有福之人人服侍，无福之人服侍人。郡王妃是被人服侍的，我是服侍人的，这就是贵贱区别。这么俗气？穷人一向俗气，从来都是坏人装成好人，怎么陆大夫还反其道而行之啊？好吧，那陆大夫想要多少诊银呢？裴大人，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我救了王妃母女2条命，一条还你宝香楼下救命之恩，另一条望春山的事你就当没有发生，先前误会一笔勾销。怎么不提柯大老爷？你想蒙混过关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。成交。你与他有何私怨我不管，这件事我不会再插手，不过下一次我不会包庇你。哎，对了，陆大夫，你师承何人呢？你说我外甥女所中之毒当下难以化解，若师尊出手，家师已丧世，我会努力的为小小姐解毒，裴大人可以暂时放心。你的伤没关系，回去用药就好了。王妃所中之毒乃日积长久所致，此毒隐蔽，下毒之人势必藏在府上，大人难道就这么算了？陆大夫有何指教？卞帅，我送您一件礼物吧。一连10日，陆童都住在文郡王府中。出生的女婴体内之毒虽未完全驱逐，但因脱离母体，毒性不再蔓延，日后一点点用药养着，未必不能痊愈。裴云舒也渐渐好了起来。不知道裴云映做了什么，这10日里，裴云舒的院子里没有旁人进来，连文郡王都无法入内。老爷，外头的流言越传越甚了，再传下去，恐对太师府声誉有损。无妨，范建与我府毫无关联，流言随他去吧。可是此事与小公子有关。前年2月中，小公子在丰乐楼无意间伤了位良妇，后来良妇归家，纠缠不休。其家人上京找到审刑院，详断官范正廉知晓情理后，主动帮忙将此事处理干净。因事出突然，小公子又惶惑不安，奴才便斗胆瞒下老爷，不想如今惹出大祸，请老爷责罚。此事不怪你。此流言甚嚣尘上，只怕是范正廉临死挣扎，想将太师府拖下水。田家对贡举案正是上心，若被有心之人利用，范正廉一开口，小公子的事公诸于众，到底对公子声誉不利。那就让他闭嘴。是。等等，老爷有何吩咐？那梁夫人家，你再去查查。老爷是觉得其中有问题？流言传得蹊跷啊！范正廉也在官场混了些年，就算找太师府，也不至于如此的大张旗鼓嘛。此事非他之手。上京盯着戚家的人不少，那梁府之事若被人知晓，多半被人当成手中刀啊！你去查查那家人日前情况，亲眷何在？找到了，仔细的盘问。是。哎呀，那个孽长畜生，行如此无耻之事，玷污门庭，罚他禁足1月，祠堂面壁思过。哎呀，终是老夫教子无方之过呀！当年公子年少，却早已知错，日日愧疚。老爷对公子良苦用心，公子终会知晓。
罢了，你去吧。老爷，既要查那梁父，那让范正廉闭嘴一事，可还要继续？当然了。外头响起急促的敲门声，在夜里分外的清楚。可能是求诊的病人，我去看看。陆彤走到门口，敲门声安静下来，他一手提灯，拉开医馆的木门。姑娘，是谁啊？陆彤回首，正要说话，冷不防一道白亮刀光从身侧刺来，眼看已经来不及躲闪，就要挨上这一刀了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一道剑影从斜刺窜来，挡住刺向陆彤心口的刀尖。夜色沉暗，浓云遮掩月光，躲在门口的偷袭者显然不是另一人的对手，不过交手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，被对方一脚踢中心口，长剑横于脖颈之上。陆姑娘，可有伤着？姑娘，这人你认识？进来说话。医馆门被关上，黑衣人被男子拖到小院中，银铮满脸狐疑，正欲开口，就见陆彤从袖中摸出个小瓶，走到对方身前，弯腰捏住对方下巴，将瓶中物硬生生全灌了进去。姑娘，这是要杀了他吗？只是一点软筋散，怕他自戕而已。他是来杀我的，私闯民宅，试图行凶。圣经天子脚下，竟出如此贼子狂徒。哦，望春山那具尸体的凶手到现在也没找到，说不定就是他干的。少他娘废话，要杀要剐给个痛快。私自用刑的事我们医馆做不出来，危险之人当然要交由官府处理。报官吧，银铮。申大人，我是仁心医馆的大夫陆彤，今夜有人闯入我医馆，试图行凶，被人制服，事关人命，特意将行凶者带到大人跟前。他怎么不动啊？怕此人自戕，我为了他一点医馆的散药，服下四肢无力，以便大人审问。你且说说今夜发生何事？今日医馆关门后，我与婢女回屋休息，忽然听见门外有人敲门。等我起身开门后，此人持刀试图对我行凶。多亏这位壮士挺身而出，替我捉住贼人，救我性命。等等，都这么晚了，这位壮士怎么这么巧在这里，还刚好救了你？在下殿前司指挥裴大人进位清风，今日陆大夫前去文郡王府，衣箱遗落府上，王妃令在下送回，刚至医馆，正好见歹徒行凶。郡王府？陆大夫去郡王府干什么？郡王妃与民女投缘，特意邀请民女参加小小姐喜儿会。陆彤不过是个普通医女，歹徒上来就杀人，不可能是为财。但要说寻仇，他一个大夫能有什么仇怨呢？正沉思着，突然听得门外铺兵们喧哗起来。吵什么呢？别打扰我思考。看来申大人已经有了头绪。裴殿帅，原来你们早到了。大人这是？因此事事关重大，清风公子便使人将此事告知裴大人，没想到裴大人会亲自前来。或许大人是想到此人可能是望春山那具男尸的凶手，所以才会如此上心吧。你说这人是望春山悬案凶手？我也只是猜测。说呀，为什么行凶？望春山的案子是不是你干的？不说实话，大刑伺候。申大人，你这样呢是审不出来的。请裴大人指教。本来此事我不应该插手，但望春山一案有关殿前司声誉，我也不好放任不理。是。来之前，我让清风搜过此人身，寻信物查了下此人的底细，申大人不会怨我多事吧？怎么会？大人这是帮了巡捕无大忙，下官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他算是看出来了，裴云映根本对这个案子
就是势在必得吗？到这里只是为了过一遍巡铺屋的手显得光明正大一些。王善，这么晚了，你妻儿应该已经睡下了啊，不如现在将他们从槐花街请来。我说，望春山的人不是我杀的。那指使你行刺陆大夫之人是谁啊？是孟侧妃，是文郡王府的孟侧妃。申应凤眼前一黑，所有的困惑与怀疑在这一刻骤然得解。然而戏台子都已经搭到巡铺屋里了，他这个巡铺首领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唱。胡说，孟侧妃与陆大夫无冤无仇，为何指使你去行凶啊？我不知道。陆大夫有何见解？陆童面露难色。说吧，不用怕。我与孟侧妃不过一面之缘，当日郡王妃急产，我替王妃接生，但其实若按时间，王妃孕期还未至。不过好在王妃与小小姐吉人天相，一切顺利。王妃曾与我说过，急产一事事发突然，有些蹊跷，不知与此事有没有关系呢？大人，这事关王妃，也算我半桩家事，如此我便不好插手，还是先将此人交由申大人。背后之人真要是孟侧妃，当然有别的证据，不过嘛，在那之前，麻烦申大人先看着人，别让人死了。这是把烫手山芋丢给我了。也好，方才我们将此人带到巡铺屋，一路许多人都看见了，想来不久就会传遍城中，说不定此人同伙还会动手，申大人千万小心。这一路都被人撞见了，说不是故意的我都不信，这就是死活要拉我一道下水呗。是，大人放心，下官一定秉公办理，死死盯着这人的。没受伤吧？陆童摇头。时间还早，陆大夫要不要逛逛？不必了，我还要回去制药。陆大夫好像总是很忙啊。15那日，他替裴元淑催产。殿帅，我送您一样礼物吧。哦，什么礼物？王妃所中小儿愁，圣经应当含有，下毒之人势必藏在府上。但此刻事情败露，对方已有准备，大人想要揪出背后之人，许会费一番周折。况且，最后结局并不一定尽如人意。陆大夫有何高见？裴大人插手，对方必不敢轻易动手。但我替王妃解毒催产，对方势必视我为眼中钉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。我又并非是千金贵女，一介平人，不足为惧。只要稍加刺激，对方多半会对我出手。大人只要借我几个人暗中保护，或许就能捉住背后之人了。陆大夫好似对平民官家间芥蒂很深呢。实话实说而已。成交。陆大夫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该回去了。我送你。不用，太晚了，恐怕惹人误会。没想到陆大夫是这样一个金惜名节之人。既然如此，太府四亲府上，夫人误会你我之间关系时，你怎么不解释？陆童按住心虚，平静地开口。口是长在别人身上，旁人误会也解释不清，我都不在意，殿帅也不必放在心上。可我怎么听说是陆大夫自己暗示与我关系匪浅的？陆大夫这样四处毁人清白，你未婚夫知道吗？不劳殿帅费心，我未婚夫大度得很。哦，是够大度的。无论如何，今日我都帮殿帅抓住了人，这人日后如何发落打算，都看裴殿帅自己。大人只需要记得欠我一个人情就好。我当然记得，这么大的人情，说吧，下一个想杀谁，我可以帮你。多谢殿帅，不过我过去没有杀人，今后也不打算杀人。
陆大夫真是滴水不漏啊。裴大人很会见缝插针。行，那你想要什么报酬？现在不用殿帅还，等日后想到了，我会向殿帅讨的。喂，你该不会是想讹我吧？大人应该会说话算话吧？看来是真想讹我了。但愿陆大夫所托之事不要太惊世骇俗，否则我岂不是赔大了？我尽量。去吧，清风送你。陆童对他点头，朝着马车走去。陆大夫，此事已了，但不敢说今后太平。陆大夫，需不需要清风继续保护你？多谢大人好意，但是不必。我行医配药，医馆中多有毒虫蛇蚁，若不知事之人贸然闯入，恐怕会出人命。清风朝他看来，裴云映摆了摆手，马车便驶进盛京繁华的夜里，渐渐没了踪迹。裴云映，给本王让开！嘘，安静点，宝珠还在睡觉呢。裴云映，你想干什么？木生，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不会以为还能若无其事蒙混过关吧？和离书都给你写好了，你照着誊抄一份就行。原来你是为了这个，休想！别说和离书，休书我都不会给他，我就是要他耗在我郡王府，死了也要做我郡王府的鬼。你疯了！哎呀呀呀呀！郡王好威风呀！不知郡王去年包揽七引成功水利钱粮时，也这样威风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自然知道。我呀，一向很关心郡王。你这么做，不怕我告诉你爹？郡王，难道你不了解昭宁公？他要是知道这些事，只会与你断得更快。不过也许你挑拨得好，说不定还能见到我们父子相残的画面。和离书与成素，郡王选一个吧。文郡王妃与文郡王和离的消息一经传出，所有人都觉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你在做什么？陆童心中一震，怎么是他？怎么才上来？把门关上。陆童便低头走到门口，将门掩上了。不会说官话？陆童点点头。不倒酒吗？陆童顿了顿，只好走了过去。会不会弹琴啊？沉默了一下，陆童轻轻摇了摇头。听闻玉仙楼新来的舞姬翠翠，巨似飞燕，秀如回雪，一无可愁百湖明珠。我还没见识过，那你跳支舞吧。陆童无奈，只得往前走了几步。正当他僵硬地抬起胳膊时，身后又传来一声：“哎，算了，香炉挥洒了一地，不便起舞。这样吧，你来给我揉揉肩。”陆童走到裴云映身后，深吸一口气，双手搭在他肩上。怎么心不在焉呢？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下一刻，陆童的手被人握住，一阵天旋地转。他感到身子被人往前一拽，一下子扑到裴云映身前。玉仙楼里的红曼姑娘芳容端丽，冠绝无姬，不过我看千花万柳并不如一。相交已久，十面何迟？不如让我看看你的脸。言罢，抬手做事要去扯陆童的面纱。陆童一惊，猛地退后。香香歌喉清丽，翠翠舞韵绵长，轻轻一笑愁千金。彤彤，你会什么？怎么认出我的？别的姑娘眼睛情意绵绵，你那双眼睛方圆10里都能感觉出杀气，能骗得了谁呀？陆大夫今日不太一样啊，长了这么一双温柔的眼睛，偏偏杀气这么重。陆大夫，你这样动不动就杀人，今后你未婚夫知道了怎么办呢？裴大人这样动不动就逛花楼，日后你夫人知道了怎么办？日后我有了夫人，就不逛花楼了。
那我不如殿帅大度。日后我未婚夫知道了，我就杀了他。那你今日来是做什么的？来杀未婚夫的？时候不早，我就不打扰裴大人好事了。我先走了。哎，这就走了？怕被人撞见，有殿殿帅方明。言罢，往门口走去。陆大夫似乎还没弄清楚状况，真以为自己走得了？陆彤脚步一停，回身冷冷望着他。不是我，玉仙楼第3层一般人上不去，这里是西阁还好，那边东阁有护卫把守，不知道你想做什么，但你这么稀里糊涂闯进来，多半已经被人发现了。我猜啊，外头正有人等着你自投罗网呢。陆大夫，你惊动人了。仿佛为了印证裴云映说的话，紧接着外头响起人杂乱的脚步声。外面是谁的人？不知道啊，王孙公子豪门贵客，无非都是那些熟人。陆彤往他身前走了2步。殿帅能不能帮我？不能，我与陆大夫非亲非故，帮了陆大夫就要得罪别人。哎呀，圣经那些疯狗很难缠的，我从来不自找麻烦。他越过陆彤身侧，似乎想要开门离去，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袖。大人好像忘了，还欠我一个人情。当日军巡铺屋外，我以身作饵，送了裴大人一件礼物。当时我说现在不用殿帅还，等日后想到了，我会向殿帅讨的。现在我想向大人讨回这个人情。哎，你这是挟恩图报啊！裴大人想出尔反尔。裴云映扬了扬眉，正要说话，外头突兀地响起敲门声。有人吗？金丝暖帐银屏亚，陆彤被他按在被侵中，一头银饰在青玉枕上清脆作响，很有几分玉枕拆生碎的香艳。别动！外头敲门声愈发急促，陆彤已经明白他的意思，想了想，便伸出双手环住他的腰，往他身畔又贴近几分。在这一刻，他只是紧紧贴着面前人的身子，拥抱着他，依偎着他，像无数风月锦城中的有情人一般。紧接着一声闷响，有人闯进来。出来！谁啊？裴殿帅。裴云映笑笑，伸手将陆彤揽进怀中，顺手扯过床上锦被，将他裹紧。陆彤顺势搂着他的腰，将头半埋在他怀里。七公子，没想到裴殿帅今日也在这里。啊，今日不值守，七公子这是做什么？我的侍卫发现这层楼有可疑人混入，在这附近游走。裴殿帅没看见？没有啊，哎，我忙得很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原来如此，哼，还未恭喜七公子生辰。扰了殿帅兴致是我之过。今日在下生辰，殿帅不如一起坐坐。陆彤心中一沉，指尖威胁般地掐住裴云映的腰间。哎，算了，良夜匆匆，我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戚玉台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招呼身侧人离去。喂，陆大夫，可以放开我了，他们已经离开了。陆彤松手，一下从床上站起身来。刚才是什么人？当今太师府家公子戚玉台。他想拉拢你？没，我可没打算答应。我什么时候能离开？现在不行，你我当下还在云雨一夕，做戏做干净。再过一阵儿，我让人送你出去。你们这些王孙公子，出门在外，一向都有这么多暗卫守着吗？分人，他是，我不是。时候还早，喝茶吗？茶？不是酒吗？喝酒误事，我让人换茶了，差点被你连累啊！喂，陆大夫，今日你算是欠我一个人情。
若不是被你牵绊住脚步，我根本不会留在这里。上房1夜100两银子，便宜你了。陆大夫，好好休息片刻。外头有人敲门，裴云应道：“进来。”大人，气玉台歇下了。你叫红曼上来。裴大人，我的丫鬟银筝尚在楼内。哇，陆大夫，你胆子真大呀！他对清风道：“你找一下，注意啊，不要惊动其他人。”清风颔首离去。不多时，又有人在外敲门。世子，带他出去吧。是。走吧，姑娘。裴云映目光顿了顿。你查一下，今夜玉仙楼3层都有哪些贵客？他从不白费力气。陆大夫，昨夜雨大，陆大夫走得匆匆，没着凉。裴大人到底想说什么？不知陆大夫知不知道，范正廉死了。范正廉死前曾有流言传出，他勾结礼部操纵贡举，是太师府的意思。之后不久，范正廉就在狱中悬梁自尽，有人怀疑是太师府灭的口。大人难道以为我有这个本事，能让狱中囚犯悬梁自尽吗？嗨，陆大夫当然没那个本事了。不过昨夜是七太师嫡子七玉台的生辰，陆大夫扮作舞姬上玉仙楼3层，恰好就是七玉台所在的宿阁。我在想啊，陆大夫不会一开始想要对付的就是太师府吧？你们在干什么？陆童怔了怔，往后退了一点，拉开与裴云映的距离。裴大人，我们陆大夫可是有婚约在身的，平时举止还是要多有分寸。婚约？掌柜的见过陆大夫未婚夫？呵呵，那当然了，陆大夫的未婚夫年少有为，家世高贵，陆大夫又与人家有救命之恩，人家金童玉女天生一对儿，我们陆大夫上京就是为了履行婚约。怎么没看见他呢？高门贵府，规矩大，又在宫里当差，忙得很，哪能天天跟狗皮膏药似的到处乱晃啊？还有差事在身，改日再续。陆大夫，走啦。言罢，转身出了医馆大门。有人自背后按住他手臂，令他动弹不得。嘘，别动，是我。裴云映瞥一眼陆童手中的簪花，还好我动作快，这上面不会有毒吧？殿帅这是做什么？有点麻烦，想借你这里暂避一下。不好，我与殿帅非亲非故，帮了殿帅就要得罪别人。圣经那些疯狗很难缠，我从来不自找麻烦。呵呵，陆大夫真是睚眦必报啊！多谢夸奖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不过我要是在这里被发现了，连累了你也不好吧？万一别人以为你我是一伙的，这样一来，陆大夫也要被牵扯。我是无所谓了，但陆大夫要是被追究，查着查着，查出什么秘密来，耽误了你要做的事，岂不是很麻烦？跟我来。医馆门口站着一群军巡铺屋的铺兵，气势汹汹的一推门，全涌进医馆。对不住，陆大夫，又要叨扰你一回了。无妨，不过申大人这是做什么？不会又接到了有关仁心医馆杀人埋尸的举告？那倒没有。今夜宫里有刺客逃逸，满城都在搜人，我们巡捕无误也被叫下来。陆大夫在这儿没见着什么可疑人？没有。那就怪了。刚刚我们人马追着刺客过来，好像瞧见有人影在你们医馆门口。是吗？我没见着什么人。医馆门口有阿成堆的雪人，或许大人们是将雪人看差了。也许吧。那边是什么？是厨房。仔细搜搜厨房。申应凤快步走进去。那些厚厚的草垛下，竟藏着几只半人高的漆黑瓷缸。陆大夫，这是什么？是一些平日制药用的药材。
从瓷缸里传来窸窣声，伴随着周围铺兵的惊叫。申应凤愣愣地看着瓷缸中的东西，良久，有些惊魂未定地转向陆童。这是蛇。医馆制药有时需要用到新鲜蛇蜕与蛇血，这是花银子从捕蛇人手里收来的，是制药的药材。陆大夫，你这是要炼蛊？申大人不知，药有七情：独行者、相虚者、相识者、相恶者、相反者、相杀者。相杀者制约彼此毒性，这些毒物放得好，也是救命之良方。今夜贸然打扰陆大夫，实在是深表不适。这头没什么事了，对不住啊。陆大夫赶紧回屋休息。走了。这群铺兵们又如来时一般，风风火火地离去。姑娘，没事，你到里铺守着，小心有人过来。裴大人，人已经走了。这么容易就被你骗过去，难怪圣经治安越来越不好了。人还没走远，需要我将他们叫回来吗？你都是这么骗人的，人前菩萨人后罗刹。人前天子禁卫，人后宫中逃犯。裴大人与我不过半斤八两而已。早知道陆大夫这么厉害，先前就不得罪你了。你受伤了？有药吗？卖完了。陆大夫，你不是说治病救人的时候你就只是个大夫，现在这个时辰你应该还是大夫吧？沉默片刻，陆童走到屋中柜子前，找出衣箱，从里取出一只药瓶，走到裴云映跟前，往桌上一顿，50两银子。喂，你这是坐地起价呀，陆大夫。求医问药，明码标价。我以为你要向我讨个人情。裴云映摇头笑笑，好脾气地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放在桌上。陆大夫很是务实啊。外面人已经走了，殿帅什么时候离开？眼下你我在他们眼里是同伙，出去撞上人，陆大夫也逃不了，还是再等等。不上药吗？裴云映只拿起桌上药瓶，药瓶不大，瓶身精致，他拔掉塞子，犹豫一下，撒在肩上。你上药隔着衣服？你屋子太小。那又如何？殿帅上药还要跑着上不成？我在你寝屋脱衣上药，陆大夫不怕有损闺誉？别忘了，你还有个未婚夫呢。裴大人多虑，在我眼里，你和当初埋在树下的半块猪肉没有任何区别。你说话真难听。裴云映不再踟蹰，伸手撕开肩头被利器划开的衣料。衣料撕开的瞬间，裴云映皱了下眉。有水和帕子吗？有。多谢。加银子就有。裴云映看了看眼前的热水，想了想，把刚才陆童还给他的50两碎银往陆童面前一推。够吗？勉强。裴云映擦完伤口，放下手帕，拿起药瓶往肩上撒药粉。他一只手不太方便，药粉一半撒到伤口上，还有一半撒到了地上。暴殄天物。哼，陆大夫，你我虽然算不上朋友，至少也是熟人，这样对一个受伤的人不太好吧？陆童起身，走到裴云映身后，夺过他手中的药瓶。伤药很贵，你再浪费，就只能另付50两，再买一瓶。有劳陆大夫。陆童一只手扶上他肩头，裴云映身子微僵，下一刻，陆童一扬手，撕拉一声，裴云映倒吸一口凉气。一点小伤，殿帅何苦大惊小怪？陆大夫这是公报私仇啊。怎么会？上药总会有点痛感，裴大人切勿讳疾忌医。好吧，你说了算。上过伤药还得包扎。陆童从医药箱里捡了包扎用的白帛，走到裴云映身后替他包扎，
这里曾有旧伤。啊，是啊。像仇人为你缝的。算是吧。大夫是个小姑娘，刚从医不久，医术呢是不如你，不过报复心倒是和你一样强。你做了什么，他要报复你？也没什么。几年前我在苏南被人追杀受伤，躲进刑场后的死人堆里，在那里遇到一个偷尸体的小贼，他救了我，给我治伤，不过不太情愿。陆童一怔，说起来遇见他那天也下了一场雪，那可是苏南10年难遇的大雪。陆童一瞬间明白过来，他是在那场大雪中自己遇到的那个黑衣人。陆童盯着对面的人。怎么这样看着我？我只是在想，他这样报复你，你居然没生气。只是个小姑娘，又是我救命恩人，如果生气岂不是恩将仇报？同是天涯沦落人嘛。哎，说起来你和他还真有点像。他还是个孩子，当年呢也不过11、12岁，个头才到这里，大概初出茅庐，医术不及你，不过呀你比他凶得多。银灯结花微蕤，如灿灿红丽。陆童望着桌上孤灯出神，一只手在他面前晃了晃。陆大夫好像有很多心事啊。裴大人如果能少不请自来几次，我的心事会少很多。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这画面有些似曾相识。雪快停了，陆大夫，多谢你今夜出手相助。不客气，大人付过诊银的。那我下次再来登门致谢。言罢，提刀就要离开。裴大人，50两，别忘了。多谢。陆大夫，老爷托小的给您拜年，这是先前您托老爷办的事儿，老爷让我带话给您。陆大夫只管好好准备春事，医行那头都打点好了。拿到春事名额了。陆童望着手中薄薄的铜片，眼中也浮起淡淡的笑意来。今儿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去，把炮竹拿出来，给我们陆大夫庆祝添个响儿。啊！殿帅府小院里，回来了。是，大人。清风进门，从怀中掏出一封密信呈上。大人，所有能查到的有关陆家的消息全在这里了。啊，辛苦你了。前些日子因太师府举止奇异，裴云映让清风亲自走一趟长武县，打听陆家消息。长武县陆家在1年前家中活人尽数死绝，陆家宅子被烧毁大半，属下进宅搜寻，没发现什么线索。陆家一定是冲撞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怎么邪门成这样？刘坤？刘坤是陆启林的表兄，所以刘坤亲手将侄子送进牢狱。是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陆启林曾有个小女儿陆敏，于17年前元日降生，但在8年前长武县爆发瘟疫时走丢。我查到的人说是跟拐子走了，也许是死了。陆家这些年一直没有放弃找孩子，但始终无果。长武县里打听不到陆敏这些年的任何消息。大人可怀疑陆大夫就是陆敏？不错，我怀疑他就是陆敏。可仅仅只是因为姓陆，这么多年没有任何有关陆三姑娘的消息。也许对方只是借着陆三姑娘之名行事，又或许背后还有别人。单凭陆三姑娘一人很难做到此种地步。也许吧，也许有人帮他。我出去一趟。大人，啊，这些日子辛苦了。今天是除夕，自己回去休息吧。他推门走了进去。陆童关上门，朝里走了2步，陡然间汗毛直立，猛地看向窗前。昏暗烛火下，不知何时站了个人。那人倚着桌角，正低头看着手里一张薄薄纸页。这是你的复仇名册吗？
哎，怎么上面还有我的名字呀？年轻人笑了一下，盯着陆童，逆着光影，一步步朝他走来。谈谈吧，陆三姑娘，陆敏，为什么写我的名字？名册上写着很多名字，柯家、刘家、范家，这是划掉的，也有许多新添的，太师府、七玉台、翰林医官院，这是没有被划掉的。只是好奇。好奇什么？好奇如果遇到今日此种境况，裴大人会站在哪一边？你不会也想杀了我吧？这取决于你想站在哪一边。若我站在另一边呢？意料之中。现在大人知道我的秘密了，你打算送我见官吗？像刘坤送我哥哥那样？美人春愁之景，却令裴云映心中即刻闪过一丝异样，像是有什么东西飞快掠过。心念闪动间，裴云映猛地出手，雪亮匕首在空中划出一道银光，女子握刀的手被裴云映紧紧钳制，猛地推开。死性不改。大人反应真快。陆童嘲讽。裴云映正想说话，仆一张口，忽觉身体有一股凝滞，心头一紧，下一刻桌上那只香炉被劲风扫过，滚落在地。卑鄙！脚步有片刻的不稳，那女子已经重新握紧匕首朝他刺来。裴云映沉下脸，银雾长刀出鞘。之前就已经提醒过大人，医馆处处都是毒物，说不小心闯入死了，也怨不得别人。你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废物？银雾刀轻轻一挥，陆童手中匕首从中断为两截。陆童心下一沉，太短了，燃香的时间太短了。大人自然和那些废物不同。放心，你死了，我会把你埋在那棵梅花树下。大人肉体到底比当初那块死猪肉美艳得多，充作花肥，一定会让梅树开得更动人心魄。方才被推被撞，匕首被银刀冲来带起的刀锋划破手指，鲜血如注。然而陆童根本毫不在意，只握着断为两截的匕首朝他冲来。拦了路就去死！就在千钧一发时，他倏然住手，蓦地调转刀尖，迎着冲来的人狠狠扣住他手臂，反手一推，陆童被推的脊背撞倒在供桌上。这是？他凝眸望去，陆童正在捞那几只瓷罐中的泥土，他捞得慌张又着急，好像生怕再晚一点就捞不起来似的。他甚至还试图去捞那罐已经洒了的水，水从他指缝间流走，滴落在泥土屑中，分不清哪罐是哪罐。这是坟土？陆童没有回答，他努力伸手去捞那些混在一处的坟土。他从长武县老宅里带回大火的余烬，从上京的水路船上舀起滚流的江水。他在野狗围望的乱坟地挖起雨淋过的潮湿黑泥。他偷偷去姐姐无人祭奠的墓地，带走一小块黄土。而如今那些泥巴江水混在一起，浑浊的混乱的，像被弄脏的眼泪从他指尖滑落，什么都留不住。挽留那些泥泞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，直到最后凝固不动。他跪坐在地，呆呆地看着满地狼藉。你想进翰林医官院，为了对付太师府？也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？戚玉台是戚青的儿子，杀他是痴人做梦。所以呢，我们家是普通人家，
几条人命就这么白白算了？凭什么？只有在你们这些贵族子弟眼中，人才分3、6、9等，在阎王眼里，只分死人和活人。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难道你不想得到公平？大人很清楚，就算此案交由大理寺，也不会有半点不同。他是太师之子，有的是替罪羔羊为他前赴后继。就算真的定罪，重重拿起轻轻放下，关起门来都是自己人，他又不会死。真相如何不重要，洗清我家人的冤屈也不重要，只要他们活着一日，公平就永远不会到来。我告诉你什么叫公平。戚玉台杀了我姐姐，我杀了戚玉台，一命抵一命，这才叫公平。我不需要帮忙，我自己就能找到公平。忽然间，一只绣着苍鹰的手帕递到自己面前。擦擦吧，我被你说服了。拿着吧，陆大夫，我没兴趣骗你。光影朦胧的夜里，裴云映半跪下身，捡起被摔得满地都是的那些瓷罐的碎片。你做什么？陆大夫，你现在的眼神呢，仿佛刚刚想杀人灭口的人是我。抱歉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帮你再寻。殿帅到底想做什么？陆家的事，我当不知道。我以为殿帅今夜是来兴师问罪。本来是要的，但今夜不是除夕吗？除夕夜抓人，我也不是那么不讲人情。陆童望着他，尝试辨别他这话的真假。信不过我？没有。真没有？喂，不会背地里又在纸上写我名字吧？那别打歪主意啊！就算你真能杀了我，只要沾了我的血，狮子一来就会发现，更别提将我埋在院子里了。你真不打算交由大理寺？不，我不想听他们假惺惺的道歉。陆三姑娘。什么？今夜我没来过，你也没见过我。日后我不会包庇你。殿帅能退这么一步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你算了，自己看着办吧。陆童回过头，他已经收刀归鞘，推门走了出去。他正想叫住裴云映还帕子，就见刚走到院中的人脚步一顿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转身又回头走来。须臾，他从怀中掏出一方木盒，放在桌上。此时已过，元日了。陆三姑娘，生辰礼物。裴云映离开医馆时，德春台的欢乐还未停。西街无人，靴子踩在薄雪上，发出窸窸窣窣的细响，像盐粒清爽，不似黄泥黏腻。被江水浸过的，沾满了香烛气息的坟土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人呢？下不了手，我去。站住！他要对付太师府，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戚家现在有用，留着他坏事。他一个医女能坏什么事儿啊？你到底为什么不动手？人情债总要还的吧？他救过姐姐和宝珠的命。是情债还是人情债？我是那种会被美色冲昏了头脑的人吗？你夸她美了。殿下如今正值关键，如果被老师知道……哼，好兄弟，
只帮你瞒这一次。谢了。萧竹风走了，巷子里又只剩下裴云映一人。我告诉你什么叫公平。戚玉台杀了我姐姐，我杀了戚玉台，一命抵一命，这才叫公平。我不需要帮忙，我自己就能找到公平。没有裴家，没有昭宁宫世子这个名号，我一样能报仇。来日方长，我们走着瞧。裴云映闭了闭眼。圣经同一片长宴下，人与人欢笑与悲痛从不相同。就如子时那一刻，无数人家庆祝那瞬间如雨星河的灿烂美丽，而他在满地坟土中被一滴泪打动。来来往往的人群中，不远处正站着一个年轻女子。大冷的天，她披着一件银白底色翠纹斗篷，小摊前人流嘈杂响亮，而她正仰头在看头顶夜空中闪烁浮灯。她看得很认真，认真到近乎虔诚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哎，姑娘，喜欢浮灯啊？要不要带一盏走啊？好啊。裴大人。哎，没想到陆大夫也会来关灯啊，我以为你对这些不感兴趣。偶尔为之，不如裴大人平时有闲。小姐，今夜元宵，咱们小摊凑热闹，3支箭，您要是射中那个啊，嘿嘿，就送您一盏花灯。小姐喜欢灯，这位公子一看就剑术不凡，帮小姐赢一盏吧。我自己来。持弓的动作看起来稍显吃力，搭箭的手势也不算是熟练。裴云映看了片刻，上前握住他手臂。别晃。陆童抬头，能看见对方漂亮的下颌，他的手臂从背后伸过来，环住他肩头，像是若即若离的怀抱。还是太过亲密。陆童微微蹙眉，搭着弓箭的手一松。哎呀，姑娘好剑术啊！力气真大，怎么练的？杀人埋尸练的。你之前就会？我也没说我不会。小姐射中了福子，来挑一盏灯吧，来。陆童手中竹竿轻巧地越过蝴蝶翅膀，却把旁边那盏灯挑了下来。小姐，您是不是挑错了呀？没挑错，我就喜欢蛤蟆。陆童提着灯对摊主点头，就要离开。小姐，您还没付钱呢。你不是说射中福字就送一盏灯吗？是的呀，这灯不要钱，可是射箭要钱呢。我不要了。这给我吧。陆大夫聪慧过人，怎么总在这种事上受骗呢？是盛京人，太会做生意了。身后传来一声轻笑，裴云映几步追上，把那盏蟾蜍灯塞到他手中。殿帅付银子的灯，给我做什么？春事在即，蟾宫折桂的兆头，我可不敢要。等下见到银筝，我会把灯笼钱还给殿帅的。不用见外，算我提前送你的春事贺礼。裴大人，怎么？日后还是多注意自己的举止吧。你总是这样，会让我误会。误会什么？误会大人想帮我。姐姐，买朵鹅儿吧。陆童摇了摇头，拒绝了。小姑娘有些失望，推着竹架子离去了。新年了，戴白色不吉利。我以为你会戴那对金蛱蝶。多谢殿帅好意，不过今世不适合我。之后我会让人把东西还给殿帅。不用，送出去的礼物没有收回来的道理。我不习惯收人礼物，像欠债，
那就当欠债吧。我是你的债主。哎，陆敏是你的真名啊？是取敏于事而慎于言之意？不是，是取聪于敏，可视而不可视也之意。我还是更喜欢你现在的名字，彤彤。有一元复始之感。陆大夫好像读过很多书啊。我爹是教书先生，他认为姑娘应该多读书，以免日后被人骗。我和姐姐都是他亲自开蒙。令尊很有见地，可惜没什么用。我姐姐念书念得比我好多了，她写的文章拿到二哥书院中去，先生也交口称赞。她若是男子身，能下科，长武县说不准早就出了一个状元，可还是被骗得命都没了。我们一家都是读书人，但你看结局，诚然如此。读书换命，只是穷人自欺欺人的说法而已。世上最没用的人，就是读书人。我倒不这么认为。圣经能将梁朝律研读至如此透彻，似乎也只有你了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还不被发现。陆大夫，你很厉害啊。沉默片刻，陆彤正要说话，突然发现裴云映目光越过了他身后，凝在某处，神色有些异样。他是看到什么了？陆彤下意识要回头，才一动就被裴云映按住肩膀。没等他反应，一片阴影覆盖下来，陆彤的脸颊碰到对方冰冷的衣襟，裴云映挡在他身前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按着他手的力道小了一些，他松开了陆彤。你刚才看见了谁了？一个你不想见到的人。陆大夫，怎么了？戚家在查你，只查到陆柔，还没到你的地步，但长此以往，未必不会暴露。我知道了。戚家还有什么动作？哈，你现在是在我面前装也不装，破罐子破摔了是吗？裴大人不是说过，我们是一伙的吗？现在不是了。姑娘，姑娘！哎，你朋友来了。3月春事，祝陆大夫一切顺利。承蒙吉言。裴云映没说什么，直身离开，走了几步，突然又停了下来，叫住陆彤。大人还有何事？今后会有更多危险，陆大夫，自己小心点。男子的身影消失在匆匆流过的人群中。姑娘，可算找到你了。阿成买完园子，回头说你不见了，吓了我一跳。杜掌柜说你会在西棚这边等着，我还不信，还好他没说错。今年春事恐怕合格的人不多。那是自然，纪寻几大人出的题目，就是翰林院医官院的医官都未必能答上，何况是那些毛头小子。何止，今年还多了一科验状科，真是疯了。衙门有专门的仵作，咱们医官院凑什么热闹？时间过得很快，最后一科考卷答完，主考官收完考卷，持续3日的春试正式落下帷幕。陆大夫，陆大夫，恭喜陆大夫春试红榜第1啊！周围轰然响起西街接灵热闹的贺喜声。哥，你听说了吗？太医局春试，陆大夫得了第1，第1！哥，我们要不要准备贺礼送去西街啊？你不是怕他吗？那就是因为怕才送的嘛。你想想啊，日后他要是进了宫，万一咱们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，偏被安排了太医诊，那岂不是将性命交由他手中啊？这一不小心……他比了一个杀头的姿势。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啊？送，不拦你。得了裴云映首肯，段小燕兴高采烈地出去了，也不知道在高兴个什么劲儿。你不打算阻止一下吗？陆彤要进医官院了，
我说过了，不会包庇他。你已经在包庇了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对他的事格外在意啊？是你太不理智了。放心吧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萧竹风哼了一声，起身离开屋子。出门时与要进来的清风碰了一个正着。东西找到了没有？已全部找到，一样不差。去吧，送到仁心医馆。是。你在干什么？裴云映一顿，转过身来。裴大人。陆大夫。啊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陆医官了。陆统左右看了看，见四下无人，突然伸手拽住裴云映袖腕，快步走向另一头。裴云映微怔，目光落在他拽着自己的衣袖上，没有说话，任由陆统将自己带进不远处一间旧药房。陆大夫这是何意啊？裴大人怎么会来南药房？路过。路过？陆医官不会以为我是特意来看你？我没那么自作多情。所以你拉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以为裴大人不愿被人知道你与我认识，所以特意避开他人，免得给大人添麻烦。哎，你这话听着像在怪我当初没和你打招呼。怎么会？宫中规矩多，裴大人与我身份有别，这份自知之明小民还是有的。所以你拉我来这间黑屋？不错。有道理。不过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我在这里私通呢，这要是被别人瞧见，没什么也有什么了。吃饭了吗？没有。尝尝。陆统走过去揭开石篮的盖子。不喜欢？没有。陆统拿起一块荷花酥放入嘴中。哼，不怕我在里面下毒？不怕，我百毒不侵。他吃得很平静，仿佛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并不在意食物滋味如何，没有半分波澜。哎，小心噎着，要不要喝点水啊？不用。你的簪子，发簪是你姐姐的？是。好，难怪你当时花重金也要赎回，很适合你。裴大人可知道，木槿是低贱的花，此花朝开暮落，仅荣华至一瞬之意也，只会生长在边篱野岸，富贵人家的庭院林园是瞧不上这种花的。裴云映看着他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却没有说出来。多谢裴大人的点心。我可不是来给你送吃的。陆统想了想，从怀中摸出那只银针塞给他的荷包，从里倒出一把碎银，思忖一下，从里头掏出最小的一粒，递给裴云映。哎呀，陆医官也太小气了一点儿。刚进宫，需要银子的地方很多，等我拿到俸银，再给裴大人补上。你觉得你能回到医官院？当然。你没有为以后做打算吗？没有。裴大人，朝开暮落的低贱之花，根本就不会有以后。医官院一位新进女医官时，刚进宫就被分去清锅冷灶的南药房，眼看前程止步于此，奈何时有机遇，因清洗整理红方序出色做出的一梦丹得柔妃娘娘盛赞，进而被御药院院士看中，亲自来医官院要人，最后被医官院崔院士3催4请才回来，转眼就进了医官。陆医官，如今你已回到医官院，翌日起该入各房奉职。以你春氏眷免资质，本该入北厅西寿房妇人科奉职，可你的医经药理得邱院士盛赞，安排至北寿厅，未免大材小用了。诸司各院有一症未解，陆医官医术拔萃，身为臣子，理应为陛下分忧，对吗？任凭院士差遣。上个月
户部左曹侍郎金大人身子抱恙，曹怀行诊1月有余，暂无起色。既然陆医官回来，如此便由你与曹怀一同行诊。户部，陆童心下一动，七玉台正是在户部。好，户部的金大人之急症室是肾囊痈，你是女子，怎么能给他施诊呢？医者无男女，你们在太医局进学时，第一课学的正是如此。陆医官，你可愿行诊啊？哇，这么热闹啊！裴殿帅，崔大人这是在做什么？回殿帅正在吩咐新进医官时行诊奉职。不知殿帅突然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四位所近来训练过猛，加之春燥，五位们都叫困乏，我来请位医官同去瞧瞧。说完，他似才看到一边站着的陆童，眉一挑。新进医官，我看他就很合适，就他吧。崔民眸色阴沉，依稀间想起一件事来。此女最出名的，大概还是探出了文郡王妃所中之毒小儿愁。此番这位指挥使突如其来的举动，恐怕并不是心血来潮。考虑这么久，院使很为难吗？殿帅说笑了，殿帅服五位有需，理应奉职。陆医官，你就去殿帅府，金大人之急症，仍由曹怀行诊。是，不过院使，金大人那头，下官仍想与曹医官一同行诊。下官会分配时辰，去殿帅府行诊，与为金大人行诊，两不耽误，还望院使准允。裴云映在听到陆童说完后，目光便落在他脸上，带了几分安静的审视。既是陆医官自己所求，允。陆童拿着药帖进了里间药厅，陆童方走到药柜前，身后木门便发出一声轻响。陆童从药柜里拿出一只细长的瓷瓶，转身放到桌上。夏时丹，方才堂厅里那场官司后，裴云映并未马上离开，说殿帅府的私犬近来胃口不佳，请陆童为他拿点药。这种跟进来的理由实在是写满了敷衍。你要听崔明的安排行诊？对。知道金显荣是什么人吗？知道。知道还敢？因为他是户部的人？陆童心中微动。太冒险了。那裴大人为何今日出头？以裴大人之身份，同我扯上关系，可不是件好事。怎么说？崔明对我有偏见，裴大人公然出头，难免让人想起裴小姐一事。说崔明以为你我二人有私交，传出去，对大人恐怕不好。明哲保身的道理，大人一向比我清楚，怎么今日糊涂？哼，原来我在你眼中是这种人啊。当然，我一直很清楚，大人与我身份有别。不是说了吗？我今日只是过来拿药，恰好遇到陆大夫被人为难，看不过去而已。多谢裴大人。我怎么觉得你的表情像在骂我呀？算了，算我多管闲事。不过呢，你既然有心成算，我就不插手了，免得坏了陆大夫的大计。陆大夫，戚玉台和范正廉不一样，别轻敌。咦，这是新来的医官吗？从前怎么没见过？我姓李，您贵姓啊？这是一个开朗自报家门的。姓陆。滚！陆医官，看看我。惯来冷寂的殿帅府一下子热闹起来。安静点。大人，医官院新来的陆医官来为我们行诊了。进来吧，陆医官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陆童随裴云映进了里屋，看过脉了，只是春日气燥血虚，开几副补养方子煎了，每日早晚一碗温养着就好。过几日我再来换副方子，大人无需忧心。
陆童说完并未听到回答，抬头一看，裴云映正抱胸站在不远处打量他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看你气色不错，今日来的比约定时候更早。金显荣没有为难你？让裴大人失望了。金显荣好色无德，就算身体不适，也不可能改了性子。你是怎么说服他的？因为我答应他，替他保守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？陆童默然。不方便说。没什么不方便的，1寸半。什么1寸半？我告诉他，如果他按照我说的做，我就替他保守他身下之物，统共1寸半这桩秘密。你在说什么？裴大人也不知道，看来真是秘密。我当然不知道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平日行诊用针，多看一眼针，少看一眼针，没什么区别。裴大人不必露出那副神情。别说了。陆医官，咦，看，刚满月的小狗仔，聪明伶俐，憨态可掬，既能摸头揉捏，又能看家护院，实属出行居家必备之吉祥物啊！陆医官，要不要来一只？做什么？质子的小狗仔，我想着殿帅府狗太多了，想送陆医官一只。不用了。陆童低着头，不去看段小燕怀中的小犬，背紧衣箱，只抛下一句我不喜欢狗，就快步离开。啊，他这么可爱，他居然不喜欢？闭嘴！这人进医官院几乎已如无人之境，陆童也已经不再意外。你怎么来了？白天你来殿帅府，拉些药方了，特意给你送来。多谢。顺便找你讨瓶夏时丹。上回给大人那瓶吃完了吗？犬类不能吃太多夏时丹。给段小燕的。陆童便不再多说，起身去药柜旁给裴云映找夏时丹。哎，你为什么怕狗啊？我并未怕狗。那你为何拒绝段小燕的提议？裴大人，我说得很明白，我讨厌狗，所以拒绝。讨厌？可你看起来脸都吓白了。我很怕狗，因为小时候被一只狗咬过，那只狗很讨厌，像块狗皮膏药，对我穷追不舍，怎么也甩不掉。怎么夹枪带棒的？看来陆大夫今日心情很不好。夏时丹已经给裴大人了。听说你今日为我出头了？什么？白日在金显荣府上时，你不是替我多扎了他几针吗？殿帅府手段果然通天。陆大夫为何替我出头？饭钱。饭钱？我刚进医官院时吃了裴大人的荷花酥，裴大人没收银子，这个就抵作饭钱。原来如此。一篮糕点而已，陆大夫分这么清做什么？殿帅有所不知，睚眦之怨必报，一饭之德必偿，这是我们陆家的规矩。你怎么不问问我家的事？我对旁人家事不感兴趣。裴大人怎么不问问金显荣为何这样说？我家那点事儿，圣经谁不知道？殿帅不生气？说的也是事实啊。保住的药快完了，姐姐让我问你什么时候换新药方。医官院每月有2日巡修，我上月没有离开，这月会回医馆一趟，届时亲自看过宝珠再换药。也好。哎，陆大夫。怎么了？多谢。没再多说什么，走了。玉台来了。金侍郎，前几日啊，你府上人说你受凉了，老哥我还是担忧了一阵呢。这司礼府没了你，独我一人，公务都看不过来了。哎呀，下人也不小事儿，茶馆里没茶了也不添点，你回来就好。
我即刻差人添茶。哎呀，这话说的像是我等着玉台你的茶似的。又说了几句客套话，打发了金显荣。戚玉台进了自己屋里，关上门，往椅子上一坐，从一边罐子里捡起颗香丸，点燃丢进桌上的鎏金双鹅团花纹香炉中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顿感心平气和，索性往背后一靠，闭上眼续起神来。戚公子，戚公子。戚玉台想要睁眼，却发现他眼皮沉沉，怎么也抬不起来。是做梦吗？戚公子，还记得丰乐楼吗？丰乐楼。他尚在愣怔，忽感自己脖颈抵住一个冰凉的东西，想要支起身子，惊觉浑身像是被看不见的绳索绑缚，没有一丝力气挣扎。你是谁？戚公子，还记得丰乐楼吗？救命啊！戚公子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永昌37年，你在丰乐楼遇见一个女子，你杀了她。永昌37年的惊蛰，你在丰乐楼享乐，遇见一个妇人。妇人去给她夫君送醒酒汤，你见她容色美丽，就强行将她占有。后来妇人怀孕，你又为毁刑灭迹，将他们一门4口绝户。戚公子，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雅室里青玉炉里燃着的幽香芬芳若梦，隔着层模糊的烟流，有人叹息了一声。你杀了他呀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我。戚公子，你杀人了呀？没有，我没有杀人。你支开下人，去丰乐楼，就是为了杀人。我只是不想父亲知道我在扶伞，是他自己闯进来，我没有，我不是故意杀的人。陆童垂着眼，低头看着坐在椅子上神色迷蒙的戚玉台，眸色一点点冷却。不是我没有。陆童伸手，针尖抵住肌肤，缓缓往里推去。戚玉台似有所觉，面露痛苦之色。正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响声。大人没事吧？滚开！你谁啊？玉台呀，这位是翰林医官院的陆医官，刚才叫你不醒，我让他来瞧瞧你是不是病了。刚才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刚才同我耳边说话的人呢？啊？没有啊，这屋刚才就你一人在啊。就我一个人在？是啊，陆医官忙着为我施针捣药，我本来还想问你呢，是不是需要陆医官顺便瞧瞧你的风寒好的怎么样了？一进屋你就趴在桌上，这叫也叫不醒，吓我一跳呢，还以为你出事儿了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户部本来也没什么事儿，你要是还病着呀，就在府里多休息几日，否则出了什么事儿，太师大人怪罪下来，哥哥我这也不好交代呀。你刚才没有进过这间屋子？下官刚才一直在堂厅为金大人制药。陆医官忙着做完药还要回医官院去。玉台，你这脸色不大好看，不如让陆医官替你把脉瞧瞧，要是风寒未好，干脆还是回府养一养得了。陆医官呐，劳烦您给戚公子瞧瞧。女子称是，美人垂手，指尖搭着他的脉。陆医官怎么样啊？可是有急啊。戚公子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血热亢盛，以致情志失调。戚公子脉搏急促有力，舌质绛红而干，亦有发热口渴之症，是为血热亢盛所致。开几副清血解毒方子，服下就好。至于情志失调，戚大人，这里是灵犀香吗？是。灵犀香凝神静气，可缓失眠不寐之症。不过
长期使用此香，难免形成依赖，久用之下反而适得其反。戚大人有时也不妨试着少用此香，以免成瘾伤身。女医官说完，就对他二人欠了欠身，退出了屋子。金显荣忙跟了出去，不知道是问什么去了。戚玉台靠着矮榻上的枕靠，只觉浑身上下皆已湿透，青天白日竟做这样一场噩梦，实在是晦气。陆童拿着急册，刚关上柜门，就听得吱呀一声，门口传来一声轻响。那人悄无声息地进了屋，轻车熟路般来到重重书架前。陆童谨慎地贴着书架，一架之隔，听着那人在屋里幽暗的动静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对方似乎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，关上柜门。陆童听到脚步声渐渐远去的声音，伴随着衣裤门的关上，四周里再没了一点动静。他又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，确定没有再听到任何响动，才彻底放下心来，暗暗松了口气。他拿着灯与油案从书架中走出来，才走出一步，一道冰凉的风力抵住他咽喉。真沉得住气啊。裴大人，是我。屋中静寂一刻，片刻后，抵在脖颈上的风力渐渐放松下来，对方松开手。这么晚出来，陆大夫打算做什么坏事啊？这话应该是我问裴大人吧。本来呢，是想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谁知会撞上你啊？怎么办呢，陆大夫？裴大人想怎么样？他看一眼陆童，顺手把药瓶在陆童面前晃晃。陆大夫可知，皇城宫内常用此物保守秘密。须臾，陆童突然伸手，一把夺过裴云映手中的药瓶，打开药瓶，仰头灌了下去。你做什么？裴大人不是让我喝了它吗？我喝完了。你疯了？谁让你真喝了？走。干什么？找大夫呀。我就是大夫，要我喝药的是你，要我找大夫的也是你。裴大人，你是在同我玩笑吗？我不过是想要你知道此事机密。你怎么还能说话呀？你刚才……药瓶是空的，雀净散是毒药。裴大人，你不会以为医官院会随手放置这样的毒药吧？其实就算喝下也没什么，不过服毒的是我，殿帅何必激动？我可不想自找麻烦。如果那瓶药不是空的，你也会喝下？会。为何？我相信裴大人不会让我喝哑药。你很信任我的人品？不是啊，是我觉得如果裴大人真担心我泄露秘密，会直接一刀杀了我，而不是给我一瓶哑药。大人不会如此善良。听你说来，我十恶不赦了。裴大人还不走吗？等一下若有人察觉追来，我便只能说是你挟持于我了。那我就说我们是一伙的。不过应当不会，至多以为你我私通。大人放心，私通也不会找你这样的。裴云映噎了噎，像是被气笑了，又看了陆童一眼，转身往门外走去。对了，下次要藏，记得屏息，呼吸声太明显，一进门就听见了。屋中重新又陷入了安静。陆童紧握手中的医案，早知如此，方才就应该一针捅下去的，不该手下留情。陆大夫找我做什么？裴大人耳目通天，盛京皇城寺打听不到的秘闻，裴大人都知晓。你指的是什么？太师戚清挚爱换鸟，但5年前太师府不再养鸟。裴大人可知5年前戚家发生了什么？戚玉台做了什么？他为何讨厌画眉？知道。可是陆大夫，我为何告诉你啊？如果下次裴大人想要再取谁的医案，我可以代劳。裴云映静静地看着他，摇了摇头。
若裴大人肯告诉我金显荣的保养之药，我愿为裴大人另配一副。此药珍贵，我保证别的地方都没有。便帅得此，受益无穷。谢谢，但是我不需要。裴大人有所不知，男子上了年纪多有此症，血亏阳虚。大人现在看着还好，将来年纪大了，难免有力不从心之时。若有此药，保你风采如昔。将来也不需要。将来会很需要的。告诉了你，陆大夫准备如何？裴大人，你只需要告诉我这件事，并不需要多做什么，于你而言并无任何损失。而我如今身在医官院，能帮得上大人的地方还有很多。如果将来有朝一日大人用得上我，亦或是有什么仇人，我也可以替大人杀了他。陆大夫不是说过去不曾杀人，将来也不会杀人吗？杀人亦是救人，我能做大人的帮手。帮手？你不问我想做什么？那不重要。和不知底细的人交易，陆大夫也不怕血本无归，难怪会在东市被人骗着射箭。陆大夫还是不太擅长生意事啊。裴大人这是答应了？盛京外城陀罗山下有一处茶园，你要打听的画眉就在此处。那茶园叫什么名字？茶园如今已经被私人买走，寻常人进不去。裴大人明日可否陪我一同前往？明日4时，我来接你。多谢大人，你的药给宝珠看诊就行，我不用。今日天色不早了，你也忙了一日，先回去休息吧，我送你。不用，孤男寡女，夜里一同出入总是不好，西街人多，万一见着了惹人口舌，我未婚夫也会不喜。差点忘了，陆大夫还有个未婚夫，我叫清风送你。陆童便没有再推辞了。清风驾来一辆马车，裴云映送陆童到了裴府门口，待陆童上了车，马车消失在夜色尽头，方转身往回走。不是说了让你亲自送陆大夫回医馆，你怎么让别人送了？裴云映笑得散漫，并不回答他这问题。又见裴云舒手中抱着个盒子，这是什么？我正想与你说这事儿。陆大夫今日上门，说给宝珠带了礼物，我以为是些草药或是香货，就没推辞。等他走了，方子一掺，才发现不是。那，你看。说话的功夫，他已经将盒子打开，露出里头一对漂亮的金蛱蝶。我想着陆大夫如今在医官院奉职，可凤爷也不算丰厚，这礼实在过于贵重，是不是要寻个机会还回去啊？还真是不肯欠人人情啊。陆大夫迟了点儿，抱歉。你今日……我今日什么？没什么，走吧。马车驶过盛京街巷，陆童与裴云映面对面坐着。陆大夫看我做什么？我只是在想，茶园还有多久才到？还早，山路颠簸，陆大夫可以在车上先睡一觉，到了我叫你。谁知才一闭眼，马车行过一处窄巷，土路凹凸不平，迎面跑来一个小孩，清风忙勒马闪避。一声长喝，陆童的头撞到一片柔软的衣襟，他抬眸就对上裴云映那双漆黑的眼睛。没事吧？主子，刚才有人过去了。陆童蓦地回神，坐直身子，听见裴云映道：没事，走吧。马车又继续行驶起来，车中的气氛有些微妙。裴大人，怎么？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香袋？爽快解下腰间带囊递了过来。陆童伸手接过。裴大人这香袋与市面熏香不同，似乎有专门的人调配，能不能将方子送我一份？你拿这个做什么？我见裴大人所用之香幽清冷冽，很是喜欢，打算按这个方子
自己做一副配于身上。自己做一副配于身上？裴大人可是不太方便。是不太方便，我不知道具体香方是什么，日后再说吧。马车一路疾行，很快出了城门，往陀罗山的方向驶去。为何戴面巾？怕有损裴大人清誉。裴大人要不要也戴上帷帽？不用，我又没有未婚妻。陀罗山上茶园皆由莽明乡上茶农所种，翠微茶园主人是户富商，外人难以进入。喂，你该不会是在心里骂我吧？我平日里从不这样。裴大人愿意为我破例，我感激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在心里骂你？多虑了。哼，你这夸奖很没有诚意啊。是大人太过多虑。大人，现在可以进去了。清风没有跟上来，驾着马车去拴马的地方。陆童与裴云映并肩走着。这是杨家人屋舍，你可知七青爱鸟？杨家人呢是茶农，一家4口都在翠微茶园中种茶。屋主杨翁5年前过世，过世时刚过花甲。他生前有一个爱好，喜欢晨起在茶林里遛鸟。杨翁曾养过一只画眉，那是只很不错的画眉。5年前七青60大寿，七玉台想要搜罗一只圣经最好的画眉鸟作为寿礼。听闻莽明乡有一画眉，特意带足银子携人前往。杨翁没有同意。七玉台离开当日，杨家夜里失火，一门4口，包括杨家痴傻的儿子，尽数葬身火海。杨家其他人在何处？可还有别的远亲？没有，杨家大女儿出事前就已经病逝。除杨家夫妇外，还有一位女婿和痴傻儿子，皆已不在人世。真相。如此说来，七玉台是因为向杨家人索要画眉不成，进而杀人夺鸟。但如此一来，七玉台又为何会讨厌画眉？我后来得知此事，曾向黄承思打听，黄承思透露过消息，杨家屋舍中曾有打斗的痕迹。听说那几日七玉台出行时路遇匪盗，身上有轻伤。这是杨翁女婿杨大郎曾跟武馆教头学过几年拳脚功夫。他转过身看向陆童，一瞬间陆童恍然大悟。时候不早，就在此地用饭吧。好。前面有个茶棚，二人正往前走时，陡然间路边窜出一条半大黄犬，陆童还未反应，便觉手肘被人一扣，他被裴云映拽到里侧。你做什么？你不是怕狗吗？他看起来不咬人。裴云映笑了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，陆童也就没有再继续这个话头。劳烦大姐替我2人准备一点茶水饭菜。说什么劳烦，应该的，就是自家粗茶淡饭，怕公子吃不惯，别嫌弃才好。2位先喝茶润润口，稍等片刻。陆童撩开面纱，端起桌上茶碗抿了一口。喝得这么爽快，不怕茶里有人下毒？所以大人刚刚不喝，是在等我为你试毒？那大人可能要失望了。我百毒不侵，也许这杯茶我喝完也安然无恙，裴大人饮一口就会一命呜呼。裴大人，我不明白，杨家之事，你明明可以在昨夜直接告诉我，为何偏要今日亲自陪我前往此地？陆大夫这话怎么像是在怪我多管闲事啊？裴大人多心。你说过我许多次多心了，倒显得我像个使心用腹的小人，怕你不信啊。2位久等，乡里亲戚都是粗茶淡饭，莫要嫌弃。哎，大姐，我们刚刚去杨翁家看过，被烧得很彻底啊。可不是嘛，好好一家人，什么都没了。杨翁家究竟是怎么起火的？当时怎么没人发现啊？什么怎么起的？那说起就起了嘛，
大家都在茶园干活，发现时已经晚了呀。会不会是有人纵火？这话不好说的呀，咱们这都是小老百姓，谁要来纵杨汪家的火？公子这话以后也莫要说了，传出去我们也要遭殃。言罢，像是忌讳什么，捧着那只枯木托匆匆出了院子。陆大夫看明白了，杨家出事已5年，莽明乡风平浪静，如果陆大夫想借画眉案对付戚家，现在就可以放弃了。无论出价多少，没人敢开口，没人敢说话。陆大夫，将来你面对的敌人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强，不是玩笑。多谢裴大人提醒，我会看着办的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给七月台下毒？这就不劳大人费心了。戚家不比科范2家，你若杀了七月台，恐怕难以全身而退。但至少他死了，不是吗？反正我总归也是会死的。对一个将死之人，将来若有得罪，大人多少也宽宥一些吧。大人还是快点用饭吧，等下饭菜凉了。裴云映顿了片刻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跟着拿起筷子。陆统已经咬了一口脆糖饼。陆大夫很喜欢吃甜。陆统顿了顿，嗯了一声。原来如此。陆大夫，昨日你说，如果我告诉你戚家的事，你也会替我做事。大人想让我做什么？裴云映低头，从怀中掏出一封信函，递到陆统手中。你以为这是让你杀人的名册吗？别一副如临大敌的表情。陆大夫医术高明，我想请你帮我查验，这些药方有没有问题。这就是大人与我交易的条件。不错，我知道了，待我弄清楚，就去殿帅府找大人。告辞。陆统进铺子前，往回看了一眼，马车帘已经落下，清风起鞭驾车，车轮声渐渐消失在西街空旷的街道上了。经营殿帅府中灯火亮得比平日更晚一些。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啊？公文没看完。白天陪姑娘游山玩水，到了夜里点灯熬蜡看军策，真是用心良苦。什么意思？亲自送她去藏明乡，就算戚家人发现也有所忌讳，这还不算用心良苦？我有那么好心吗？我也想问，陆统对付太师府与你无关，你为何处处插手？是嫌麻烦不够多？我想取一件东西，需要有人替我除去路上障碍，他是最适合的那个人。是吗？可我看你更像那个替人清理障碍的傻瓜，还无怨无悔。医官院找到的医案方子，我给陆彤看了。你疯了？他医术比医官院那群废物好得多，说不定能看出什么不对。你不怕他泄密？他很守信用。谁说的？谁为他担保？出了问题你负责。行，我为他担保。出了问题，我负责。怎么突然来了？陆彤从袖中摸出了一封信函，推了过去。陆大夫看过了？是。有问题？有。哪里有问题？都是些补药，药方做得很精妙，乍一看温阳体魄，但若与遗物混合，则补药变毒药，虽不会立即致命，但长此以往，身体日渐衰弱，最后心衰而死。何物？金。金？金屑有毒，可治风涎失志，镇心安魂。一般上气咳嗽、伤寒肺、损吐血、肺疾、劳疾作渴，都可以在丸散中加入少量服用。但裴大人给我的药方，若掺入金屑，后患无穷。此药方中所耗费药材昂贵，用药之人家中必定富贵。若以金碗成药，
陆大夫果然医术超群，多谢。不必，裴大人告诉我话没按，我替裴大人验药方，这是一开始说好的交易条件，很公平。哼，真是陆大夫一贯作风啊。天色不早了，走吧，我送你出去。陆童点头。陆童瞧见花藤下木头搭成的棚舍空荡荡的，那是……你来后，我让段小燕带之子去演武场了，不用怕陆大夫。陆童脚步一慢，抬眼看向身边人。怎么？没什么。陆大夫帮我查出药方，我应该送你什么谢礼才好呢？说了是交易，裴大人不必放在心上。是吗？那对金家蝶怎么说？送出去的东西怎么有收回来的道理？陆大夫很失礼啊。我不喜欢家蝶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裴大人的香袋方子，大人能给我吗？裴大人知道我现在在医官院，用不上银子，也用不上首饰。大人若执意要答谢我，不如把香袋方子送我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这个不行，路上小心。陆童接过衣箱，应了一声，就往对街的马车前行。才刚过街，就见前面不远处巷口的一家染坊门口，朱色屋梁下站着一个熟悉的人。陆童眸色动了动，往后慢慢退了2步，突然回转身，朝着殿帅府的方向快步回跑过去。董林一急，连忙跟了上去。裴云映正然一瞬，那女子却已经冲至眼前。就在即将到达他眼前时，忽的脚下一崴，像是踩着石子。他下意识伸手去扶，对方便顺势抓住他手臂，结结实实地扑进他怀里。猝不及防之下，他将对方抱了个满怀。怀中人抓着他袖子的手攥得很紧。他微怔之下，察觉到什么，视线掠过身后的院门。离院门不远处，站着一个穿香色长袍的男子。那位太府寺清府上的小少爷，抱着食盒呆呆立在原地，望向他2人的目光满是不可置信。裴云映眸光微动，低眉看去，他一手环着他的腰，犹豫片刻，他伸出另一只手。陆童恍惚一瞬，他的目光轻飘飘瞥过他身后不远，而后扶着他站好。怎么了？院门外恍然掠过董林匆匆逃开的背影。没什么，不用金家蝶，这是谢礼。好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。他打断他，这回陆童没有再拒绝。若董林瞧见裴云映与他举止亲密，只会将念头断得更加清楚。裴云映此举正合他意。裴云映站在巷口，一直等陆童的马车驶远，唇边笑意渐渐淡去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想取一件东西，需要有人替我除去路上障碍。真好，你又替他扫除了一个路上障碍。哼，莫名其妙。要晒月亮自己晒，我进去了。陆童垂下眼睫，他曾见过几巡，不是在今夜的院落石阶前，不是流金面铺的雀儿街，而是更早，在苏南。陆童还记得那是个3月的春日，又是一次试药。芸娘研制了一方新毒，服用之后浑身上下寒意沁骨。残怕雨寒，苗怕火，就叫寒残雨。整整7天7夜，他像一具还未完全冷透的尸体。第7天后，寒意渐渐退去，他开始感觉到冷暖，可以动一动他的身体了。芸娘对新毒很是满意，但还需要将寒残雨再改进改进，让他去寻几具新鲜尸体。陆童就下了山，打算去一趟死刑场。他才走上离客栈不远的小桥，忽闻惊呼伴着马蹄声传来，隐约听见身后有人急急吆喝：“哎，前面的人在干什么呀？快躲开！”
大惊之下，陆童下意识侧身想躲，然而寒残雨余毒未清，他又刚刚在山上扛过7天7夜，身子到底不够灵活。疾驰马车擦着他身体险险奔过，陆童却被带得一个踉跄，撞上了桥上石梁。嘿，没事吧？等等，你怎么样？陆童便骤然回神，低头一言不发就要离开。你流血了。接下来无论陆童怎么解释，这少年仍然坚持将他送至最近的医馆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就听我们少爷的话吧，我家少爷顾着起来不罢休，您要是今日不去医馆，他能跟您在这儿耗上1日呢。多谢。你中毒了？没有的事。这恕老夫无能，实在看不出这位姑娘哪里有中毒之症啊。既然如此，应是公子看错了。你怎么总想着要走？身为医者，犯没有让病人离开的道理。既然他不能治，我来。我迟迟不归，爹娘会担心的。确实如此。你家在何处？我同令尊、令堂亲自说明。他见陆童不作声，便做主带陆童去了邻近的客栈。你若想给家人传信，告诉我就是，他们也可以来这里陪你。不用了。车夫按青衣少年写的买来各式各样的药材，那少年便在屋中钻研方子捣药，每日煎了药为他喝下。少爷，咱们已经在苏南多待了半月了，老爷已经写信来催，该回去了。他的毒还未全解，再等等。可是出来的时候银钱带的不多，回去路程是够用了，但是您日日买的那些药材也是珍贵，老爷派来送银票的人还没到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回去的路费可就不够了。把这个拿去，押给他们。少爷，那可是您的玉佩呀！快去快回。陆童在门被推开的前一刻坐回窗前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。你都听到了。你为何救我？你我不过萍水相逢的路人，我中没中毒与你也没关系，你为何要救我？医者治病，天经地义。你也是医者，难道不清楚？我看见过你自己把脉。你住在这里有半月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你叫什么？17。我叫纪寻。纪寻。你学医多久了？我不是大夫。你之前打开药箱时，里面有桑白皮线。跟旁人胡乱学了一点，算不上会医。圣经有太医诀，你若真心想学医经要理，可去太医局进学。祁公子说笑，我一介平人，怎么能去你说的地方？无妨，你若将来到了圣经，可到长乐坊几家来寻我。我不会去圣经的。纪寻的药好似很有效，陆童身上的寒毒一日比一日微弱，慢慢的不必裹着厚重的毯子，穿着单衣也不会觉得冷。你的毒解了。多谢。我没有银子付你。不用银子，这是药方，你所中之毒我过去不曾见过，为防万一多备了几副药，你再坚服几日或许更好。你要走了？我在这里耽误太久了，我多付了5日房钱，你可以在这里多休息几日。17姑娘，日后受了伤要及时医治，你是医者，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。我走以后，切勿讳疾忌医。陆童沉默良久，轻轻嗯了一声。第二日一大早，陆童推开门，一眼就瞧见隔壁屋屋门大开着，待走进去，不见纪寻和车夫的影子，就连屋子里堆放的行囊和他们自己的杯盏也不见了。纪寻走了，没有与他打招呼，没有知会任何人。就在这个春日的清晨，这2人便悄悄走了。姑娘，还好您在呀。昨天夜里跟您同行的那位公子付够了先前欠下的房钱，玉佩我放家里了，
本想今儿那一早就拿给他，今天一早人都走了。您呐，既然与他认识，这玉呀，给您也是一样的。麻烦您呢，将这玉带给那位公子。咱们客栈可不是占人财物不吭声的黑店嘛。我知道了。锦衣官，白日，你去给金侍郎施诊了？是。听说金侍郎病情已有起色，不日将痊愈。病症每日都有变化，不敢说满。先前我见你在药库挑选药材，问过你是否用过红方絮，你否认了。你为何否认？你很聪明啊。红方絮有毒，除了御药院医工，寻常医官无法随意使用，所以你只让御药院的医工何秀取来红方絮残枝碎叶，这些碎叶不会记录在册，用了也无人发现。但你忘记何秀出身贫苦，红方絮除去毒性后可入药，即便碎枝残叶卖到御药院外亦能换作银两。你只让何秀提供少量碎叶，剩下的何秀不舍得丢，攒在屋中，趁巡修时托人倒卖于圣经医行。陆医官，你还要否认吗？陆童心中一紧，他确实让何秀帮他拿过红方絮碎枝，为了做出那日在司礼府迷晕七玉台的迷香。你身为医官，明知红方絮有毒，却为一己私欲无端用在人身上，哼！贻误性命，有损医德。锦衣官，你有证据吗？我当然有。虽然你给金侍郎的药方里没有红方絮，但我让人寻了他的药渣，药渣里仍有红方絮的残絮。陆童一怔，短暂的迷惑过后，全身骤然放松下来。纪寻说的并非七玉台的香丸，而是给金显荣的药方。红方絮有毒，以金侍郎慎急用红方絮，虽立竿见影，缩短病症耗时，而常用下去必然留下遗症。医官院出诊牌方从来以病者安危为先，你却只顾眼前，滥用毒草。就算你不曾在太医院进学，但你的师傅难道从未教过你行医医德纲领吗？锦衣官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御药院规定，医官医工不可随意取用红方絮，但红方絮所遗留杂碎枝叶不计入药材，作为废料由医工自行处理。既是废料，于御药院无用，是买卖还是自用，当然由人自己。锦衣官出身高贵，不知平人艰难，废料换作几千银两，足以供给平人小半月的生活。人穷志短，换点银钱也无可厚非。陆童出身微贱，没有太医局诸位先生教导，但梁朝相关律令还是记得很清楚。就算锦衣官拿何秀发卖红方絮碎叶的事去御药院说，理应也不犯法，不是吗？那金侍郎呢？行医所用的药方本就不能一成不变。哼，荒谬！你明明有其他方式可慢慢温养他体质，偏偏要用最伤人的一种，过于急功近利。你明明在太医局春试红榜高居第一，却以我之名在医官院中仗势扬威。医者德守重，凡为医之道，必先正己。你既心术不正，何以为医？不如早日归去。就在这一片冷岑岑的暗夜里，忽然间斜刺里传出一道含笑的声音：傻站着做什么？怎么来的不巧，在教训人？要教训不妨改日。先把他借我片刻。裴大人，萧副使傍晚突然头痛，陆医官随我去看看。好，我去拿医箱。等等，陆医官医术不达，裴殿帅不妨换一位医官。不用换，我看他很好，殿前司没那么多规矩，禁卫们也喜欢陆医官的很。
像在为身边人撑腰。裴云映说完这句话，便不再理会他。走吧，陆医官。陆童回神儿，取了衣箱跟上他脚步。你刚才怎么不还口？平日里见着我处处针锋相对，对这个纪寻倒是规矩得很。刚才看见陆医官站着挨骂，我还以为看错人了呢。你偷听我说话？偷听？我哪有那么无聊啊？医官院大门未关，你们两个站得光明正大，那位纪医官的声音可不小啊。刚刚怎么不反驳？反驳什么？他说的也是事实。我本来心术就不正，你不是最清楚吗？纪家那位公子风情高逸，修德雅正，不知人性歹拙，他的话你不必放在心上。金显荣这些年好色无德，真用了毒草也没什么，就当为民除害了。见陆童不说话，裴云映又笑道：怎么一副失意模样？纪寻虽然长得还行，但陆大夫也不像是会为男人要死要活的性子，何至于此啊？裴殿顺大晚上来找我，到底是为何？有新的药方要给陆大夫看，不过做戏做全套，总要找个理由嘛。不过你真把毒草用在了金显荣身上？喂，听说那毒草很珍贵，我还以为你要用在戚玉台身上呢。说不定将来正是如此。悠着点吧，陆大夫，树敌别太快，否则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。殿顺还是先管好自己，下次去行刺什么人的时候，可别又让人砍了，到处窜逃。上车吧。马车在府门前停下。听说金侍郎前些日子身子不适。是，没想到这事儿纪医官也知道了。金侍郎近来感受如何？刚开始呢是有些不好，我后来换了陆医官来给我行诊，感觉就好了很多了。我知道金侍郎急症，但有些问题不太了解，所以令人寻回陆医官给金侍郎所煎药渣。我在药渣中发现红方血的残迹。陆医官给你抓取的药材中用了少许红方絮，红方絮有毒，用在方子中不妥，常用伤身。多年以后，侍郎年纪渐长，疑症渐渐显出，会使侍郎万物头痛，是中毒之祸。以侍郎之病，用此毒做药也，得不偿失。金侍郎，可明白我刚才说的话？纪医官呐，你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红方絮、绿方絮什么的，我不学医不太懂啊。但是这方子有毒，常用伤身这事儿我知道啊。什么？金显荣呆了呆，小心回道：陆大夫早就跟我说过了。太阳渐渐落山去了，最后一点晚霞落下，院中燥意未退。公子，不如晚些再来。纪寻摇了摇头，面前屋门吱呀一声开了，陆童背着衣箱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陆医官。纪医官。今天我去了司礼府，见到金显荣。金侍郎说，你已告知过他药方中使用红方絮，并说明红方絮毒性药理。是。既然如此，前日在医官院门口时，你怎么不解释？其实不必解释，换作寻常医官，应当不会在金侍郎的药方中加上一味红方絮。纪医官评说我急功近利，并没有错，只是金侍郎比我更急功近利罢了。那些流言蜚语呢？那些流言真是陆医官自传？传言纪医官与我关系匪浅，亲自点我做春氏红榜第一。然而我刚入医官院，便被发配南药房，后又被分派给金大人行诊。都说仗势欺人，看来纪医官的事不太有用啊。抱歉，先前的话我早就忘了。纪医官，我并不在意旁人言论，也不会将此事放在心上，所以你不必对我道歉。这世上
有人行医是为了救死扶伤，善泽天下；有人行医只是为了温饱果腹，想赚点银子往上爬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话毕，冲他微微颔首，背着衣箱径自离开了。林间幽密，空气中弥漫着鲜血温热的腥气。陆童拼命地抵着面前扑向自己的利嘴。秦虎，做得好，咬住他，别松口。草径深幽，马蹄踩过落叶上，窸窸窣窣的细响。哥，你真的不先处理一下伤口吗？要不看看周围有没有上山的医官，先给你瞧瞧，然后我……不用。栀子回来了，他猎了个什么呀？个头还不小啊！好栀子，快让我看看，这是狗獾、兔子，好像是只白狐狸啊！黑犬迅速疾风，几下扑到三人面前。三人一愣，那嘴里叼的哪是什么白狐狸，分明是只白色的衣箱。栀子，你这是偷了哪位医官的衣箱啊？衣箱就是寻常衣箱，与市面医行那些老大夫、医官院的医官们所用大小无异，看不出什么区别。袋子上却绣了一圈木槿花。啪的一声，衣箱砸到地上，一只银戒滴溜溜滚至他靴子边。青年定定地盯着那只银戒，忽然弯腰将它从地上捡了起来。一瞬间，脑子里掠过很多零散的画面：雪夜、大寒、破庙灯花、刑场、蜡雪、供桌下破败木头聚拢的篝火。戴着面衣的女童抱着那只破烂的衣箱，紧张生涩地为他缝好伤口。殿帅的人情不太值钱，不如银子实在。裴云映蓦地握紧银戒，问面前的黑犬：他在哪儿？栀子高兴地吠叫一声，腾地一下跃出老远，朝林中某个方向奔去。青年翻身上马，调转马头：去哪儿？三殿下还未下山。你护着，我有急事。好，秦虎，有得好！陆童的执着反抗令戚玉台意外，夹杂着几分莫名的惊喜。秦虎，咬死他！猎犬兴奋地咆哮一声，再次冲上前来，凶狠地扑向他脖颈。陆童被扑得全然仰躺在地，猛兽的牙就在离自己头脸很近的地方，他的胳膊塞在猎犬的利嘴之中，硬生生的不让他继续向前。很累，实在太累了，很想好好睡一觉。陆童的眼角有些湿润，浑身力气在渐渐流失，四周像是忽然变得格外安静。戚玉台同护卫的说话声顺着风传到他耳中。就这么咬死了，有点可惜。但谁叫他惹妹妹伤心啊？哼，我做哥哥的，当然要为妹妹出气。林间躺着的陆童茫然一瞬，恍然明白过来，原来是这个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陆童茫然地想，如果陆谦还活着，知道他如此受别人欺负，也会为他出气的。他也是陆谦的软肋。眼中蓦地迸出凶光，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，陆童把胳膊往面前犬嘴中猛地一塞，而他翻身坐起，扑向面前的灰狗，一口咬上灰狗的喉咙。那点细弱的力气根本无法咬断对方的咽喉，却能使畜生也感到疼痛。另一只手胡乱地摸到头顶的发簪，握紧木槿花枝，对着脑海中的仇人挥舞，就如眼前对准狗头猛地向下一刺，像有极轻微的声音从四面发出。猎犬与人撕咬在一起，分不清是狗还是人在叫，直到血染红了满地荒草，人和狗都不再动弹。秦虎，陆童猛地抬头，戚玉台顿时一僵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拿下！陆童本就力竭，须臾间
被护卫扭着身子制住。秦虎，杀了这个贱民！陆一官，陆童看着跑向自己的林丹青，浑身放松下来。我见你迟迟未归，还是不放心，又看到你流的灰烬，你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？我这里有止血丹，快服下。七公子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回殿下，下官本在围场围猎，秦虎追逐野兔，突然听到林间秦虎惨叫，所以追随至此。谁知翰林医官院的医官说，有人自称架步郎中受伤，引走翰林医官，怎么会与你在一处？架步郎中，下官不曾见过架步郎中的影子。可的确是护卫将陆医官引走。陆医官，你怎么会在此处？我随护卫来到此地，察觉不对，还未出声，就被恶犬扑倒在地。恶犬伤人，为自保，不得已下，误杀猎犬。陆医官这话的意思是我故意将你引至此处，让秦虎扑咬你。哼，简直荒谬！且不提我与陆医官无冤无仇，为何要行此害人之举？这位翰林医官既然说有奸人护卫将你引走，当时在场人均能作证。诸位且认真看看，本公子身边的护卫可有那张奸人的脸啊？本公子不知道你们说的那个人是谁，可我们戚家的名声也不是能随意诋毁的。再者，就算不提此事，秦虎可是真被人给害死了，秦虎就是死于他之手。玉台说的可是真的？陆医官怎么可能杀得了秦虎呢？秦大人，若非亲眼所见，我也不敢相信。殿下，秦虎是当初太后娘娘所赐，玉台精心奉养，才长至如今英武模样。秦虎虽非人，却通晓人性，忠厚机敏，常伴玉台左右，如今却遭此横祸。玉台罪该万死，未曾护好秦虎，此行之过自会向太后娘娘请罚。然而毁坏御赐之物，陆医官也罪责难逃，请殿下做主。哼，可笑！陆医官都已经被咬成这副模样，伤重未治，七公子居然还要追责，这是哪门子的道理？请殿下做主。不妥，殿下，下官刚刚检查过陆医官的伤痕，皆为猎犬所伤。《论语》曰：“救坟。”孔子退朝曰：“伤人乎？不问马。贵人见处，故不问也。”下官认为，当务之急，应先医治陆医官的伤势，再做其他打算。启医官听不明白吗？这可是御赐之物。哼，只是一牲畜。说的也是，七公子，太师大人慈悲心肠，年年施粥赈济贫民，广积福德，不如网开一面，饶了陆医官一回。陆医官也被猎犬重伤，也是知道错了。确实，按说此举应属意外。我看陆医官也受伤不轻，若非情急，应当也不会冲动下手。梁朝律中言明，诛畜产及弑犬，有斥踏孽人，而标识羁绊，不如法。若狂犬不杀者，吃4时。以故杀伤人者，以过失论；若故放令杀伤人者，减斗杀伤一等。七公子蓄养狂犬杀伤人，当以过失论责；而我斗杀恶犬，按梁朝律，并无过错，不应问责，请殿下裁夺。纪医官言之有理，虽然陆医官杀犬，但猎犬伤人在先，情有可原，倒不至于重罚，不如各退一步。殿下发话，玉台不敢不从。其实玉台也不想为难陆医官，只是
秦虎自幼时便陪伴我身边，善解人意，赤胆忠肝。玉台请陆医官对秦虎磕3个头，此事就算了。陆童握紧双拳，盯着齐玉台，心中腾地升起一股滔天的怒意。也好。一语落地，陆童忍不住想要拒绝，被林丹青暗暗拉了一下袖子。陆医官，还愣着做什么？陆医官，这要多谢玉台心软。陆童捏紧拳，咬紧牙关，双腿膝下仿佛生了刺，每往下弯一厘，心中就越痛一分。别跪！陆童一怔，紧接着有人翻身下马，一只胳膊从他身后伸来，牢牢拖住他即将弯下的脊梁，让他倚靠在他身上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说，人怎么能跪畜生？殿帅此话何意？七公子听不明白吗？我说，人不能跪畜生。你，七公子，太后娘娘常年万恩寺礼佛，明悟佛理，清净无为。你却借以太后娘娘之名，让恶畜行伤天害理之事，毁坏皇家名声。牲畜事轻，皇家清明事大，事关太后娘娘名声，岂能草草了之？我看还是回朝后由御史写折上奉，在朝上认真说说吧。一畜生而已，何必大动干戈？围猎场上不妥，有什么事还是下山再做商议。自然。太子见此情景，一拉缰绳，调转马头，吩咐骑队下山。四周人看了这么场戏，聪明的也不敢久留。裴殿帅倒是对陆医官的事儿格外上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二人关系匪浅，这么着急忙慌的赶回来。敢问殿帅，他是你什么人？寨主，他是我的寨主。不是让你在床上休息吗？怎么随意乱跑呢？你怎么没走？我也受伤了，当然要留下来治伤了。陆童恍然记起，似乎是听林丹青说过三皇子临终遇刺，裴云映护他下山的事。一点小伤，常进替我处理过了。哎，倒是你啊，伤得不轻。今日你不该出面，戚家想拉拢你，众目睽睽，你与他针锋相对，使戚玉台颜面扫地，之后必然记恨上你。以殿帅之精明，不该行此贸然之举。我不明白，殿帅为何帮我？你倒为我思虑周全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你是我寨主，故人恩重，实难相忘，是不是，17姑娘？陆童怔怔地盯着他手中银戒，他怎么在你这里？之子捡到了你的衣箱，不小心摔坏了。比起这一句，你不该问问我别的？问你什么？问你5年前为何会出现在苏南刑场？你知道，我从不打听旁人私事。怎么说得如此生分呢？好歹你我也算是故人重逢，早知你我会再次相见，那天在破庙里，我就该摘下你的面衣。可我怕被殿帅灭口。哼，这话好像应该我对你说吧。救命恩人，这些年过得好吗？还好。你呢？我也不错啊。你不害怕吗？什么？我是会去刑场上偷尸体的贼。戚玉台的狗被我杀了，难道你没有看见？那些人现在都不敢看我。有一点，不过欠债的怕债主，天经地义嘛，和别的倒没什么关系。就算我姿色过人，陆大夫也不必看这么久吧。裴大人的确移形绝丽，若是没点姿色，怎么会被太师千金看中？你说什么？听说你要做太师府的乘龙快婿了。
哪来的谣言？少回我青玉啊！我要是打算和太师府结亲，疯了才会来救你。说不定你想拿我人头做投名状。哦，你真是会恶人先告状啊！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裴大人若洁身自好，就不会招蜂引蝶。我招蜂引蝶，不洁身自好？喂，陆大夫，我帮了你，你不感谢我，怎么还血口喷人呢？我会被七玉台设计受伤，本就因殿帅而起，不找殿帅算账已是厚道。殿帅哪来的脸面让我道谢？什么意思？陆童哼了一声，想了想，终是把先前在医官院门口遇到7家马车、黄毛岗上和恶犬撕咬时七玉台说的话一一说与他听。就因为你四处招蜂引蝶，惹得七玉台为他妹妹打抱不平，如今七玉台已经恨上我了，我日后想要再接近他又犯了难。裴大人，你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七玉台的狗被我杀了，待回城只要随意找个借口就能让我离开医官院。村民从前为七玉台行诊，想找理由轻而易举，我若离开医官院，报仇一事遥遥无期。怪我，这件事交给我。你不会离开医官院，七玉台暂时也找不了你麻烦。你想做什么？你我现在本就说不清。哼，反正今夜一过，你我二人流言也会满天飞。还是怕你那位未婚夫不满？哎，不过我猜啊，他应该不怎么介意。什么意思？裴云硬挑眉，目光掠过桌上银戒。不是你。哦，年少有为，家世高贵，在宫里当差忙得很。陆大夫又与人家有救命之恩，金童玉女天生一对，此行上京就是为了履行婚约。你闭嘴！哦，听那位杜掌柜的描述，我还以为他说的那位未婚夫是我呢。当然不是，宫里当差的人一衣箱下去能砸死数十个不止。年少有为，家世高贵的贵门子弟，圣经也并不稀奇。至于救命之恩，我一年到头在医馆做馆，来来往往救命之恩记都记不过来，难不成个个都是我未婚夫？殿帅谨言慎行。哎呀，陆大夫，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。陆童瞪着他不语。行了，都你的，别这么激动，当心气大伤身。不过未婚夫这个身份，你用来复仇倒是会行不少方便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也可以帮。不必，不用殿帅帮我什么。刚经过此事，你又才当着太子的面说过此话，就算戚家不满，也不会现在出手。我要回西街休养一段日子，正好有别的事要处理。如果裴大人真想帮我，就让这些日子不要有多余的事来打扰我，不管是戚家还是别的什么，给我多一点时间。好，你担心的事不会发生，戚家绝不敢赶你出医官院，也不会耽误你报仇。这段时日你留在医馆好好养伤，若有麻烦，让人去殿帅府寻我。陆童微微一顿，攥着药碗的手不自觉收紧，他好像撑腰撑上瘾了。宫里的去疤药，上回你不肯收，这回总肯收了，也算还你这些年的力气。这里人多眼杂，我不便久留，衣箱等下让人给你送过来。哎，对了，之子找回你衣箱的时候，里面那块白玉摔碎了，段小燕送去修补，过些日子再给你送还回来。不用，之子摔坏的，自然该殿前私赔。再说了，我看那块玉佩成色不差，光泽温润，应该是你珍惜之物。段小燕找的那家师傅修补工艺很好，陆大夫放心，绝对看不出来。说完这句话，
他就掀开帐帘，弯腰走了出去。英雄回来了，你这一救美，殿下计划全打乱。戚家本来就对你不满，老师也瞒不住，你就不能忍忍？小二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，5年前我在苏南被人追杀，有个小姑娘救了我，她就是那个救我的人。所以你是为了这个救她？现在怎么办？提前得罪太师府，麻烦大了，你的陆仪官也会有危险。今日起，我会让人盯着太师府动作，之后我要进宫一趟。这么冲动？算了，你比我想的好得多。还好你今日有分寸，我还担心你会一怒之下杀了戚玉台。你没猜错，我就是想杀了他。就算是你救命恩人，怎么一遇到他的事你就不理智？这可不是你的风格。年轻人垂下眼帘，我也想知道，为何唯独他不同？你怎么来了？来看你，受伤了，怎么不好好休息啊？段小燕送来的野物，厨房堆不下，没法做药了。下次你不喜欢，拒绝就是。或者，你可以让他帮你料理了再回来。心领了，不过，没有下次更好。进来。陆童在屋里点上灯，刚坐下，就见一只草编石兰落在桌前。这是什么？石鼎轩的茉莉花饼，应该很合你口味。买这个做什么？那探望病人嘛，总不能空手上门吧？我以为殿帅过来是告诉我别的消息的。比如，你是怎么让戚玉台吃了这个暗亏的？你做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在猎场数位里添了几个人，7家举荐之人。怎么样？这个礼物陆大夫还算满意？见陆童一瞬不瞬地盯着自己，怎么不说话呀？我只是在想，丢了太师府这枚姻亲，裴大人这回亏大了。你又胡说什么？事实而已。话不能乱说，毕竟我已有婚约在身。都说了不是你。哦。陆童气急，他这模样分明就是不信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多谢殿帅送的玉鸡膏，好的差不多了，再过5、6日就能回医官院了。怎么有2瓶啊？谁又送了你1瓶？纪医官。纪寻？上次见你时还在被他教训呢。哎，还有猎场上戚玉台为难，他也为你说话了。哇，奇怪，你2人什么时候这么要好了？纪医官云中白鹤，正直无私，是不同流俗的君子，看见戚玉台仗势欺人，自然不平相助。先前嫌隙，既解开误会，早已不作数。同僚送药也很寻常。君子？你倒是对他评价很高啊。就算他是君子，不过你刚才说5、6日后就回医官院，不用再多休息几日？戚家现在自顾不暇，不会注意到你。等再过些时日，我要回医官院。在裴大人眼中，难道我是这样一个坐以待毙之人吗？戚玉台放恶犬咬我，要么就把我咬死，要么他就自己去死。你做了什么？做我该做之事。陆童今日一早回医官院了。知道。你不去见见他？他才回去，想来很忙，晚点吧。我也有公务要处理。你真的不去看看他？我以为你会1日12个时辰贴身盯着保护。我又不是变态。萧竹风嗯了一声，仍站在门口没有离开。出什么事了？有件事儿和你说一下，你先冷静。说。今日一早，陆童出去给人行诊。谁？
枢密院的人。阴冷暗室，火把幽晃。忙了这么久，陆医官也辛苦了，留下来喝杯茶再走啊。是，大人。从前听说翰林医官院新进医官时医术精湛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大人谬赞，陆童愧不敢当。平人之身，悉皆做管，无依无靠，仅凭一己之力春仕夺榜，进入医官院。陆医官很了不起啊。侥幸而已。哦，侥幸。陆医官救的富贵人，可不是侥幸就能做到的。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下官出身卑贱，唯有尽心钻研医术，才能得贵人入眼，让大人见笑了。所以殿前司裴殿帅的当众相护，也是陆医官自己求来的。陆医官怎么不喝茶呀？这茶很好，不要浪费，尝尝吧，陆医官。良久，他伸出手举起茶盏，将茶盏凑到他唇边，就要喝下。裴云映从门外走了进来。严大人，你想做什么？裴殿帅，在我的府邸无礼，你也太放肆了。我还有更放肆的，大人想看也可以试试。你怎么样？医官行诊，不知犯了裴大人哪条忌讳啊？行诊？不知严大人治的是哪一位，受的什么伤？不如请出来看看。哼，殿帅年轻气盛，但锋芒毕露未必是好，有时也需收敛啊。知道严大人老了，也不必一直提醒。我请陆医官行诊，裴殿帅却闯了进来，莫非裴殿帅能做陆医官的主？你二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债务关系。围猎场上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，严大人没有听懂吗？他是我的债主。那你今日是来做什么的？想动手？不是，我是来给债主撑腰的。殿帅还是太年轻，难道不知道光凭贸然闯我府邸、延误公务的罪名，就能让你吃尽苦头？真的？哎呦，说的我都有点期待了。严大人，我方才所救伤者，虽用归元丸吊住他3个时辰的性命，但他损伤过大，神志无法长时间保持清醒。1个时辰之后，他会再度陷入昏迷。倘若严大人有什么要询问对方的，最好趁着眼下神志尚明时询问，否则时候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你在威胁本官？下官不敢。梁朝律中严禁私设公堂不请旨，非法刑讯，无故监禁。刑统中又说，凡年龄在70岁以上、15岁以下，有残疾、废疾、赌疾者、怀孕者，享有特权犯官，不得用刑拷问。刑具统一规定为杖、背、腿、臀，每次30而止。方才所见伤者，断腿在先，伤重在后，应为残疾者。其身伤痕有烙铁、鞭刑、断指，已超刑统中30杖刑。如果下官刚刚搬出这个，这才叫威胁。不过枢密院官邸离皇城很近，案事必然为陛下知晓。至于伤者身痕，看时日已久，想来此之前就已经有了。种种罪名自然也与大人无关了。一路畅通无阻，右掖门离身后越来越远，直到走到廊庑。你怎么样？没怎么样。
只是去给暗室中的人治了个伤。他请我坐下喝茶，还没喝就被你摔了杯子。其实那杯茶里没毒。如果有呢？有毒也没关系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百毒不侵。日后如果再有可疑的人找你，你就先让人去殿前司寻我，若不在，找萧副使也是一样的。听见了吗？你很忌惮这个严大人吗？是，很忌惮。不过你倒是胆子很大呀。你指的是什么？拿刑筒威胁延续，想来圣经也只有你了。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你就不怕人家恼羞成怒，蓄意报复？殿帅也知道我将梁朝律背得很熟，这个时候不拿出来用，岂不是亏了？再者，我是因为殿帅缘故惹上这一身麻烦，又是为你说话才会出口威胁，殿帅怎么还在这里说风凉话？为我说话？这么说来，人情债越欠越多，都让我有点无地自容了。我看殿帅倒是坦然得很。这样下去，我不会只有以身相许为报吧？殿帅这是报恩还是报仇？我让清风先送你回去。你呢？我还有些事没有处理完，晚点再来找你。不是我说晚点来找你吗？怎么自己过来了？医官院人多眼杂，不太方便。我想了想，与其你来找我，不如我来找你。可你主动往殿帅府跑，不怕损毁清誉啊？如今你我流言，人尽皆知，我若回避，反而刻意。外人看了，还会称我装模作样，掩耳盗铃。抱歉，是我连累你了。我没有怪你。况且，你不是也不轻松吗？你又回去见延虚了？陆童顿了顿，把衣箱放到桌上，从里面掏出一支药瓶递了过去。玉肌膏，你怎么没用啊？我这一点轻伤用不上，还是你留着吧。我还有一瓶。陆童打断他，又拿了一支竹片给他。要不你来？接过他递来的竹片，抬手抹在他脸上。裴云映顿了一顿，陆童离他很近。陆大夫，你是不是想……青年轻身靠近，黑眸灿烂如星，唇角笑容明亮。非礼我。你自己来吧。陆大夫，能不能问你一件事啊？何事？当年长武县瘟疫之后你消失，真的是被拐子拐走了吗？良久，陆童嗯了一声。那既然是师父离开时，为何不告诉家人一声啊？竹片被放回桌上，白瓷药瓶在灯色下细润生光。小姐，离开前能不能让我同爹娘告别？不行哦，这是你与我之间的秘密。你爹娘连服7日解药，一毒自处。但若你泄露秘密，最后一日解药变毒药，你一门4口一个也活不了。明白了吗？陆童打了个冷战。后来他谨遵芸娘所言，每日煎了药为家里人服下。到了第6日，为家人服下解药，陆童去城门口找芸娘拿第7日煎服的药材。芸娘让他上了马车，递给他一杯热茶，他不疑有他，仰头喝下。再醒来时已山长路远。不是说要连服7日解药吗？只要6日就好了。你骗我？是啊，不然你不就有机会告诉他们了吗？小姑娘，这个叫遗憾。走得匆忙，没来得及。所以你叫17，是因为你是你师父第17个徒弟？见他似是默认，裴云映牵了牵唇。你这师父医术很是了得，怎会声名不显？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裴大人，黄毛岗围猎场，太子遇险，3皇子也遇刺，谁会是凶手？你认为是谁？说不定都不是呢。我小时候
总是和刘家兄弟吵架，有时为了报复，会偷偷将他们2人的麻糖一起吃掉，然后挑拨他们，让他们以为是彼此吃了对方的糖，其实是我干的。殿帅，你有你的秘密，我也有我的秘密。你我2人之间心知肚明，点到即止，不必再打听了。殿帅的戒指呢？当年在苏南破庙里，我替殿帅缝伤，殿帅曾允我一个人情，当年一诺，不知还做不做数？当然，你救了我，人情总要还。你想杀了戚玉台吗？我可以帮你。你不是有自己要做的事吗？要杀他，得蛰伏多久？半年、1年，还是更长？你很着急啊？对，很着急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想请裴大人帮个忙。什么忙？我想请裴大人替我画一幅画。夜渐渐深了，陆童离开殿帅府，挑几个人去丰乐楼，照上面写的做。事件领命离去。之前你帮他是因为同情，现在是因为恩情，以后呢？因为感情。你知道世上有一种治不好的病叫什么吗？小二，什么时候你和段小燕一样，脑子里除了风花雪月没别的事了？我只是不明白。如果我说我希望他能大仇得报呢？我希望他能成功，真心的。去，给爷拿壶碧光来。碧光是丰乐楼的名酒，用碧光送着福伞，令人脚下生云，飘飘欲仙。戚玉台很喜欢。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进来的却不是拿酒的美人。你是谁啊？哪儿来的不要命的混账，敢随意闯本少爷的屋子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在我面前自称少爷？这屋子我交了银子，给你1炷香，赶紧收拾滚出去！好大的口气！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！不等戚玉台说话，就来拉戚玉台，要把他推搡出去。戚玉台被这人抓着，对方身上挂了香球，离得近，顿觉一丝异香钻入信门。2人扭打作一团，2个歌龄早已吓得战战兢兢，面色惨白，争先恐后地往外跑去。倾倒的烛台中，微弱火苗却在这时骤然得神，一下子油亮起来。戚玉台猛地回神，面前不知何时火光甚亮，他下意识后退2步，脊背碰到身后的窗户，转身想拉开木窗呼救，手抓到窗户边缘，却如窗外横着一堵看不见的墙，怎么也推不开。窗户被锁上了，小木楼立在黑暗里，成了一座团团火焰山。有人！屋内滚滚浓烟，戚玉台捂着口鼻，慌忙地看向四周。与他扭打之人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，那幅取代了他喜欢的美人垂泪图，看起来不怎么令人舒适的惊蛰春雷画被火燎了一半，卷叶卷曲，却似梨园幕布，徐徐升起，露出下头另一番景象来。这春雷图之下竟然还藏着另一幅图，那是一幅极漂亮的画眉图。杨翁，耳边传来清亮周啾，一声一声，声声欢悦。别找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是太师府公子，我给你银子，我给你，别找我，别找我。所有救出来的人都挤在木楼不远的凉棚下，裹着毯子，经济未消。啊，这人是太师府公子，在哪儿啊？太师府公子在哪儿？在这里。申应凤拨开人群，低头一看，
天可怜见的，这么大火，这些养尊处优的公子哥儿应当是受惊不轻啊。没事了，七公子，火已经灭了。七公子，我是七太师府上公子，我是七公子，我给你们银子，好多银子。画眉，你有没有看到好多画眉？好多画眉，画眉流血了，要来杀人了！什么情况？这人真是七太师府上公子，怎么看起来倒像是疯子？仆役推窗，一只竹筒轻轻地贴上他的面颊。这是什么？白荷花露。胭脂胡同起火，城里卖甜浆的摊车一夜都没了，路过巷口看见的，省着喝吧。陆童没有与他客气，接过竹筒尝了一口。如何？还不错。清风在外守着，不用担心。进来说吧。裴云应一怔。怎么了？锁着门我怎么进？走窗吧，反正对殿帅来说也不难。才往门方向走了2步，身后传来一声轻响，裴云应跟了上来。确实不难。幼稚。殿帅怎么会来？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坏消息。七姐压下七玉台的事，别看现在流言纷扰，过不了多久就会平息。丰乐楼服食寒食散一事，最终会变成另有其人。那好消息是什么？好消息就是七玉台现在还疯得厉害，一时好不了，所以呢，暂时没办法出门证明自己。绕了这么大一圈，仅仅只让他发疯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干脆一把火烧了他，不怕他好了放虎归山？胭脂胡同附近就有望虎楼，2处前虎铺相距也不过1里，火势一起，怎么都会扑灭。但若用其他法子杀他，难免留下痕迹。太师府不会善罢甘休，只会牵扯更多麻烦。纵而非放，我有自己的法子。累其气力，消其斗志，散而后勤，兵不血刃。原来不是放虎归山啊，是欲擒故纵。我现在是越来越好奇了，陆大夫究竟打算如何对付太师府？这次多谢你了，裴大人。陆童想了想，伸手打开腰间挂着的囊袋，从里头摸出一只小小的粉色的瓷罐，递给裴云应。这是什么？金显荣的保养之药，我为裴大人也调配了一副。此次大火，多亏裴大人帮忙。我想了想，苏南一面毕竟也是多年前之事，这算是我送裴大人的谢礼。拿走。大人不妨收下。我换了方子，先前黄毛岗猎场之后，殿帅让人送来猎物，我取了其中的鹿血。鹿血性热，温肾补阳，养血益精，对肾阳不足颇有滋补之效，用来入药最好。御药院也做不出第2瓶。你要是再推给我这个东西，我明日就让人在皇城里散布流言，说我是你未婚夫。他默默地收起药罐，这人不识好歹且不要脸。不过你是怎么想到把丹砂和那些药汁混在一起的？父亲从班社听来的方子，后来家里校考功课时，我用来作弊。作弊？不错。他一定对我很失望。我倒觉得他会以你为荣。一个人单枪匹马杀上圣经，给全家报仇，杀了3个仇人，还能全身而退，最后一个看着也快了。我若将来也有这样的女儿，一定很自豪。令尊要是知道你如今做这些，应该只会心疼。我若将来也有这样的女孩，殿帅这是占我便宜？我这是在安慰你。我又不低落，何须安慰？虽然如今七玉台暂且失智发狂，但崔明为他行诊，
将来或许恢复清醒。一旦恢复清醒，西玉台说出丰乐楼失火当晚曾与客人争夺上房，谎言即刻会被戳穿。七青那只老狐狸未必不会察觉此中蹊跷。陆大夫，你不怕他告诉七青线索？不怕，一个疯子的话谁会信呢？哼，恐怕连他的父亲也不会相信自己的儿子吧。段小公子怎么来了？上回之子摔碎了陆一官的玉佩，大人寻了个工匠帮忙修补，昨日说修补好了，我看过了，一点裂缝都瞧不出来，就是工期长了点，不过也值得，是吧？段小燕见他接了匣子，放下心来。东西送到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大人近来公务缠身，有时不在殿帅府。陆一官若是遇到了麻烦，或是医官院中有谁欺负你，你就来殿帅府寻我，我还是能帮上点忙的。多谢。不用谢，你是大人的朋友嘛，那也就是殿帅府的朋友，帮忙是应该的。好了，快回屋吧，门外日头大，当心暑热。言罢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。祁医官，你在治新药？不是，想改改旧方子而已。纪勋认真地盯着手中的圆玉。4年前，我也曾路过苏南，陆玉一病者，在客栈为他解毒数日。离开时，将白玉压在客栈中。此玉为我母亲所赠，刻纹多出一根琴弦，乃是我亲自所画。这是我的玉，陆医官，不知你从何处得来？当年苏南一别，公子留下此玉，如今是该物归原主了。祁医官，这是你的玉。当年苏南一别，陆医官后来又发生了何事？祁医官走后，我所中之毒不久就痊愈了，之后回到家中。2年前家人病故，就来盛京投奔一房表亲。远亲今在何处？过世了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至西街坐馆行医，以求自立。但你为何不来长道坊寻我？当初临走时，我与你说过，若你想去太医局，我会帮你。我医术不精，知见浅陋，如河泊观海，井蛙窥天，怎好自曝其短，惹人笑谈。我不知你师承何人，但以你之医术，能治出春水生仙仙，早已胜出太医局学生多矣，何必妄自菲薄？我毕竟出身微贱，所以这也是你进入医官院后仍不肯与我相认的原因。你是医者，眼中应只看急症，不分贵贱，何况自清。你医术天赋过人，又聪慧勤奋，或许你对太医局存在偏见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太医局所授医经药理是寻常医行学不到的。你愿意进医官院有此心抱负，更不应浪费天赋。我知你过去所学医理与寻常医行医理不同，我会为你寻来太医院学生所用书籍，你若无事，尽可能多翻阅，若有不同看法，可来此处找我。祁医官，我说得很清楚，我学医只是为了糊口往上爬，与你善泽天下的初衷不同。你若只是为了糊口，就不会进医官院这么久，都不与我相认了。陆童哑然，其实我并非你想的那样。过去我误会你攀附富贵，医德不正，是我偏听偏信之过，我向你道歉。从纪询的药室里出来，陆童轻轻地舒了口气，白玉物归原主，了却了一桩旧事。陆医官，这是你春试大方脉医科考卷。是。当初太医局春试除验状科外，你其余9科考卷形制皆与太医局历年不同，尤其是辨证药方。
追究起来用药霸道，实属出格，但我还是点了你入红榜第一。下官不知。我与你同为平人出身，悉你才华，不忍见明珠蒙尘，是以虽医官院众人反对，仍让你做红榜第一，望你将来人心施术，以振平人声望。大人抬爱，下官惶恐。9颗卷面我都已看过，你似乎对研制新方颇有见解。10颗卷下最后一问，皆有新方阐述，这很难得。我曾试过你的这些医方，各有见解，实属奇效。但有一方，我也不甚了解，所以找你亲自解惑。陆医官，脉门通、远志、丹参、知母，此方安魂魄，止经济。但若病人除此之外，枉然如狂吃，烦邪惊怕，言无准凭，此药方似乎药效浅薄，或许使妄言妄见之症减轻，但神不守舍、心胆背惊之状犹在，如何改进呢？院士，这是在立木考核？只是与你探讨医理。医道无老少，你与我此刻并非上下级，同为医者而已。我想听听你的见解。回院士，春试考场答题时间短暂，此方乃匆匆写下，的确多有不妥。其实出考场后，下官细细思索一番，的确写得浅薄了些。狂惑疯癫之症，病由并非一种，或少有心疾，生来有恙，或风邪入血，经济入侵，又或情志变化，刺激过度。不知院士说的是哪一种？若是情志变化，刺激过度呢？可治。如何治？经济狂惑，有火有痰，下官斗胆妄语，若在先前考卷所写药方中加入白及、胡麻、淡竹粒、黄柏、柏石、血竭，再辅以金针刺入，病人心胆背惊之症或许将会减轻许多。陆医官果然见解独到啊。大人，下官此方并未经过验证，只是根据急症胡乱猜测写下，并不确定。若要行此药方，须得验看药效方可。我知道，先前事务冗杂，没来得及问陆医官，伤可好得如何？已大致痊愈，多谢院士挂怀。委屈你了，陆医官。陆医官怎么会用银药罐？别动！我不喜欢别人动我东西。陆医官，许久不见了。陆医官这里是有客人？段小公子，裴殿帅，可是有事吗？有事有事。陆医官，我这几日恐怕又积食了。听说大人要来医官院问你宝珠小姐的方子，就正好一同前往。上回陆医官给的这个下食丹，我用着很好，再来讨2瓶。段小公子常积食，只用下食丹恐怕不妥，我还是替你诊脉，重新替你配一副调养脾胃的方子，慢慢补养才是。好啊。陆医官有病人要看，我便不再多留。送来的金鉴10方记得看完，过几日我再来问你。等等，这不是陆医官的玉吗？怎么会在你身上？几寻一愣，陆统也呆了一下。裴云映慢慢皱起眉，目光定定落在几寻腰间的玉珏之上。对，这就是陆医官那块玉没错。段小公子，这本就是我的玉。但这分明是陆医官的玉佩啊，这不知段小公子此话从何而来？这块玉本就是我的，自小不曾离身，或许是看错了。言罢，暗暗对陆统使了个眼色，这一点眼神交错，落在另一人眼中。裴云映
目光微动。不是一块吗？但我看着就是一块啊。纪寻不欲与这几人多做纠缠，只微微一颔首，推门离去了。段小公子坐下吧，我先替你诊脉。哦。他身上的玉就是你的那块玉吧？是。那为什么那玉在他身上？你把玉送他了？我与纪医官从前在苏南认识，当时曾有过一段渊源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原来纪医官就是陆医官的未婚夫啊。不是。仁心医馆的杜掌柜不是说，陆医官你有个在宫里当差的未婚夫吗？来盛京就是为寻他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俩多年以前在苏南见过，你救了他，他给你留了块玉佩做信物，如今你俩相认了，名分从此分明。原来这位就是真正未婚夫啊。你也留了信物给他？也？陆医官还留了信物给别人吗？谁啊？陆大夫到底在苏南捡了多少人呢？莫非每一个都留了信物？留信物也没什么不对啊，不然天南海北，谁还记得故交恩情啊？我先前还以为杜掌柜随口唬人呢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陆医官，你和纪医官之后是要成亲还是怎么的？哦，对了，这块玉可是我送回来的，能请我和芝子喝杯喜酒吗？都说了不是。二位今日到这里来，总不会就为了闲谈此事吧？姐姐做了点心，让我给你送来。多谢。下月初7是姐姐生辰，姐姐让我和你说一声，邀你去府上。知道了。段小公子，等一下拿着方子去钱塘，有其他医官会为你抓药，我眼下正忙，就不送了。言罢，径自出去了。原来如此。哥，咱们修那玉花了不少银子，结果原因是给纪医官的。反正纪寻是陆医官未婚夫，是不是可以问他要回银子啊？他好像没有承认纪寻是未婚夫吧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。你想啊，陆医官把那玉佩放在衣箱里，日日不离身。先前咱们就怀疑这玉佩对他意义非凡，若不是未婚夫，他干啥把纪寻的玉这样细心保存啊？要说陆医官眼光真不错，纪家公子虽然性情孤僻一些，但家世容貌都还不错，又是同行，单看外表，实在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金童玉女啊。你收了纪寻银子？没啊。这样吹嘘不知道的以为你是他纪家的人呢。下午你去宫中轮值。哥，今日不该我轮值。但我看你很闲，闲到有心喝人喜酒了都。不是，哥，我就是……立刻就去。哦。别动，陆医官不喜欢别人动他的东西。陆医官不喜欢别人动他东西？不错。原来如此，可我不是别人。陆童进屋的时候，屋中气氛有些奇怪。陆医官，我有话要与你说。好。可否请裴大人暂时回避？裴大人，请先出去吧。裴云映蹙眉，定盯了他片刻，仿佛被气笑了，一言不发出了门。陆医官，坐下说吧。好。你被停职一事，是否另有隐情？纪医官应当已经听说了。随意翻看药单，的确有悖规矩，但你被停职的真正原因，应该是控诉崔院士剽窃药方一事。控诉？不是诬陷吗？纪寻接过茶盏，默了一下，道：“我看过你的药方。”什么？太医局春试后，红榜所有学生的考卷我都看过，你的10份药方皆有不足，但也不乏精妙之处。若加以改进，未必不是救命良方。我回医官院后才知你被停职一事。竹灵问过当时医官，按你后来所言增添药材，我看过药方，的确对治疗癫痫有效。莫非纪医官认为我是被冤枉的？相信我所说，院士剽窃了我的药方？没有证据之事，不可胡说。仅凭你只言片语，的确无法判断。最重要的是，七公子
究竟是不是癫症尚未可知。七公子的医案，只有院士能看到。外头传言，七公子只是受惊。从前我不明白，现在我知，平人医官在皇城中行事，比我想象中艰难更甚100倍。今日我来，只想告诉你，七公子一事，或许暂时无法还你清白，但我会与院士说明，3月之后，一定让你回医官院。当年苏南一行，我曾说过，你若来盛京太医局，我会照拂你，但你并未前往太医局，我还对你诸多误会。如今你既进医官院，若遇不公委屈，我自不会袖手旁观。吉勋叹息一声，又低头从布囊里取出几个精巧瓷瓶，这是神仙玉鸡膏。你回到西街，时时取药不太方便，我新做了几支拿给你，不必减省。你的伤应当更细致养护，以免日后落下疤痕。多谢吉医官。指责院士一事，或许是我太捕风捉影，未经求证，胡乱攀扯，确我之过。院士责罚停职也是应该。此事到此为止。吉医官原本也和此事无关，之后也无需为我费心。待3月后，院士如何安排，陆童都坦然接受。至于这些药膏，既是吉医官一片心意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如此也好。黄毛岗受伤后，你本就应该多休息些时日。这3月，你就在西街好好养伤吧。时候不早，我傍晚还要进宫一趟，不便多留，告辞。他冲陆童拱了拱手，这才起身告辞。他倒是大手笔，送你这么多秘药。殿帅有话对我说。我忙了几日，一回殿帅府，就听说你离开医官院的消息。本还担心你不习惯，没想到你适应得很好，日子和在医官院时也没什么两样嘛，连同僚都追到西街来了。殿帅若想要，送你就是，全拿走吧。人家送你的，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呢？况且这对你伤有好处，自己留着用吧。所以，为什么离开医官院？离开？殿帅，我是被停职。我看起来像个傻子吗？你为何非要闹这么一场？我欠了苗先生一个人情，本来说好进医官院就该动手，耽误这么久，是时候还了。只是为此？我以为你有别的计划。哎，你该不会在方子里动了手脚？陆童笑而不语。难道你一早就知道七玉台有疯病，所以提前布置？春事时，我不知道七玉台素有颠疾，我只知道崔民是个会窃人药方的小人。我虽写了10副新方在每科考卷下，以诱对方贪心上钩，却也故意留下缺陷。崔民是个并无真才实学的小人，就算拿到方子，虽有益处，却未必能补上缺陷。但那时不得不寻求写药方的主人帮忙。如此一来，我对崔民来说永远都不会成为废子，永远留下一线生机。我没有殿帅想的那般厉害，能提前预料将来发生之事。崔民会用此方给七玉台治病，也出乎我意料。是老天将机会送到我面前，我将计就计而已。行事之前留下后手，毕竟一副方子要想得来也是很不容易的。将欲败之，必固辅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。现在想想，当初我得罪你时，你应该对我手下留情了吧？殿帅谬赞。那药方有什么问题？他会疯吗？或许。原来你打的这个主意啊！崔院士，你终于来了。你为何在这里？他当然在这里。苗先生是仁心医馆的坐馆大夫。坐馆大夫？他是罪臣，怎么能坐馆？为何不能？当年苗先生被赶出医官院，医官院对他的惩罚这一条里，可从不曾说过将来不可再度行医。
你来干什么？崔院士是来找我的。不错，我来。你们是一伙呢？你何时开始在这里做官？春事之前就在了。崔院士怎么会突然前来？莫非七公子又发病了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是故意留下有问题的方子诱我上钩，就是早已料到今日。你在说什么？是不是故意很重要吗？将别人所有之物据为己有，迟早有一日会付出代价。崔院士，就算春试考卷上的药方有问题，就算在你药试中我所言材料有所错漏，只要你不生出觊觎之心，甚至只要在做这件事之时顺带提一提我的名字，今日便不会落到如此被动的下场。这么多年来还是只会同一招，看来你不仅卑劣而且愚蠢。陆童，你为了对付我，为了报复当年之事，竟敢对太师公子动手，你完了，他也跑不了。戚家绝不会放过你们，你这是找死。这与我何干？方子是崔院士亲自研制，这一点当初当着医官院众医官停职时就已是尘埃落定的事实。院士身为医官院之首，总不能一出问题就往旁人身上撂担子吧。陆童，要怎么做你才愿意补上方子中的错漏？只要崔院士线下向天下人说明，当年所书崔氏药理乃窃取自前院士医方手札苗氏良方所著，且承认当年陷害副院士之罪，告诉大梁所有人你就是个沽名钓誉的骗子，我就放过你。不可能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戚玉台的病情全盛京人都不知道，你知道了他的秘密，你以为你能活得了吗？崔院士，你不是活下来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崔院士忘了一件事，太师府需要一个治病大夫，你我同出身于平人，谁去都一样。我当然不会死，因为我要将你取而代之。天色全然大亮，街口坡下的清水已经被清晨的热气蒸开，照着一点日头的金色。崔明二人已经离开了。小陆，刚才真是崔明过来了。是。哦，我快不认识他了。小陆，刚才崔民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故意留下有问题的方子，诱崔民拿有问题的方子给太师儿子治病，你胆子太大了。苗先生，药方是我在春试考卷中写下，春试时我尚未进医官院，连太师府有什么人都不清楚，如何能知道将来戚家公子会犯病呢？还恰好犯的是癫疾。你是说这是意外？不错，先生也知道我的新药方一向不够稳妥，没想到戚家公子会突然发病，崔民竟胆大包天，直接窃取，连药方中不足也不曾发现，才会自作自受。那他怎么一口咬定是你动手脚？丧家之犬胡乱攀咬也是自然。先生放心，我又对戚家并不了解，怎么可能提前做局呢？是他自己亏心事做得太多，业力回报而已。可是小陆，如果戚公子一直不好，崔民继续发疯，会不会连累到你？不会。为善者天报之以福，为恶者天报之以祸。崔民为恶多年，是该大祸临头了。又过了2日，盛京医行出了一件大事。当今翰林医官院院士崔民被人举告陷害同僚，剽窃医官药方。
崔家一夜之间下狱，连带着崔民最信任的下属曹怀一并倒了大霉。你来看我笑话的？我来只为问一句，当初医官院中，你为何要陷害我？为何？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？苗良芳，你太自负了。其实你什么都不懂。如我们这样的平人进医官院，若无背景支撑，仅有医术，也不过是立个靶子给人打。你被人欺负，为何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什么用？我不过是你的陪衬，衬托你身为平人是有多么出众的天赋，有多么的了不起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为何不这么想？如果你有半分念及我，当初副院士之职就不会推举别人了。我没有推荐你，是因为副院士之位要看立木考核的成绩，你的成绩并不合格，所以你为了这个陷害我。苗氏良方在你手中没有价值，它真正的价值是可以换来富贵和前程，抛弃那些无用的清名，让人当上人上人，过上好日子。所以你过上好日子了，那你现在做到人上人了吗？人命贵贱，胎中自带，这辈子没指望了，下辈子希望我投个好胎。卑贱贫穷，非士之如也。如今你冤屈既洗，绕了这么大个圈子，今后打算如何？回医官院做你的院士？我不回医官院，我老了，腿也不好使了。这些年盛京医籍变化不少，医官院早已不是当年的医官院，回去也做不了什么。我以为你做这些是为了拿回院士之位。其实当年之事我早已看开，离开熬煮药膳本就是我有错在先，至于你拿走苗氏药方，说到底也造福天下医工，利民之举，不必追名。若不是小陆出力，我根本不会与你纠缠。陆统，原来如此。会咬人的狗不叫，我这条狗下来，他这条狗上去，会咬掉戚家一块血肉来的。苗良芳皱眉，你在说什么？崔民却闭上嘴，不愿再多说一个字了。外头的狱卒走了进来，摇了摇铜铃，示意探视时辰已毕。苗良芳扶着拐杖站起身来。阿民，走到如今这个地步，你可曾后悔过？待他走后，空荡荡的牢房里再无一丝人气。躲在角落中的人将头埋进掌心，一动不动。久久后，从掌心里发出一声轻微的饮气。姑娘，我还是不放心，要不找小裴大人帮忙？找他做什么？小裴大人手下人多呀，我看话本里那些个王爷将军手下总有几个无所不能的侍卫，让他分一个给你，藏在太师府里，若你有危险，还能护你一二。这话本太过离谱，日后你也少看。太师府禁卫森严，与医官院不同，他想安排人进去，并非易事。再者，欠裴云英的人情已经够多了，再多下去，就快还不上了。还不上就送礼嘛，拿人手短，咱们送些厚礼给他，收了东西总不好不帮忙吧。
姑娘，你可知小裴大人平日喜欢什么？咱们问杜掌柜提前支点银子，凑钱买点贵礼送去。要是生辰最好，他生辰是多久？我生辰在姐姐生辰1个月之后，8月19。怎么，你要替我过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这医馆的确不如太师府戒备森严，我在门外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声，怕你们出事才进来的。小裴大人到了，我去厨房煮壶热茶来。裴云映走进屋，把手中竹篮搁到桌上。这是什么？茉莉香饼。石鼎轩的。路过，刚好有卖剩的，顺手买了1盒。陆童沉默。1盒香饼而已，又不贵重，你怎么那副表情？都已经子时了，殿帅还四处乱跑，难道不曾听过休养安神的道理吗？熬夜会死。死就死吧，人固有一死。你要去太师府了？是。怎么会去戚家？我以为你是想借崔民的手杀了戚玉台。无知无觉的死，实在太便宜他了。你进太师府是为了给他下毒？不，我会治好他。疯子得不到惩罚，只有清醒的人才会获罪。至少他死前应当是清醒着才对。戚青并非傻子，昨日起已让人去苏南查你的底细，我已让人处理，但就算查不出底细，戚青也已经怀疑到你身上。之前他已令人查过一回长武县陆家，戚青很敏锐。我知道，先前他来仁心医馆时已经试探过我一回，就算他去苏南查也查不出什么，至多证明我说的是事实。戚青知道我心怀鬼胎，但他没有办法，因为只有我才能救治戚玉台。在他的眼里，我是个自作聪明、胆大包天、妄想与高门做交易的贱民。他轻视我，所以我才有机可趁。进入太师府后，你打算如何？攻强以强，离亲以亲，散众以众。我总有我的办法。但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殿帅，这世上有父母为儿女杀人放火，有儿女为父母报仇雪恨，很公平。复仇从来都很危险。这次不同，你去太师府是将自己独自置身危险之中，他随时能对你出手。如果你出事，周围没人能救得了你，我让人混入太师府接应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就行。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啊？什么？你是我债主，可以随时支持我，只要你说，我就会去做。救命之恩珍贵，人情也用在刀刃上。日后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想请殿帅帮忙，但那时不会和殿帅客气的。何事？现在不便告诉你，等时候到了，殿帅自会知道。神神秘秘的，你对付太师府的计划可靠吗？真的不需要帮忙？殿帅也听过一句话：木言至手，手可热；须臾火尽，灰易灭。物极必反，恶极必亡。有的人也到了该灭亡的时候。离开仁心医馆时已经是深夜。之前给戚家准备的钉子，送一颗进去。大人，要提前动手吗？不是，明日陆童进太师府给戚玉台治病，暗中护好他。清风领命离去。殿下要是知道你这副模样，一定很后悔将你拉扯进来。你现在看着不太冷静。你是怎么说服我爹的？是戚大人亲自找的下官。这里面不会有毒吧？戚公子说笑。谅你也不敢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陆医官喂我一下。陆童垂下眼睛，端起药碗，拿起汤勺凑至戚玉台唇边。不知不觉，他将一碗药喝完。陆童放下空碗，戚玉台眯着眼睛看他，
上回在黄毛岗宁死不跪，我还以为陆衣官有多清高呢，没想到还能见到陆衣官这么低三下四的一面。怎么，你那位好情郎裴云映呢？让你来伺候我，要是他也看见你低眉顺眼的伺候别的男人，不知还会不会要你啊？医者治病，天经地义，七公子慎言。七公子记得每日按时服药，不要过多走动，多在府中休养。七大人叮嘱过，渐进立秋，被褥不可过薄，屋中熏香时时更换，戌时前务必就寝，饭食清淡。每日的药不是你来做吗？又看一眼门口边上的矮榻，神色玩味。哼，你都与我共处一屋了。先前七公子病急，下官留在府上为七公子治病。如今七公子已醒，病情亦有好转，七大人准许下官回家，日后每隔一日登门为七公子号脉施诊。七公子大病初愈，切记尽心养护。先前病中七大人对公子事无巨细的关心，七公子切勿辜负七大人一片爱子之心。言毕，对七玉台施了一礼，低头退了出去。贱人，祭典之后，看我怎么折磨你。你刚喝了不少贵酒，醒酒吧。你怎么没把它重新搭起来？试过，搭了几次没搭起来，先来忙，等空了再搭。这是你自己削的？喜欢啊，送你一块。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你说。你搭木头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没什么特别，我过去呢，有时遇到麻烦，觉得棘手，就会削一块木头，算是发泄吧。用心做一件事时，心里会平静许多。如果解决了麻烦，就放一颗木头上去，时间久了，自然就成木塔了。所以，你已经解决了那么多麻烦？还行吧，还是陆大夫厉害，写在纸上，杀一个划一个，听上去可比削木头刺激多了。彼此。既然我回答了你一个问题，按规矩，你也该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只要我能回答。先前你说上京来寻未婚夫，你编纂的那个未婚夫，是以己寻为本吗？不是。哦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他抬眼看向裴云映。世子，陆姑娘，小姐已经睡下了，夫人说现在就可以出门了。知道了。这是第二个问题了。他兀地站起身，把茶盏往桌上一搁，卓群匆匆出了屋门。蓝叶斗巧需要多少银子？一次20个铜板。裴云舒让方姿递铜板过去。你俩去玩吧。今日本就是年轻人的节日，我想去见识，身份去不合适，还是你二人更方便。阿映、陆姑娘，你俩出来后说与我听，就当我也一起去过了。如果你不想去，也可以不去。去，他都说了，不退钱。裴云映笑了笑，跟在身后。诸位安静，请听我说。看看你们脚下，这五彩丝线叫情丝。堂厅4处暗角统共放了7只金喜鹊，诸位要在情丝半截中找到7只金喜鹊，谁找的最多呀，就是今夜的巧侯。黑灯瞎火，脚下又全是丝线半截，同行之人务必携手同行，依偎相伴，方能走得利落。殿帅，怎么？你快看清楚，那7只金喜鹊在何处？什么？你不是殿前司指挥使吗？身手应当很好，黑暗里也能视物。我看不清，你来看，看准了，等一下开始，直接去摸就行。殿前司指挥使就是给你干这个的？你不干我们怎么赢？从前怎么没瞧出来，陆大夫的胜负欲这么强？那可是20个铜板。行，
今日就给你使唤一回。紧接着，屋中所有的喜鹊灯都熄灭了。黑暗里，裴云映的声音从耳边传来：木桥旁莲叶下有一只金雀，离你最近，就去取那只。言罢，就要往木桥走，脚下那些丝线却如生了眼般，明明他都已经越过了，仍然缠了上来。小心，这样走太危险，你抓着我。陆童定了定神儿，顺着往上摸到他手臂，抓紧了。陆童紧抓着他手臂，放心地任由他带领。许是黑暗之中的人触觉会无限放大，他均匀的呼吸，身上冷冽清淡的香气也变得明显。到了。我去哪？哎，慢点。陆童加快脚步，赶在这对小夫妻前去抓。小夫妻中的丈夫瞧出他心思，亦是加快脚步。二人在小桥朝莲花同时伸手，陆童一把拽住莲花花茎，谁知花茎竟是绣在桥下，一拽之下，连带人也站不稳，晃得陆童往后趔趄一步。小心！陆童的背撞进他前胸，而脚下却不知踩着一个硬硬的凸起，一瞬凸起下陷。这是机关？四面有什么东西一下子从天而降，裴云映猛地闪身一挡，陆童被全然笼罩在他怀里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下一刻，堂厅中数十盏喜鹊灯大亮。喜鹊桥城催凤驾，时辰到，喜鹊叫。地上散落无数细细红绳，陆童低头一看，自己与裴云映身上也落了不少。这叫情丝绕，谱出情丝千缕，写就鸳鸯新谱。各位姑娘公子们，落了情丝的，将来二人结成连理，一辈子恩爱，白头偕老，是好兆头嘞。陆童正想说话，一抬头对上的就是裴云映俯低的目光。陆童僵在原地，背后的手牢牢拖着他，骨脊处传来微妙的暖意。一刹间，他心跳漏跳一拍，下意识后退一步。裴云映目光动了动，那些红绳缠着裙摆很紧，他便半跪下身，替他专注地拂去。哦哟，公子小姐身上缠这么多情丝，一定很恩爱喽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。二位可有找到金喜鹊呀？只差一步，陆童有些惋惜。裴云映看他一眼，嘴角一勾，一只金灿灿的小喜鹊从他掌心冒了出来。你什么时候拿到的？毕竟我是殿前司指挥使，这点彩头都拿不下，有损殿前司脸面。公子好眼力，得了金喜鹊，得了巧。来吧，七娘娘的彩头送你们二位。花衣妇人走到楼门口，从一边盛着花的匣子里取出一只极小的牡丹纹木书，递给陆童。书壁？是的呀，姑娘，这是织女娘娘骑住过的梳子。所谓缕缕青丝绵绵意，寸寸相思密密疏。用此书梳头，两个人越梳越恩爱。姑娘公子，咱们乞巧楼3楼风景独好，比清河街的玉仙楼也不差。交了钱来夜斗巧的，可上3楼观星，这可划算吧？正好方才斗巧累了，上去吹吹风，歇歇脚。你想看吗？看，给了钱的。进了乞巧楼，再上一层，灯色更亮。陆童走到栏杆前，往下俯瞰。那是傀儡杂戏，人藏在其中，傀儡做摆戏，用来庆祝祷告。民间杂戏不够大，再过不了多久，宫中天章台祭典后，挪移之礼比这更热闹。挪移之礼？皇上导祝庆宴，届时百官在场，你也能看见。你喜欢看这个？我只是在想，在这里杀个人，短时间里应当不会有人发现。你可真会煞风景。云舒姐他们怎么不在？
他肯定不会在原地等我们。可是，萧副使会护着他。虽然陆大夫对我们殿前司颇有偏见，但请相信，殿前司选拔绝非只靠脸。陆童无语，见鬼了！他怎么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？萧副使，是不是喜欢云舒姐？你怎么知道？每次我去殿帅府，他看我的眼神，像我欠了你们殿帅府银子；但他看云舒姐的眼神，像欠了云舒姐银子。怎么欠来欠去啊？刚才一路走来，他也护在云舒姐身侧。就这些？那我也欠了你，一路也护着你，怎么说？陆童一怔，心跳骤然加快，定了定神，岔开话头。萧副使喜欢云舒姐，为何不告诉他？你还真是直接。这有什么迂回的必要吗？因为他有顾虑。什么顾虑？很多，家世、性情、将来，或许他担心姐姐根本不喜欢他。萧副使看起来不是这样瞻前顾后之人。不管什么样的人，为情所缚后，都会患得患失。殿帅也会为情所缚，不过是随口而出的问题，回答的人却偏偏沉默，只久久不语地看着他。万籁俱静里，他定定地盯着陆童许久。感觉快了。街上人流如织，从乞巧楼下来时，陆童一路都很是沉默，心底似乎有什么东西与寻常不同。二人并肩走着，冷不防一只五彩丝绦从旁飞出，如只展翅的喜鹊，准确无误地飞进裴云映的怀里。陆童了然，他听银筝说起过，盛京七夕，年轻姑娘若有心仪之人，常亲手编织丝绦送与对方。裴云映平白被扔了一大把丝绦，却并不想接，见一边有香桥会，便将挂着的满身丝绦系在香桥栏杆上，只待粉点香桥，对彩绦主人也算是一种祈福祝祷。你怎么不收下？我为何要收下？都是别人心意，何必辜负？可是心意太多，盛情难却，我注定要辜负。也是，毕竟殿帅是殿前司指挥使，若不辜负180桩心意，殿前司脸面也就不保了。哎，你该不会在嫉妒？嫉妒什么？嫉妒我得了这么多条彩绦，你一条也没有。殿帅多虑，我自己会打。哦，这么厉害，那你送我一条。送他？想得美！我为何要送你？殿帅不会以为你这张脸也能迷惑得了我吧？我没说今日送啊，再过1月就是我生辰，向你讨一个生辰礼物，应当不过分吧？你生辰时，我可送了你一对金蛱蝶。金蛱蝶已经还给宝珠了。那我再送你别的。殿帅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我绣工很差，见不得人。没关系，应该不会比当年更糟了。那我就等着陆大夫生辰礼物了。乞巧市集人流不绝，听人说灯火彻夜不歇。陆童与裴云映逛了许久，直到走到潘楼下长街一条街走完，总算在一处摊贩前瞧见了裴云舒几人。哥，陆医官。陆姑娘，你们方才蓝叶斗巧如何？可有彩头？赢了一只梳子。是梳篦呀。瞧着不错。方才我们没进去，蓝叶斗巧是如何斗的？你们在里面做什么了？攀谈等回府再说，天色不早了，我看还是先送陆大夫回西街。啊，是我疏忽了，许久未出门，一出门忘记时辰。陆姑娘平日还要在医馆瞧病，歇得太晚的确不好。你一个姑娘家晚归危险，我们先送你回医馆。
七夕过后，连着下了几日雨，天气日渐凉爽。太师府院中池塘飘满了落花，屋子里七玉台烦躁地来回踱步。七公子，到时辰服药了。我不吃。七大人交代，一定要公子按时服药。父亲，又是父亲。七玉台心头火起，却又不敢违抗，兀地端起碗，将汤药一饮而尽。该施针了，七公子。银针一根根刺入肌肤，带起酥麻痒意。七公子需要记得，每日按时服药，贴身衣物隔半日换洗，不可饮酒，不可多思，虚时前入睡，用饭清淡。别说了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。七大人是关心公子，所以事无巨细。下官父母早逝，被善心人收养，然而幼时顽劣，常惹养父头疼。养父每每严厉责备，过后却会偷偷买来玩具、糖、馒头安慰。养父从来不曾夸过我，可后来却从旁人嘴里得知他常常在外炫耀，说女儿聪明伶俐。哼，你在炫耀？世上无不是之父母，七大人对公子严厉，实则一片爱子之心。正因以公子为傲，是以要求比旁人更为严苛。陆头，你不会以为你杀了我的狗，自己变做七家的狗，就能相安无事吧？哼，想做七家的狗，也要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。我看七公子脉象，过去曾有服食寒食散的痕迹。七玉台一惊，但很快放松下来，轻蔑一笑。怎么，你想举告官府？寒食散有毒，长期服用于身体有损，公子应当早日戒掉。寒食散是由钟乳、硫磺、白石英、紫石英、赤石所作，药性燥热，服食之后虽暂时神明开朗，但长此以往会丧命。下官从前在苏南行医时，曾见过一户富户人家，一家父子3人皆偷偷服食药散，在被官府发现之前，富户家老爷就因为服散之后错误冷酒，当场丧命。但奇怪的是，他2位儿子却活了下来，且行为举止如常。寒食散一旦上瘾，极难戒除，他2人却并不受影响。下官当时好奇，后来才辗转得知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寒食散有毒，有了亡父前车之鉴，兄弟2人不敢继续服食，却偶然得一偏方，以石黄、灵芝、茯苓、黄精、龙鳞草捣碎成泥，炮制晒干磨成粉末，亦能达到和寒食散5-6成的效用。真的？只是5-6成罢了，但这5-6成已足够暂时缓解其2人药瘾，且材料简单，买用不难。他兄弟2人自己叫下人买来材料做即可。正因如此，在其父病亡，兄弟也并无财源下，他2人仍能坚持多年，可见医经药理一道，变幻无穷。不可能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这么多年怎么没听过？就连医官院的书库也不能记下所有的医案，况且这些年下官也只见过这一对兄弟用过药方而已。该因此物虽不如寒食散毒性强烈，但长期以往亦容易上瘾，一次服食1小包，使人心神愉悦，神明舒畅；用上2包，燥热难当，气血上浮；用上3包，神志紊乱，犹如同时服食大量寒食散，那就会变成毒药了。医药一道，万象不同，下官如今也只是刚刚摸到了门槛，将来待学之处还有很多。他收回最后一根银针，退后2步。七公子，
针刺结束了。陆童看向门口，七玉台的侍卫和婢女立在窗下，不时抬眸朝这头看一眼。他背起衣箱，低头退了出去。待到门口时，又停下脚步。七公子神思尚未全然恢复，近几日未免生意外，最好不要出门，烦请看顾紧些。护卫点头应下，陆童这才离去。陆童抬头，就见李子树下，年轻人踩着满地金色碎影走了进来。小裴大人先坐，我去泡茶。陆童陡然反应过来，下意识想拿医书遮面前的画本，奈何晚了一步。风流世子俏神医，你喜欢看这个？不是我的。哦，银筝的。他又嗯了一声，语气仍是意味深长。来拿保住的药，刚好今日顺路，由我代拿。还不到取用宝珠新药的时候，殿帅这是记性不好？是你记性不好吧？是不是忘了我东西？忘了什么？姐姐生辰时，你承诺给我打的绦子呢？我什么时候承诺给你打了？看来根本还没开始啊。殿帅，我好像从未答应过。你不是说陆家家训一饭之恩必偿吗？好歹蓝叶斗巧那次，我替你赢了输币，要你一直彩绦不过分吧？陆童心尖微动，一时垂眸无言。你这是问心有愧，不打算抬头看我了？陆童立刻抬头，怒视着他。他忍笑，不逗你了，说正事。我已安排人进了太师府，如今七玉台院中护卫中，有一人眼角带有红色胎记，那是我的人。你若平日有麻烦，可向此人求助。若你遇到危险，他也会想办法护你周全。太师府难进，安排人进去并不容易。说我出事，你的眼线也就废了，值得吗？太师府的人都不正常，全是疯子。我怎么敢把债主一个人留在那种地方呢？况且也不算白帮忙。下月我生辰，我要看见绦子。陆三姑娘可不要又出尔反尔啊！生辰那日，我会让清风来接你的。你，我还有公务，要先走一步。画本还挺有意思的。言罢，笑着出了门。小裴大人这么快就走了，不多坐坐？他又不是医馆的人，不必对他客气。下次茶也别泡了，让他渴着。姑娘和裴大人之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总觉得什么？觉得姑娘待他有些不一样了。七玉台坐在桌前，眉眼玉色沉沉。门外有人进来，七玉台掀起眼皮。陆童进了屋，把衣箱放到桌上。七公子可服过药了？摔了。我再去煎一副。你上次对我说，你能找到寒食散的替代之物。是。你去做，做了拿给我。七公子，你如今大病初愈，不宜服食别的药。少废话。陆医官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进了太师府没那么好出去。就算你治好了我，只要我不高兴，你一样要死。别以为讨好了我爹，你就能平安无事了。崔民当初也是我爹手下一条狗，如今还不是下场凄惨。与其讨好我爹，不如讨好我。你若将我伺候高兴了，或许我一心软，之后不再为难于你。否则，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你一辈子留在戚家。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太师大人若知道此事，我会没命。我不会让他知道。此物虽不及寒食散毒性剧烈，但只能少量服食，若过量，
仍后患无穷。我心里有数，你想好了吗？我试试。你还真是个宝贝啊！难怪裴云印和纪寻都对你另眼相待。这么能干的女人，说实话，我都有点舍不得了。哼，陆一官，纪家和昭宁公府都不会容你，就算你跟了他们，至多也是个侍妾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其实你我二人也无深仇大恨，不过是误会一场。我愿意与你放下过去仇怨，重修于好。你这么会做药，跟了我也不会亏待你，就算是补偿你杀了秦虎之过了。少爷，干什么？刚才小姐院子里的蔷薇说，小姐身有不适，请陆医官过去瞧瞧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去！陆童便颔首收拾衣箱离开了。婢女走到一处门前停下，掀开香烛帘，陆童随她走了进去。我的猫儿今日一早不肯吃东西，陆医官，您快瞧瞧，是不是病了？看过白猫身体，又询问了一下这几日白猫的行为，可能吃错了东西，有毒的虫子之类，好好休养几日就好了。不用吃药吗？吃药见效快些，不用药也会自行好转。齐华营点了点头，稍稍放心了些。陆医官，之前听说崔院士出事，给哥哥行诊的医官换成了你，本想寻空与你说说话，但听哥哥院里的人说你很忙，便罢了念头。今日若不是猫儿不适，我也不会来找你。哥哥犯起病来折磨人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下官职责所在，小姐无需客气。齐华营顿了顿，抬手取下额间金莲书来。蔷薇。叫蔷薇的婢女便伸手接过，走到陆童身边，将金莲书呈至给陆童跟前。小姐赏你的，陆医官收着吧。父亲说你为哥哥病症竭力，我知先前黄毛岗一行，哥哥与陆医官之间多有误会，哥哥不懂事，这支金莲书算作赔礼，还望陆医官不要嫌弃。小姐多虑。小姐赏你的，有你做什么？这莲书比你头上那只木梳贵气多了，我替你戴上。言罢，就要伸手来取陆童发间的梳篦，陆童侧身一躲，蔷薇落了个空。这不会是裴殿帅送你的吧？不是。陆医官可知昭宁宫夫人之事？当初盛京叛军作乱，昭宁宫夫人为叛军挟持，昭宁宫为保大局，宁可牺牲昭宁宫夫人。陆医官与裴殿帅的流言我也曾听过，如今你为哥哥施诊，与戚家有交情，为这点交情我也需提醒你，昭宁宫当年愿为大局放弃妻子性命，昭宁宫世子也一样。以昭宁宫世子身份，裴殿帅将来必定迎娶高门贵女，门当户对，白首一生。贪图眼前一时欢愉，最终受伤的还是陆医官自己。其实说这些话也是我僭越了，还盼陆医官勿怪我没分寸。不会，下官多谢小姐提点。蔷薇，把莲书给陆医官带上吧。蔷薇应了一声，将那金莲书仔仔细细地戴在陆童额间。陆童若具偶人，冷漠的木讷的任他装扮。多谢小姐赏赐，若无别的事，下官先行一步。这书篦好粗糙，不值钱的东西不如扔了。是不值钱，扔了吧。泼墨阴雨，飞雨无边，行人匆忙避雨的身影，他怔忪着望着被细雨笼罩的皇城方向。傻站着淋雨干什么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找你。听说你去观相了，就来碰碰运气。没想到一来就见你在雨里罚站，你衣服湿了，这里离殿帅府近，先过去避避雨吧。言罢，不等陆童拒绝，不由分说拉他上了马。裴云映带陆童去了殿帅府的小室道：桌上有新的书尾衣服，
你先凑合一下，我让人替你烤干衣裙。殿帅府没有女子衣物，你换，我在门口守着。待换好，陆童打开门，裴云映转过身来打量他一眼。医官院虐待你了，瘦成这样。是你的衣服太大了。陆童随他进了书房。甜姜，姜蜜水，你淋了雨，喝姜水驱寒。我听说今日七玉台对你动手动脚。大人有心，还未对大人道谢。你一直待在太师府，还是太过危险。就算找人在暗处照拂，也并非万无一失。如今戚家麻烦缠身，不如等祭典后，我帮你。裴大人，为人复仇，何关乃止。我要是怕死，当初也不会来圣京了。如果今日护卫没有出现怎么办？如果他对你……不论以何种方式，我都要复仇。如果你家人在这里……别提他们。这算得了什么？裴大人，难道你的护卫没有告诉过你我在太师府的日子吗？每日要对他们剜10几次药，伺候杀害我全家的仇人。我要对他们毕恭毕敬，要叫他们大人，无论心里有多恶心也要低头，因为这样能让对方卸下防备，更容易动手。为了复仇，我什么都能做。没有自尊，没有未来，没有人情。裴大人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最重要的事。裴大人，黄毛岗的时候多谢你，但那时候是我太天真，是我把一切想得太过简单。现在的我不认为跪着就低人一等，别说他对我动手动脚，就算成了他的禁臠，我也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只要我没有自己看清自己，别人就永远别想看清我。别说了，我说过我会帮你。陆童心间一颤，藏在袖中的指尖深深地钻进掌心，疼痛令他陡然清醒。殿帅到底在做什么？苏南救恩早已还清，难道你看不出来？我一直在利用你。我没说不让你利用，陆童，你可以利用我。没有结局的故事，不如不要开始。我要回去了。我送你。不用。我让清风送你。这回陆童没有再拒绝，清风带着陆童出去了。偌大书房又只剩一人。裴云映揉揉额心，神色苦恼。太师府的探子回禀说，今日七玉台对陆童举止轻浮，但仅凭如此，不致使陆童如此反应，倒像是刻意疏离与他之间的距离。到底发生了何事？大人，昭宁公府来人了，说祠堂失火，夫人的牌位有损，请大人立刻回府一趟。昭宁公府祠堂里森森牌位阴冷，有锦衣男子站在牌位前，手持长香一一点拜。身后传来砰的一声脆响，门被推开，有人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你骗我？不这么说你怎么会回来？自新年后，你已经大半年不曾归家了。大人似乎忘了，此地并非我家。大人有话直说，就不要耽误你我二人时间了。太子被禁足了，与我何干？你要替三皇子做事，与你何干？此事陛下所为，陛下意欲改立储君，可你该知道，裴家一派早已与太子连成一片。陛下怕太子对三皇子不利，所以先下手为强，软禁太子是第一步。但他为何要软禁太子？是因为怕当年之事重演吗？因为他杀了自己兄弟上位，所以担心太子杀了自己更心爱的三子，重蹈覆辙吗？你怎么？
先太子究竟为何丧生在那场秋红之中？先帝为何不久重病不治？昭宁公不是比谁都清楚吗？他弑父弑兄，罔顾人伦，而你为了向他卖好，为了保全你的荣华富贵，将自己妻子当作投诚礼物，见死不救，眼睁睁看他死在乱军之中。云英，大势所趋，先太子已故，朝中唯有陛下能看大任。陛下多疑，你外祖一家同先太子交往甚密，若不如此，如何保全裴家？如何保全你？就算你母亲活着，也会希望我这么做的。住口！别提我母亲。裴大人，你把我母亲牌位置于祠堂，时时敬拜，难道从未有一刻感到亏心吗？哼，我忘了，你根本就没有心。不管你怎么想，我都是为了裴家。这些年我知道你怨我恨我，但你始终流着裴家血。若将来三皇子登上大位，他容不得裴家，也未必容得下你。皇家之中，卸磨杀驴之事，你难道不曾听过？你始终姓裴，裴家倒了，你也躲不过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别人能容不容得下我。就算死了，那也是将来之事。我从进入殿前司第一日起就已经立誓，我和裴家再无瓜葛。裴大人，既然做了选择，就要输得起。当年你做了选择，富贵20年，如今发现选错了，也不要狗急跳墙，那只会让人看不起。愿赌服输，你教我的。你知不知道，当年陛下登基，曾有人示意不要留下你性命。陛下终究对你有所猜忌，是我一力担保留下你一命。否则当今世上早已没你这个人。是吗？那我如今深得陛下信任，不是更难得？况且裴大人怎么知道当年没人想要我性命呢？你的庶子，你的妾室，你的继室，你的仇家，我活着是因为我努力，而不是因为裴大人你无能的庇佑。你说什么？我与裴家血缘亲情自我母亲死后已消失殆尽，裴大人不必以此捆绑我什么，没用。至于将来如何，裴大人尽可自救。毕竟当年的我就是那么做的。话毕，他颔首，转身离开祠堂。大哥，你和爹是亲父子，如今裴家遇到麻烦，理应携手。裴二少爷，现在是你们有求于人，与其在这里教训我，不如多读点书，长点本领。毕竟没有了裴家，你裴二少爷什么都不是，但没有了裴家，裴云映还是裴云映。裴云霄僵在原地，裴云映已转身离开。他已经半月没来殿帅府了，你俩吵架了？不是。那就是你没机会了。你有病啊！我是在替你担忧，毕竟还有个前未婚夫纪询。那只是你臆测。人家是君子，品行高朗。裴云映嗤笑道：君子又如何？在他眼中，与埋在树下的死猪肉也没什么区别。你很自信？当然，我和你不一样，你喜欢默默祝福，但对我来说，喜欢就是占有。别说他和纪询没什么，就算有什么，他要真喜欢纪询，我就……你就什么？我就拆散他们。所以今日你特意岔开生辰不回家，
就是要与她见面。你想见我姐，自己去就是，拿我做借口，行不行啊？你要跟她表白心意。现在不是时机，她一心报仇，无暇分心，徐徐图之更好。行不行啊？陆童离开太师府。陆医官，大人没在车上，晌午进宫一趟，让我先来接你。今日是大人生辰，所以找我做什么？大人请陆医官一句，在丹峰台等陆医官。大人先前应当与陆医官提过此事。我今日很忙，要做药。这，属下先送陆医官回医馆，待陆医官忙完，再送陆医官去丹峰台。陆童想拒绝，话到嘴边却又改变主意，没说什么，弯腰上了马车。马车一路疾驰回西街，在西街门口停下。陆童下了马车，径自回了医馆。姑娘，我刚才在医馆门口瞧见一辆马车，车夫像是清风侍卫，是不是找你有事？没什么要紧事，不用管他。上回小裴大人来医馆，说他生辰是8月19，今日就是8月19，他是不是来寻你过生辰的？不是。其实小裴大人挺好的，虽是贵族子弟，倒也没有看不起平人。天都黑了，又下这么大雨，一个人过生辰怪孤单的。我不想去。姑娘别为难自己，天冷，早点歇息吧。银筝退出屋门，陆童仍低着头，仿佛没有瞧见般，认真捣着罐中药草。夜渐渐深了，快近子时了。云印哥还没回来吗？萧竹风摇头，是不是相处的太好，舍不得回来了？醒醒，梦做完了。陆医官也真是的，什么时候做药不可呀？非要在云印哥生辰时候做药。这么大雨，等着挺难挨的。我哥不会到现在还在等吧？不会。真的？裴云映这个人很挑剔，又很骄傲，表面看着怜香惜玉，其实对人并无耐心，不会主动，更不会等人。若与人约在辰时，4时未到就会走人。他不是一个耐心等待之人。雨下大了，天地间一片沙沙声。马车车轮碾过湿地时，带出飞溅水花。车轮压过小路，在一处茶寮前停下。许久，马车帘被掀起，陆童手撑着一把油纸伞走下马车。陆童走到茶宅门口，忽然一怔，靠窗地方站着个人，听见动静，他抬眼。陆童猛地僵住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。你怎么没走？你不想见我，我也不好直接去见你，惹你生气。但我又想，万一你中途改变主意，突然想见了，我就在这里多等一刻。幸好我有先见之明。愣着做什么？裴云映出门，将窗外的陆童拉进了屋里。这里并非使馆酒楼，是我娘在世时爱来的茶室。茶室主人脾气古怪，做生意只当有时，一过有时关门归家。我费了好大力气，才答应今夜为我多留一刻。不过雨太大，刚才人也走了，饭菜凉了不能吃，酒还温着，能喝。酒为欢薄，除忧来乐。他递一盅给陆童，欢薄酒除忧。陆童接过酒盅。我娘生前喜欢此处，说这里的枫叶很好看，不过我一次也不曾来过。他看向窗外，远山细雨沥沥。你怎么不做？今日是你的生辰。是啊。送我的彩绦呢？我今日很忙，之后也会很忙。殿帅邀我深夜至此，
只是为了这些不重要之事，未免太过无聊。这种无聊的事，殿帅找别人就行，日后请别叫上我了。他低头就要出去。陆童，你曾问过我，当日殿帅府门口，你借我拒绝董林，帮我演戏之时，我为何不推开你？为何？没有理由，就是不想推开而已。你为何不问问我，生辰愿望是什么？我的生辰愿望是，愿我钟情之人也钟情于我。殿帅不会告诉我，钟情之人是我。为何不可能？西西乞巧楼上，我以为我说得很清楚。一个男人帮过别人几次就是钟情了吗？殿帅，我没那么自作多情，我不会将此事当真，你也不必当真。今日之事，你我就当没有发生过。裴云映一把按住门，挡在他面前，他高大身影拢着他的影子，第一次强势地将他挽留在原地。怎么回事？你杀人时胆大包天，怎么我向你表明心迹，你反倒胆小起来？是不是因为你问心有愧，心中也有一点喜欢我？我不喜欢你。我不信，我不是傻子。你用这种理由敷衍我，太蹩脚了。有时候你看我的眼神分明很动心。裴大人未免太自以为是了吧？就因为裴大人年少有为，风姿夺人，全天下人就该喜欢你。就因为你高贵英俊，家世不凡，所以人人都会爱你。我不是太师府千金，裴大人别太高看了自己，也别太低看别人。既然如此，当初金显荣背后长舌议论我娘时，你为何替我出气？只是寻常是真，殿帅不必想得太多。枢密院言虚，语出威胁时，你又为何搬出律法出头？我怕殿帅连累于我。七巧楼上，蓝叶斗巧，你我曾一同赢过一把书币。那书币我已经扔了。陆童，从头至尾，你真的坦坦荡荡，对我没有半点私心吗？没有。陆童拿起伞，推开他出门，错身而过的瞬间，裴云映试图拉住他，女子冰凉袖脚从他手中划过，如一缕难以抓住的清风，悄无声息溜了过去。他怔然一瞬，片刻后回过神来，几步追上。我送你。不必。陆童。陆童止步，裴云映没再上前。我让人送你。陆童没有再说什么。清风很快驾马车过来，意识到二人气氛不同寻常，不敢说话。陆童径自上了马车，落下车帘，没再回头看一眼。默了一会儿，从怀中掏出了一只青碧如翠的手镯，那只没有来得及送出去的裴云舒给他的手镯，愿他送给倾心之人。马车在西街医馆前停了下来。姑娘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累了。可是，你回屋吧，我想先歇下了。陆童坐在桌前，屋里一片漆黑。从头至尾，你真的坦坦荡荡，对我没有半点私心吗？他以为这么久了，失去一切的他，连同自己的心也一并失去，已不会再感觉出疼痛，却在这一刻明白，原来还是会痛的。一阵难忍的疼痛从胸腔处传来，陆童分不清
这是来自于心脏还是别处，只忍不住伸手按住心口。注定不好的结局，何必开始？不如成全自己，也成全他人。女子蜷缩成一团，拼命在寒雨夜汲取一点温暖。地上内侧被汗珠阴湿的画本旁，一只红色彩绦鲜亮耀眼，形状精致，早已经编织完整。接连几场秋雨，1至9月，圣经过了寒露。你来了，东西呢？七公子，你再沉不住气，当心被七大人觉出端倪，那时可就真一点余地也没有了。七玉台忍耐片刻，只等陆童随他进了里屋，施针行刺。东西呢？没有。没有？怎么没有？别以为我不敢杀你，你想用这东西吊着我，也要看有没有这个命。七公子，明日就是祭典大礼，七大人对此次祭典十分看重，不可出半分差错。我每日进府前，既要由贵府婢女搜身，若被察觉，对你我二人都没好处。你不是挺聪明吗？想办法骗过搜身对你有何难？你根本就是不想。府上搜查严苛，门口又有人盯得紧，下官不敢冒险。不过下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七公子如今急症未消，七大人爱子之心正浓，因此平日只让公子在府中调养，公子不得离府。但天章台祭典，公子可寻到空隙。你让我在祭典上服侍？祭典是皇家大事，一旦被发现是重罪。你想害死我，你其心可诛啊！非也。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宫中祭典大礼，祭典之前，白日有水殿征标，诸军百戏。祭典过后，挪移完毕。听说陛下登楼台，百官共阅烟火。大挪移前，可得空隙时机。你还知道大挪移？祭典那日，下官要随医官院一同前往席上。你真的没动歪心思啊？七公子若能忍到祭典后几日，那是再好不过，下官也不必冒此风险。为何还要等到祭典后啊？七大人当初告知下官，务必在祭典前维持七公子康健。七公子如今病已痊愈，待祭典一过，下官回到医官院，也不便日日登门为七公子行诊，太过反常，也会使七大人怀疑。罢了罢了，就信你一回。你要是敢耍花样，下官不敢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只要我纳你进门，你我自然能日日相见。哼，比起给金显荣做妾，做太师府的侍妾可要好得多呢，是不是？陆童不语。七玉台有些无趣，不过一想到明日傍晚挪移前或许能服食一点药散一解狂饮，不由心中期待起来，唯愿快些到明日。东西呢？陆童不语，从袖中摸出了一只纸包。你倒会选地方。陆童摸索起面前木偶的肚腹处，用力一扳，紧接着一扇小门弹开。你进去。什么意思啊？门外随时有人进来，躲在此处也不安全，不如藏在木偶腹中。挪移亥时开始，约莫1个时辰后，会有仪官来此。七公子若在一盏茶间服尽药散，药效消失后，就算被人发现，也可假称走错路行至此处，不会被人发现端倪。你果然胆子很大，不知在其他地方可也一样胆大。七公子最好抓紧时间。他蜷缩着坐在里头，四面逼侧，视线稍低处有一点微微的裂缝，恰可将外头的光照进一丝。他不知这裂缝有何用。哎，这里真的安全？只要七公子在药效过前待在这里，1个时辰里，应当都是安全的。哼，谅你也不敢。愿公子尽兴。陆童说完，站起身来。门被徐徐掩上，
四周一片安静，唯有裂缝中透来的光照在偶人肚腹里。事不宜迟，戚玉台迫不及待地打开纸包，深深地嗅了一口，神情间顿时陶醉。他兀自沉浸在久违的快活中，不曾察觉身后有视线。陆童回到长乐池席上时，哎呀，你去哪里了？我找了一圈都没见着你的影子。去净房回来后迷路了，问了宫女才走回来。你不常进宫，不知道路也是寻常。啊，刚刚裴烈帅过来找你。找我做什么？不知道。见你不在，他就走了。正说着，长乐池更远处竟有乐声传来。哎，快！挪移要开始了。说起来，我刚才真怕你耽误时候，赶不上的挪移开始，常一正回头又要罚你了。不会，你不是告诉过我，今年挪移提前1个时辰，虚时就要开始吗？我算好时辰的。另一头，长席不远处，戚华莹看着身边空位，眉眼闪过一丝焦灼。还未找到哥哥。下人摇了摇头。糟了，唯有将此事告知父亲。挪即将要开始，太师大人已经去了亲事官那里。看来只有寄希望于戚玉台只是暂时离席未归，若真犯忌，也怕是个无人察觉之地。库房里油灯隐隐绰绰，满地披发假面，香烛锦绣中，木偶静静伫立。大梁要是这样，多来几次蝗灾、洪灾、旱灾或是什么的灾祸就好了。这样，陛下就能年年驱挪，我便能次次销魂。哎呀，这东西倒是挺沉的。你要不钻进去看看？我可不想倒霉。晦气！挪礼快开始了，赶紧把东西送上去吧。长乐池边火焰骤起，团团青烟里渐渐显出一群戴假面之人。12名鬼面仪式跳着驱挪舞，最中间围绕着一只1人来高的木偶人。这是瘟神。从前挪礼不曾见此物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不过，陆妹妹，你不是第一次参加大礼吗？你怎会认得此物？书上看来的，一定是家人天上保佑，才会让一切顺利的不可思议。长乐池边，烟火烧灯亮如白昼，袅袅青烟中，太师温和地笑着，不似驱鬼将军，更像清明之上仙人，慈眉善目，高高在上。他举起手中的长剑。这是要做什么？杀瘟神。人群的欢呼与鬼魅挪歌混在一处，颠簸终于将藏在偶人肚腹的人唤醒。戚玉台猛地睁开眼睛。这是哪里？头疼欲裂，他已经想不起自己睡了多久，只下意识地将眼睛贴上偶人那丝狭窄的缝隙，朝着外头的亮光看去。他看到了父亲。这是挪礼？可挪礼不是辰时才开始？我扶伞到药秀尽失，至多也不过1炷香的功夫，为何挪礼已经开始了？他想起来父亲要做什么，挪礼的最后一环叫杀瘟神。父亲会杀了我，我不能待在这里，我会死的。这一刻顾不得会造成何种影响，戚玉台下意识想大喊出声，然而甫一开口，却发现嗓音变得极细，隔着偶人难以令人察觉。戚玉台又回头摸索，偶人狭窄，肚腹却倏然变得很大，他摸不出门缝何处，似被人从外头关上。冥冥之中，他变成了一只逃不出去、飞不起来的笼中鸟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无人回答。戚玉台把眼睛贴近那道缝隙，父亲的脸近在咫尺。他努力地叫着父亲的名字，发了疯般拍打。父亲默然微笑地看着他，如看一尊恶心的、令人厌恶的异鬼，朝他走近。扑哧一声，轰！一簇烟火冲上夜空，红红白白。皇城之中，夜空陡然被烟焰遮蔽，璀璨飞鸟划过一切。这欢乐的乐声如除夕新年，惹得圣经人人叹看。爆竹声、欢呼声、鼓乐声混在一处，肆意乱舞的火苗里，却有嫣红血迹顺着偶人肚腹渐渐流淌下来。喧闹声夹杂尖叫声，长乐池边渐渐乱成一团。裴云映在人群中奔走，目光掠过无数或茫然或惊恐的人，肆意搜索。他看到了陆童，陆童站在人群里，站在池水边，正仰头看头顶烟火，唇角带了一丝柔和微笑。他笑得很开心，笑着笑着就笑出了眼泪。太师府中嫡子戚玉台死了。陆医官，我有话同你说。戚玉台死了，先前院使出事，你替院使为戚玉台施诊。如今戚少爷虽死于挪里剑下，但挪里偶人中发现他曾服用寒湿散痕迹，入内御医一定会查看他过往医案。虽然此事与你无关，但太师府或许会迁怒于你。我知道。别担心，医官院可以为你作证，你是清白的。其实今日纪医官不找我，我也要来找纪医官的。纪询不解，有件事我想请纪医官帮忙。何事？正如纪医官所言，太师府或许迁怒于我。我出身平凡，亦无父母兄长在世，孑然一身，死不足惜。然而我入医官院前，曾坐管于西街一处小医馆，其中东家、婢女、伙计、坐管大夫与我并不相熟，不过偶然相处一段时间，他们对我亦一无所知。我知纪医官心底仁善，说我之后不幸出事，请纪医官看在你我二人苏南故乡相处数日的份上，护住仁心医馆。此等大恩大德，陆童没齿难忘。何以突然这样说？就算太师府心有迁怒，但并无证据，如何随意定罪于人？更无提及迁怒西街医馆。陆医官还是不要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了。若纪医官不答应，我便不起来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如今圣经一切寒湿散禁用，七大公子的寒湿散究竟从何处得来？身侧并无人回答。纪询抬头，陆童已经走远了，似乎未曾听到他的问题。今夜戌时，你将此信送至殿帅府段小燕手中，要他交给裴云映。姑娘为何不自己交给他？有些话我无法当面同他说清楚。银铮，你能不能帮我？姑娘，你该不会要与裴殿帅一刀两断，划清干系吧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不过为何是戌时？我明日晚些才会去医官院，今晚想吃仁和店的荔枝腰子熬鸭，你去买一碗，回来时顺带将信带去殿帅府可好？既然如此，那我现在就去排队，顺带再买点酒香烧螺。银铮，怎么？路上小心。银铮出去了，院子里恢复了安静。陆童盯着窗外梅树看了一会儿，收回目光，拿起榻边那条玉色襦裙换上。他拿起桌上木梳，
细细的梳理满头乌发，细心的梳好发髻，末了插上一支木槿花簪。做完这一切，他离开妆台，打开木柜，从木柜中取出4只瓷罐。他拿着瓷罐走到梅树下，将瓷罐中的泥土倒出来，一并掩埋在花泥里。最后，陆童再看了一眼小院儿，关上门，提灯出了医馆。我要回家了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朱门大户前，灯笼摇摇晃晃。陆童在太师府门前停下脚步。戚玉台死了，挪移大礼，众目睽睽，漫天烟火，天子脚下，他死得轰轰烈烈。真好，他早该死了，也不枉他这些日子一片苦心。他不必寻出证据，也不必验证是真是假，只要怀疑，就可以置我于死地。接着继续提灯走到那扇朱色大门前，轻轻扣了扣门上的兽面门把。下官医官院医官陆童，有要事请见戚大人。陆童随门房往里走，才要跨门，忽觉腕间一痛，一只手从旁伸过来，牢牢地握住他手腕，将他拽得往后一跌。裴云映，走。陆童正欲挣扎，他力气却大得出奇，陆童几乎是被拽着走。放开我！他低喝着。裴云映面无表情将他推进马车。安静。浓重墨色杳无尽头。砰的一声，陆童被甩进屋里。去哪儿？与你何干？殿帅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去太师府打算做什么？陆童沉默。说话。戚玉台死了，我去拿医案。这又怎么了？拿医案。裴云映点头，蓦地抓住他手腕。这是什么？裴云映冷笑，抓着陆童的手往自己手背间抓去。别碰我！陆童攥紧拳，但他却在这双手上仔细涂满淡淡的扣丹，用来藏匿指甲中见血封喉之毒。没想到被裴云映一眼看了出来。殿帅不是三皇子的人吧？黄毛岗猎场，太子与三皇子同时遇刺，殿下打压惩治太子，以致三皇子得了先机。枢密院与殿前司是死对头，你却对枢密院一众事务熟悉无比。你和延续根本不是对手，是暗地中的盟友，兵权分离，只是为了让皇上放心。没否认，我猜对了。枢密院明明是太子的拥簇者，却与殿前司私下往来。你二人既不效忠三皇子，也不效忠太子，更不效忠于陛下。你们效忠的是谁？宁王就是你们要推举上位的人吗？裴云映低眸淡漠地看着他。想要推举宁王上位，似乎还缺一个理由。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，想不想听？殿帅不如与我做一个交易。今夜说我能成功杀了齐青，我会告诉天下人，我是袁瑶的人，是三皇子让我这么做的。或者我杀了齐青，你再来抓我，我可以成为你的功绩，你亲手杀了我，向袁瑶邀功，更能取得他的信任。作为交易，你替我护住仁心医馆。这就是你的打算？你杀戚青，替他们除去最后一个隐患。将来一旦事发，仁心医馆诸人尽可全身而退，再无后顾之忧。不好吗？这样对你对我都好。说成功，将来他登上大位，
殿帅从龙之功，必然会收获不少。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有权就能选择一切。难道你不想往上爬吗？我更在乎你，陆童，我更喜欢你。我已经知道了你全部的秘密，你还不杀了我吗？别总想着死，你的家人若还在人世，只会希望你好好活着。可我不想活着。殿帅，我同你不一样，你有姐姐，有宝珠，你父亲尚在人世，不管爱也好，恨也罢，与人世间尚有牵绊。但我没有，复仇结束了，我已经做完了该做之事，如是而已。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让裴云映明白，他应该是个死人，他早该是个死人。复仇是他强留在人世的一口气，这口气支撑着他走到现在。如今这口气散了，他再也无支撑之物，只想坠落。那我呢？你打点所有，周全一切，用心庇护仁心医馆所有人，明知我对你心意，却要让我眼睁睁看着你送死，你从没考虑过我吗？不曾考虑过吗？为何这样对他？青年沉默地望着他良久，叹了口气，像是终于败下阵来。大仇得报，你爹娘兄子在天有灵，想要看见的只是你平安快乐。陆大夫，要学会珍爱自己，如果你做不到，就让别人来。陆童握着杯盏的手紧了紧，蓦地一把拂开。清风打听的人说，长武县的陆三姑娘小时候脾气很大，我还以为是骗人的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为何拦我？不想你送死。我只想杀了他。我替你杀了季青。我不相信任何人。但你可以相信我，陆童，你可以相信我。就算你讨厌我，就算你不在意我的感受，难道你也不在乎仁心医馆其他人？银铮、杜长青、苗良芳、阿成、林丹青、季勋，你真的舍得抛下这一切，对这些人和事没有一丝留恋吗？我要回去了。不行，在你打消这个念头前，我都会守着你。如果你不想见我，就换别人来。青年起身推门走了出去。守好他，别让他出去。若出了半点纰漏，唯你二人试问。是。这么晚了，大人是去哪儿？太师府。裴殿帅，戚大人节哀。刚才呀，下人说陆医官来过府上，被你带走了。你想救他？你想杀他？哎呀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自小呢千娇百宠，不曾受过什么委屈，本指望他光耀门楣呀，为了资质平庸，命格短促。你父亲比我命好，有你这样优秀的儿子，裴家将来前程不可限量啊！大人不必将我和昭宁公府绑在一处。所以你要为了一个医女背弃裴家？不曾同行之人，何来背弃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娘当初为何而死？你是替三皇子来告诫老夫？不是，我是替自己来告诉大人，别碰他。玉台出事前，只与他一人来往甚密，与他脱不了干系呀。就算是与他无关，此女也绝不可留。
我若要他死，你又如何对我动手？太师大人年事已高，我怎么能对长者动手呢？戚家刚死了儿子，可还有个女儿。你敢？5年前皇家夜宴，太师见过我杀人的，大人不妨试试，是你的人快，还是我的刀快？你动他，我就杀你最心爱的人。他没有开玩笑。走到门口的戚华营脸色顿时苍白，裴云映淡淡扫他一眼，那眼神令他胆寒。直到对方离开，戚华营也没有从那一眼的恐惧中回过神儿来。爹，我只有一儿一女啊，儿子如今躺在棺材里，女儿自小出死，圣经无不称赞端庄得体，但这得体在倾盆大雨来临前不值一提呀。若我将来身死，谁能护佑戚华营？将已穷途末路了。忽然间，远处石菖蒲匆忙奔来，拉起长进就往一边走，隐隐有声音传来：出大事了！圣经确实出大事了，陛下驾崩了。短短数日，太子身死，3皇子入狱，竟由宁王登上龙椅。陆童放下药碗，向着长进走去。议政，驿站传来的消息里，可有提过太师府的晋文？提了。3皇子弑君一案，株连蔓延，带出了不少朝臣。戚家也在其中为3皇子出力。凡与太师府有接触的列侯同击，坐党一灭，戚家抄斩3族。大仇彻底得报，他做完一切本该觉得快意，然而那快意之后，却如远处结了薄冰的蜿蜒大河，苍苍茫茫，不知流往何处。陆医官，这回带你回到圣经，倒不必担心戚家迁怒于你了。陆童点点头，却没有立刻走开。陆医官可还有别的事？议政，可还听到裴殿帅的消息？他去齐水了。齐水？齐水兵乱，先前陛下派镇威将军前去平乱，3皇子犯下如此罪责，陈国公一脉全被牵连，陛下收回兵权，令裴殿帅赶往齐水，数日前已出发了。他们脚程快，齐水与苏南隔得不远，或许比咱们更早到达目的地。陆童沉默，常进看着他想说什么，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。裴云映竟去了齐水，他是宁王的人，暗中筹谋许久，无非为的就是这一刻。如今大局已定，宁王登上皇位，待他一如往昔，是件好事。他更有能力去做想做之事，保护自己想保护之人。陆童低眸，伸手抚过心口，那里有残留一痛隐隐传来。他一直以为自己会死在圣经，没想到最后却是苏南。故事开始之地，终于故事结局。或许死在那里也不错。齐水匪乱有一阵子了，听外头的人传信说，此次带兵的首领骁勇善战，短短数日，乱兵尽数伏诛，拿货挡手，清剿贼寇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药粮被偷了！蔡大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匪寇？是苏南的地头蛇。知县离开后，苏南乱作一团，我和大虎勉强将县衙人聚在一起，但人心惶惶，根本管不过来。药铺涨价，粮食短缺，很快闹起饥荒。城里有人集结地痞流氓，挨家挨户劫粮，县衙人手有限，
那些人穷凶极恶，没有理智，杀了很多人。我们的人和他们交过手，各有伤亡。后来他们安分了一阵子，如今县衙人手更少。他们一定是看你们送来药粮，伺机已久才动的手。县长、县尉，药粮找到了！衙役带着一群人往前跑，陆童循声看去，不由一怔。城门下，一列兵马自远而近行来，不远处，马匹拖着几个被捆得严严实实的人。这是盛京来的指挥使大人，先前在临县平乱，今日路过苏南，顺手擒拿几人。抓到几个小贼，苏南人。是大人，这几人昨夜杀了守库衙役，盗走城中药粮，多谢大人出手擒凶。我家大人在城外遇到这群人，见他们形迹可疑，遂出手捉拿。这些应该就是被盗走的药粮。大人怎么会来苏南？不是你们写信要我来的吗？是下官写信求淇水相助，劳烦大人了。县丞放心，苏南情形陛下已悉知，特派裴大人前来帮扶。我们带来了很多米粮药物和保暖之物，应该能帮得上忙。大人之恩情，下官待苏南百姓没齿难忘。无妨。大人舟车劳顿，下官先带人将这些米粮卸下。依正大人，如今药材找回来了，是不是可以开制头颈的避瘟药了？不错，正是要紧。小裴大人年纪轻轻，不知可有婚配呀？若是尚无婚配，待疫病结束，让蔡县丞同你说门好姻亲。我有心上人了。陆童指尖一颤，哎呦，谁呀？可有做媒定下婚约？可惜不喜欢我。不喜欢大人？哎呦，那位姑娘的眼光竟然这般高啊！不过大人也无需苦恼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！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老婆子给人做媒多年，定帮你牵桩好姻缘。小裴大人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娴静的、活泼的，温柔端庄、才学出众，亦或是聪明伶俐、泼辣豪爽？总有一个喜欢的吧？家不家世不重要，我这人呢，肤浅，喜欢长得好看的。周围起哄声更大，伴随善意的玩笑。陆童把空碗搁在地上，起身出了门。纪寻见状想了想，也跟着走了出去。怎么不在里面待着？人太多觉得闷，出来透透气。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我有句话想和你说。昨日蔡先生说，自打在水井中投入避瘟药后，苏南新增感染瘟疫的人变少了，其中也有避瘟香和香囊的作用，但至少瘟疫没再继续大肆蔓延。是好事。对苏南的其他百姓来说，是；对我们来说，不是。得了疫病的病人，没有一个痊愈，虽然死亡的速度变慢了，可到最后还是会死。常医正先前问过我，不如换一味新药。新药？医正是想如此，但还没来得及与你说。但这眼下不失为一个办法，否则找不到对症下药的方子，利所里的病人都会死。翠翠爹昨日听我和医正谈及此事，愿意主动作为第一个尝试新药的人。你让他试药？这对他来说也是机遇，是翠翠爹主动提出。况且我们并不会盲目用药。试药不同，一味未经过尝试的药作用于人身上，且不提后果是否真能有效，或许会带来更深的疼痛。何况他本是病人，我不赞成。若他能成功试出新药，翠翠将来或有一线生机；若不如此，整个利索的人最终都逃不过一死。陆医官，我们来苏南这么久了，至今未治好一个病人。你是医者，明明知道此举并非全无好处，为何不清醒至此？因为做药人很痛苦，身体的痛苦且不提，
对未知的恐惧会摧毁一切。我知道你说的有理，但恕我无法赞同。言罢，不再与他多说，转身就走。刚一回头，就瞧见利所门口站着个人。裴云映站在利所前，大片大片雪花洋洋洒洒落在他身上，不知在这里站了多久。漫天银白飞絮中，一面是欲言又止的几寻，一面是静静看着他的裴云映。陆童默然片刻，调转步子，往利所前的药筐前走。陆一贯，这是今日该换的药囊，您瞧瞧。我好像从前没有见过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医官，我叫……那人嗫嚅一下嘴唇，下一刻一抹寒光闪过，衙役袖中忽地现出匕首刀尖，毫不留情地直冲陆童胸口而来。陆童心中一紧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忽然另一道凛冽银光骤然出现，紧接着陆童感到自己被人一拉，砰的一声，匕首连同半截手腕齐齐落地。裴云映将他护在怀中，冷冷盯着地上的人，眸中杀意凝聚。谁派你来的？说。是太师大人让我来的。太师让我跟着陆童到苏南，趁机杀了他。大人，怎么处理？拖走。有没有受伤？陆童摇头，正想开口，目光突然定住。满地厚厚的白雪中，有一滴一滴嫣红滴落下来。你受伤了？小伤。纪委杀你，会有同伙。我去审人，你先回去休息。又侧手换来一个禁卫，令禁卫守着他，也不管左臂伤痕，掉头离去了。陆童看着他背影，目光落在面前的雪地上，他攥紧掌心。陆童回到利所，仍如平日一般给人换过药，又回去宿处继续做药囊。做着做着，就有些心不在焉起来。陆医官，刚才的人审完了，我过来看看你。是什么结果？嗨，还能有什么结果？姓戚的老匹夫自己死了儿子，非要托其他人陪葬。你前脚离开盛京，后脚就派人跟上去，打算在途中取你性命。若不是我哥有远见，早被他钻空子了。裴云映？是啊，云映哥猜到戚老狗定是没憋着好心，所以在护送医官的护卫们中安排了他的人时时提防，盯得很紧。那些人没有察觉，后来我们也来了，苏南的人更多，刺客更找不着机会，才狗急跳墙的。你别担心，刺客都招了，一共有好几个人藏在苏南城里，现下都已拿下。如今戚家已倒，不会再有人取你性命了。他的伤怎么样了？哎呀，相当严重啊！刚才我们审犯人的时候，他脸色都白得吓人，差点昏倒。殿前司的护卫应当不会虚弱至此，何况我看过他的伤口，不至你说的如此严重。陆医官这你就有些盲目了。我哥先前在淇水平乱，日日刀光剑影，可不是容易事。等兵乱一平，立刻又带着药粮马不停蹄赶到苏南，如此奔波，人本就虚弱，这下一受伤，简直是雪上加霜啊！他受了伤，你不去看看吗？其实我来找你就是为了此事。我哥审完人回宿处了，常一正在利所忙，叫我寻个医官去给云映哥包扎。我瞧大家都抽不开身，还好你在。陆医官，我把包扎的药和布条都放在门外了。毕竟我哥是为你受了伤，你医术那么高明，把他交给你，我放心。那什么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你就先出去了。言罢，不等陆童开口，逃也似的窜出屋去。他跑得很快，陆童再叫已来不及，默了一下，放下手中药囊，走出屋。陆童走了进去，并未开窗。苏南的这个冬日阴沉沉的，白日也像是傍晚。桌上燃着一点烛火，摇曳灯火下，一扇屏风后隐隐显出一个人影。听见开门的动静，对方也没有动弹。陆童捧着药盘往里走，待绕过眼前屏风，就见一道挺拔人影
背对着他坐在桌前，只穿一袭墨色中衣，正侧手将衣裳褪至肩下，露出左臂上一道淋漓的伤口。桌上放着清水和伤药，似乎是打算自己上药。察觉到有人近前，出去。段小燕让我来给你上药。他伸手去脱裴云映的衣衫，指尖落在光裸的皮肤上，二人都微微顿了一下，外裳被全然退了下去，露出青年光裸的半身。你怎么不敢看我？裴大人想多了。陆童用帕子清理过他臂上伤口，他拿过药瓶，将膏药抹在他伤口处，又挑选一条干净白帛替他包扎。一片安静里，陆童感到头顶那道视线落在自己身上，灼灼令人无法忽略。从我到苏南起，你一直躲着我，怕什么？以为我会一直纠缠你吗？为何派人在苏南保护我？顺手的事，是我让你错失亲手报复戚青的机会，应当负责到底。他总是把这些事说得云淡风轻。陆童目光又落在他胸前，这是在淇水受的伤吗？快好了。你担心我？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担心？医官还是别的？陆童喉头发紧，攥着布条的手不松。他觉得自己宛如一瞬被看穿，不可在这里多待一刻，否则再待下去，以对方的聪明很难不发现端倪。你的伤包扎好了，我把膏药留在这里，夜里你自己再换一遍，晚点会再送汤药过来。言罢，俯身端起桌上水盆就要出去。陆童，裴大人还有何吩咐？没什么。陆童回到宿处。陆妹妹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陆童茫然低头，不由一怔，一滴又一滴。林丹青在陆童身前坐下来，替眼前人把脉。奇怪，没什么不对啊。不必担心，许是这几日睡得太晚。我刚才还以为你染上疫病了。不会，我身上并无桃花斑。你怎么瘦成这样了？你这手臂，我一只手就能圈得过来，脸色也不好看，比在盛京时虚弱了好多。没有的事。陆妹妹，千万别不把自己的身子当回事儿。我等会儿就去告诉常医正，今夜力所值守，别叫你去了。这2日你就在宿舍里面多休息。不必。什么不必？听我的，多休息，多吃饭。反正裴云映带了药粮，咱们现在也不是吃不饱，知道了吗？许是林丹青对常进说了些什么，接下来2日常进都不准陆童再去役所了。不去力所，药囊也不必他做。陆童在宿处时就开始写疫病的方子。陆童望着方子，皱眉将上头的药材划去，仍是不妥。三消饮、达元饮加生散3阳精、柴胡、葛根、羌活、大黄。这方子倒是和几医官常医正写的那副新方很像。新方？是啊，疫病迟迟不好，大家商量着换了方子，但这方子有些大胆，丁大哥自告奋勇主动施药。陆童眉头一皱，他蓦地站起身，背起衣箱就要出门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看看丁勇。陆童去了力所。先前常医正说陆姐姐你生病了，所以没来，已经全好了吗？没事。那就好。我还担心了好久。陆医官来了。陆童微微颔首，看向纪寻。纪医官，我有话和你说。为何这么早就让丁勇做了药人？他并不是药人。未经在人身上实验的新药，作用于病者身上，不是药人，又是什么？这么说也不错。丁勇身上桃花斑已经渐渐开始发紫，先前汤药与他无用，若不赶紧换上新药方，他一定撑不过7日。我和医正认为，与其没有希望的拖延，
不如试试另一种可能。况且，丁勇所用药方，你也是看过的。之前药方保守，可如今看来，表里分传，邪气伏于魔源，半表半里，应当换用更强劲的方子。不是你曾经说过，天雄乌源，药之凶毒也。良医以活人，病万变，药亦万变。但对丁勇来说，一切尚未可知。我和医正已经将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告知他，是丁勇自己的选择。他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。他不知道药人将要遭受什么，且不提新药结果，也许他在用药途中会浑身疼痛难忍，也许他会失明残废，也许他会丧失理智，变成毫无知觉的一滩烂泥。谁都无法保证这些结果不会发生，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陆医官，我知道。陆童一顿，回过身来。陆医官，我都知道。纪医官告诉我，新药用下去，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。但就算不用新药，我也活不了多久。反正都要死，还不如来试试新药。我还想多陪翠翠一些日子，就算不成，至少也能多出点经验。日后你们研制解药时，说不定能帮得上忙，翠翠也能用得上。我没陆医官想的那么厉害，说实话，我只是为了翠翠。陆医官，我真是心甘情愿的。我知道了。太好了。耶！翠翠在那头叫他，丁勇便与陆童二人打了一个招呼，朝利所门口走去。陆医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纪医官指的是什么？你对尝试新药一事格外慎重，但先前你在医官院做药的方子，从来大胆。此举与你往日不同。人总是会变的，纪医官先前不是也在规劝我，行医需保守。但尝试新药是权宜之计，以你的理智，不应当强烈反对。纪医官，一邪在表在里，或在表里分传，说不定会反反复复。此新药中加入一味后扁，此物有毒。你我一众同僚，皆未寻出可治后扁之毒。就算新药能将丁勇身上桃花斑暂时压住，然而一旦复发，后扁之毒一毒同时发作，他根本撑不下去。就算暂且撑下，来来回回一直用下去，也会身体有损。丁勇过去从未做过药人，用医官们都不知其药效的东西对他，真的妥当吗？落雪无声落在二人身上，茫茫雪地里，二人沉默相对。远处又有人行来，在瞧见二人时倏然停下脚步。哥，是纪寻和陆医官。我看到了。哎，怎么神情有些不对啊？好像在吵架呀。哎，咱们要去浇油吗？闭嘴。陆医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？若你有难言之隐，可以告诉我，我不会告诉别人。没有。可是，纪医官。裴云映走到二人身前，看了一眼陆童后，就转过身去。段侍卫突感不适，正好你在，就请纪医官替段侍卫瞧瞧。啊！哎呦，哎呀，是的，我今日一早起来就头痛不已啊！我这浮夸的动作令纪寻不觉皱眉，正想说话，陆童已对他二人颔首，转身离去。纪寻还想跟去，裴云映悄悄侧身挡在他身前，却是将他拦住了。纪医官呐，来，先帮我把脉吧。新药服用的第3日，丁勇手臂上的红斑没有再继续变深。第5日，瞧着比前几日还淡了一些。第7日，淡去的红痕已经十分明显。到了第9日，桃花斑只剩一点点浅浅的红色。
所有利索的病人都很高兴，新药有用，意味着一切都有了希望。到了夜里，宿处无人，陆童坐在灯下，从衣箱中抽出一本文册，就着昏黄灯光，他提笔，仔细在册子上低头添了几笔。写完后，陆童搁下笔，拿起手中文册，往前翻了几页，翻着翻着，渐渐有些出神，直到砰的一声，门被猛地撞响。陆童一怔，眼疾手快将文册一把合上，塞进手下木屉中。陆妹妹，不好了！发生何事？丁勇出事儿了。白日里还好好的，夜里睡了时，翠翠喊他爹在抽搐，职业医官去看，丁勇开始吐血，他身上原本的桃花斑变成了紫色，短短一刻间已经成了紫云斑。夜里风雪很大，陆童匆匆赶到利所。翠翠跪在床边，哭得嗓子都哑了，看见陆童进来，一下子扑到他身前。陆医官，求求你救救他，我可以把自己卖给你，我什么都能做，求你救救我爹，我什么都能做。陆童猝然一震，忍不住后退一步，一瞬间似乎回到很多年前。也是这样的大雪，冬日严寒，他在走投无路之下遇到芸娘，对着他下跪磕头，愿以身相依，为家人求得一丝生机。人生无常，翻云覆雨，命运在这一刻发挥出摄人的奇诡力量。幼时长五线，孤弱莽撞的他，与眼前苏南疫病中无助可怜的小女孩骤然重合，而他成了芸娘。眼前依稀浮现起芸娘的脸，夫人笑着看着他，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脸。放弃吧，萧时期，你救不了任何人。带他走！别让他看，别让他看见，别让他看。翠翠被医官带了出去。陆医官，我只有翠翠一个女儿，他们说你医术最好，是圣经最好的医官，翠翠最喜欢你，求你治好她，让她活着，让她活下来。他会活着。好。得了这一句，丁勇欣慰地笑起来，许是疼痛模糊他神智，他渐渐辨不清楚。丫头，爹要走了，你别老想着爹。爹曾经告诉过你，人要往前看，不要一直想着不高兴的事儿。你将来要好好念书，好好过日子。出家了，爹在天上都瞧着。你要活到100岁，下辈子爹还给你编蚂蚱。爹的好女儿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那只枯瘦的生满紫云般的手陡然垂下，他想要去抓，却抓了个空。挣开了医官手的小姑娘冲到床前，一遍又一遍地哭嚎。爹，你起来看看我！爹，你看看我！你别走，别丢下我一个人。陆童想要拉起他，翠翠却猛地转过头。你不是说大夫就是救人的吗？你不是说我们不会死吗？灯芯爆花是大喜之兆，我和爹都会没事吗？为什么我爹死了？为什么他死了？女孩猛地一推，陆童被推得一个踉跄，被身后人一把扶住。陆童心头一酸，再也无法待在此地，
猛地背过身，转身大步出了利所。裴云映转身跟了上去。陆童走得很快，门外疯狂雪盛，苏南破庙外一片漆黑。他走着走着，渐渐小跑起来，仿佛不敢回头再看背后那处小小的、充满哀戚的破庙，唯恐回头再望。人世间有很多苦难，很早以前他就意识到这一点。他一直是个毫无慈悲之心的怪物，只为复仇而来。什么开医馆、做大夫，都不过是复仇手段。什么善泽天下，什么救死扶伤，他都不在意。除了复仇，他根本不关心这世上任何别的事。但是刚刚那一刻，他多么想救活他，他多么想救活他们，就像当年芸娘救活爹娘一般。他漫无目的地往前跑着，不知道将要去往何处，直到身后有人一把拽住他，逼着他停下脚步。陆童。陆童恍惚。陆童。陆童茫然抬起头。你要去哪儿？这是苏南，不是长武县。丁勇死了，我没能救活他。青年垂眸片刻，忽然低头抱住他。苏南飞雪飘扬，夜里北风呜咽，雪暗风焦里，怀抱却充满暖意。离世前的父亲挣扎着想要对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原来只是好好活着。如果我的爹娘兄子还能见到我最后一面，应当说的就是这句话，好好活着，谁要往前看？陆童闭上眼睛，眼泪猝不及防掉了下来。苏南的雪一夜未停，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。他在刑场站了许久，漫天霜雪自苍穹洋洋洒洒落下，他独自一人站着，仿佛要在这里站到地老天荒。一把伞从头顶撑了过来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你没事吗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不要嘴硬，陆童，你明明很伤心。便说还是不要在这里多逗留了，此地全是医者尸体，纵然大多被焚烧掩埋，待久了仍可能对身体有害，早些离开吧。拿着。陆童对他颔首，他接过伞，渐渐地远去了。新芳，盯着陆童，他不对劲。丁勇走后的第3日，翠翠开始发病。不行，他身体越来越冷，脉也越来越弱了。陆童，继续加针，撑住，你要活下去。你爹娘最希望你能活下去，你活着就是你爹娘的期望。有好转，别停，继续。利索的布帘后，灯火燃了一整夜，直到天光渐亮，翠翠脉息总算是平稳了下来。吓死我了啊！容我休息片刻。然而不到几息，再去看时，已睡得很熟。陆童给他盖了一件毯子，自己走出利所外。翠翠的病情不好，身上已经大部分出现紫云斑，纵然此刻能救活，但也没多少时间了。我知道，但心方已经被证实不可用。我有一个想法，若为他用心方，可多拖延数日。如果不用心方，就这几日，他随时可能死去。心方不妥，丁勇就是用了心方中毒而死。祁医官，你比我清楚。不是心方有毒，是心方中后边有毒。如果能找到后边解药，未必没有生机。
你想说什么？用心房，后边之多乃热度。我想试试赤木藤。苏南没有赤木藤，或许平州也没有。医正已经让人传信去平州，或许能争取几日时间。陆医官，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，有些冒险。对于病者来说，每一线生机都要争夺。可惜平州离苏南尚有距离，不知翠翠能不能撑到那日。这声惆怅的叹息，直到陆童回到宿院，仍在他耳边回响。只解后边之毒，丁勇最后也无法消解此毒。从圣经带来的药材，以及裴云英从临近奇水送来的草药，都已经一一看过，能用上的都用上，药效仍然不佳。苏南已经没有别的草药。赤木藤最近的平州运过来也要5、6日了。不过赤木藤等等，我似乎遗漏了一个地方。翌日，医官宿处安静，陆童背上衣箱，推门走了出去。陆童提着灯才走到院子，就听见吱呀一声，院子里另外一间房门开了。裴云英，你怎么睡在这里？所以我突感不适，怕临时生病，特意问常医正换了间屋子。回答如此自如，理由却又如此荒谬。他分明是随意编了一个理由，但他为何要睡在这里？总不能猜到我要做什么，提前在这里等着我。他有读心术不成？你呢？起这么早去哪儿？律所，换奉职医官。去律所，带了衣箱、斗篷、竹筐、铁锹。你怎么不干脆雇辆马车啊？陆大夫，该不会想上山吧？山上下雪，山路难行，危险胜于平日100倍，你不要命了？我有非去不可的理由。落雪无声在二人中间飞舞，他盯着陆童许久。那就走吧。什么？我和你一起去。陆童愣了一下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没听明白？我说我陪你去。陆童眉头拧了起来。你要一直这么站着？再过一刻，其他医官一醒，你想走也走不了了。他盯着裴云英看了片刻，对方不甚在意地任他打量。走。裴云英扬了扬眉，似乎看他忍气的模样十分愉悦，慢悠悠追上他，提过他手中的包袱竹筐。我自己拿。陆大夫，山路崎岖，雪深路滑，不能行马。看你也是打算步行上山，提这么多东西，真当自己牛马呀？我力气很大，殿帅也知道，杀人埋尸练过的。那就更要留着力气了，还不到用武之地。快要路过律所时，陆童扯了一下裴云英袖子，他回头，陆童指指律所不远处的另外一条小路。走这条路，免得被其他人发现了。被医官们发现，又得纠扯一番。李文虎其实说的也没错，危险之举，确实不适合带上别人。如果没有身后这个人跟着，就更好了。陆童一面走，一面回头张望律所那头，尽量使自己身影显得不那么明显。裴云英瞧着他动作，忽然笑了一声。你笑什么？其实呢，就算被人发现我要带你上山，他们也不会阻拦。反而是你这样躲躲藏藏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我背着别人私奔呢。殿帅多虑，毕竟我尚无婚配，名声要紧。陆童忍了忍，把想骂人的话咽了回去，转身继续往前。走吧。落梅峰山路陡峭难行，
陆童背着衣箱在其中穿梭，熟忍地绕过每一条小路。落梅风很大，皑皑白雪淹没一切，一处与一处看起来格外相似，偏偏陆童似乎总能准确认出每一处不同，找到最不费力的那条路，像是在此地生活多年。越过前头一处陡坡，陆童在一棵青松树前停下脚步，回头递给他一条黑巾，不能一直看雪地，久了会暂时失明。他解释完，寻了一块树下巨石坐了下来，从怀中掏出另外一条黑布条蒙住眼睛。你带这个，我们在这里休息片刻。陆童从包袱里摸出一块干饼给他。不饿。你怕我只带了自己的份？放心，我带的足够，否则你饿死在这里，我还要把你埋了，很费力气。你还真是准备周全，你这是打算在山上过日子？你以为我上山来是来送死的？就算迷失在山里，我还不至于立刻死掉。看出来了，你对这里很熟。你从前来过这儿？我以前住这里。你一个人？和我师父。所以6年前我和你初见那一次，你就已经住在落梅峰上了？是。那你当时怎么不邀请我上去坐坐？都离你家这么近了。我怕你没命。怎么？你家是黑店，进了你家门就要被弃尸荒野？是啊，你应该感谢我。你这样和我说话正常多了。前段时日啊，你对我避之不及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你真打算和我老死不相往来了。你今日为何会在衣冠宿处？不是说了吗？昨夜我突感不适。说谎。裴云映端详着雪地上树枝划痕，淡淡一笑。你上山来做什么？采药。采药？治医的新方中有一味后扁，后扁之毒不易解。我记得落梅峰离山顶还有一段距离的位置，有条溪流，溪流以北的悬崖处生长有赤木藤，赤木藤之毒性烈，与后扁相似，或许可以试试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你对这里熟悉，是因为你经常在山上采药？陆童嗯了一声。你和你师父从前在一起，你师父是什么样的人？你问的太多了。是你说的太少了。你怎么从来不说你自己的事？那不重要，倒是你，我不一定能找得到赤木藤。你跟我进山，不怕被困死在山中吗？不怕，反正你带的东西足够。如果我找不到路怎么办？那就陪你一起死。反正啊，先前你在医馆也说过，想和我一起死。生同心，死同穴，死后合铸一坟冢的事，我只和我夫人一起做。当初心机试探之语，如今再说出口，意味全然不同。陆童尚在怔愣，身边传来裴云映淡笑的声音。陆大夫，如果你找不到出路，今日我们倒是可以死后合铸一坟冢了。谁要和你一起死？玩笑而已，你怎么这么激动啊？这不好笑，不要拿性命开玩笑。你赶路吧。他起身的迅捷，裴云映垂眸沉思片刻，没说什么，随着他一同往前走。到了，前方不远处果然有一处蜿蜒溪流。陆童背着衣箱快步跑过去。慢点儿。落梅峰很大，各处药草毒物并不相同。芸娘总让我四处奔走。过去那些年，我将这山上每一处草木都铭记于心。几年前我确实在这里砍摘过赤木藤，但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。被拂开的崖壁上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团枯萎的断木，残留半截藤桩，皱巴巴一团依附在崖壁上。怎么了？枯了，这里的赤木藤枯萎了，我们白来一趟。
也不算白来，试了才知道结果。翠翠危在旦夕，后边之毒难治，常进和纪寻若为翠翠用新药，无一饮鸩止渴。平州的赤木藤时间又太久，这样下去，苏南的疫病何解？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？现在打算怎么办？要回去吗？其实以我的脚程和对落梅峰的熟悉，一日来回也足够。然而苏南多年难下一次大雪，山路比之从前难行许多，一路磕磕绊绊，耽误不少时日。倘若眼下往回走，只怕还没到山下，天就已经全黑了。在夜里的雪山行走，实在太过危险。况且，以我现在的身体，继续往上爬。行。你怎么不问我去哪？不重要。你是医官，我是禁卫，保护你是我的职责。那就快些，否则还没到山顶，你我就要走夜路了。山上夜路很危险。那陆大夫，记得带路小心点。快点跟上。越往上走，风雪越烈，狂舞雪幕里渐渐出现一大片红梅，其下不远处一间草屋伶仃而立。这是你住过的地方？是。所以你还是邀请我上你家做客了？你也可以住外面。二人走至草屋前，裴云映推开屋门，陆统转头见裴云映正抱胸打量四周。有什么好看的？这屋子除了一张床，几乎可以说是要什么没什么，一眼就能看到头。他何以打量得如此认真？第一次进你闺房，自然好奇啊。这人简直有病。你以前就住这么寒酸的地方？自然不敢和殿帅府相提并论。不是说你和你师父一起住山上吗？怎么只有一张床？他不住这里。所以你一人住在此地？算是。今夜恐怕要委屈殿帅，暂且睡在这里。可是这里只有一张床啊。陆统走到他面前，把厚重被褥往他怀里一扔。你睡地下。这样好吗？喂，毕竟你我未婚男女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屋，说出去总惹人误会。殿帅如果真的今夕名节，也可以睡门外。看在你我往日交情，明日一早我一定替你收尸。你现在还真是容易生气啊。是殿帅太过无聊，我要生火，麻烦殿帅去外面砍几节梅枝来。行，你是主人，你说了算。他转身出去了。看着他背影消失在门外，陆统才松了口气，扶桌在椅子上坐下来。许是近日来旧疾犯得勤了些，他体力不如从前，今日爬至山顶十分的勉强，眼下已觉体力耗尽，若非如此，今日脚程也不会这么慢。这时门被推开，裴云映从门外走了进来。不过多时，噼里啪啦的声音就响起来了。朦胧灯色洒下一层，在年轻人秀质俊美的脸上。盯我干什么？陆统一怔，别开眼去。有话要问。我走之后，银筝他们还好吗？还好。陆统垂眸，这就是他最想要的答案。陆统，虽然你让人送了我一封托孤信，但你难道不担心我拒绝你的要求？不担心。我相信，就算我不求你，仁心医馆有难，你也会照应他们。毕竟，你是参加过医馆殿庆的座上宾，也就是他们的挚友。陆统，你吃定了我，是吗？陆统手指蜷缩了一下，缄默不语。他的确是吃定了他。宫里后来发生了何事？你不是都知道吗？你的人都没事？裴云映没有说话，低头时睫毛低垂下来。那其实是很血腥的一夜。你们
你们竟然敢背叛朕！陛下，5年前皇家夜宴，你欠我的那一剑，是时候该还了。屋子里，暖色灯火照着年轻人俊秀的脸。我去找大夫，求助。言虚，却看向远处。故人入我梦，明我长相也。裴云英，西青死了，我说过，会替你杀了他。问了我这么多问题，你呢？我什么？陆童，在苏南这些日子，你没有想念过我吗？想念？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回答吗？没有，没想过。是吗？那还挺遗憾的。喝吧，辣血。陆童刚想反驳这算什么辣血，一抬眼却对上他眸中清浅的笑意，仿佛看穿一切。裴云映勾了勾唇，退回桌前。他走到床边，挑剔地看了一眼地上。这里。陆童点头，他并没有再说什么。这人虽然是世家贵族子弟，有时瞧着诸多骄矜挑剔，但某些时候又适应得格外好，令人意外。你不休息吗？夜里睡着了，不必熄灯。陆童，你不会担心我夜里会对你做什么吧？殿帅也知道我的针很厉害，你若不怕变成第二个金显荣，大可一试。裴云映，见裴云映吃瘪，他莫名心情略好了些，适才合衣而卧。裴云映哼笑一声，没有与他计较，双手枕着头躺了下来。裴云映躺了片刻，目光瞥见床角处似有一截长物，他以为是蛇，蹙眉坐起，银刀一挑，却发现是条绳子。怎么还有条绳子啊？这里不会真是黑店吧？你都住进来了，说这句话未免太晚了。又怕被他窥见他的神情和马脚，把绳子往床下一塞，自己背过身躺了下去，不说话了。搭被褥的地方挨着墙头，他刚进此屋打量时，已经发现墙上有抓痕，像是有人在痛苦之中跌倒在地，留在墙上的指甲印。裴云映微微蹙眉，看向榻上。无人荒山，共处一屋，我好歹是个男人，以陆童一向谨慎个性，竟然就这样将后背露在外头，全无防备，还真是半点对我不设防了。他再看了一眼墙上抓痕，收回视线，重新躺了下来。17，啊，17，过来。你上山3日了，可还适应得习惯？习惯。那就好。既上山，我来带你认识几位朋友。朋友？妇人在草丛前停下脚步。你看。陆童看过去，随即毛骨悚然。这是你的16位师兄师姐，他们都与你年纪相仿，也在落梅峰陪我度过一段日子。就是体弱了些，陪我的日子太少。小17，你可要陪我久一点。我将要成为埋在这里的第17个，我是第17个死人。怎么那副神情？以为我会杀了你吗？傻孩子。他已经吓得不敢动弹，双腿发软，宛如一尊木偶般任由芸娘牵着回到草屋。小17，当初你求我救你家人时，告诉我说你什么都能做。小姐想要我做什么？芸娘走到石桌边，拿起方才那只倒满了汤药的药碗递给他，微微一笑。
喝了它。陆童喝光了药碗中的汤药。别怕，这不是毒药，也不会要你性命，只是会让你难受一点。我瞧你刚才喝药很是干脆利落，看来是个不怕苦的好孩子。芸娘把他往草屋里轻轻一推，随即哒的一声，门被锁上。刚才那碗药叫杜乙镇，服用后1个时辰会有一点点疼，宛如蚁群爬过，无处可解。若你能忍过3个时辰，药效一过，自然无碍。但若忍不过去，可就要小心了。你前头那位小石榴姐姐，可就是没忍过这碗药，拿根绳子悬梁自尽，解下来的时候模样可难看了。小17，你可要坚持住呀。门外脚步声渐渐远去，任由他如何拍打屋门，再无回音。芸娘已经走了。我会死的，我绝对熬不过去。前头都已经死了16位，我不能死，我死在这里，没有人会知道，爹娘一辈子都不会知晓。我至少现在不能。安静的夜里，忽然有人声响起。裴云映猛地睁开眼。陆童。无人回答。他翻身坐起，摸到火折子，将桌上油灯点亮，走到陆童榻前。那张总是平静的脸上神色痛苦，有大滴大滴汗水从额上渗出。陆童。他似陷在梦中，并未清醒。下一刻忽地伸出手来，陆童抓着他的手，他抓得很紧，死死攥着不肯放开。陆童。屋中灯火摇曳，裴云映眸色幽深，当机立断，指尖掠过他的颈间穴道，用力一点。蓦的一声惊呼，榻上人猝然睁开眼，陆童一下子坐起身来，大口大口喘气。一只手从背后伸来，陆童感觉自己被拉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我又做梦了，我最近总是做梦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会分不清梦境与现实。陆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刚才做了一个梦。芸娘是谁？你梦里一直叫芸娘的名字，是你仇人？不是。你啊，刚才流了一身汗，衣箱里有帕子，我去给你拿。青年走到屋中桌前，桌上放着陆童的衣箱，他打开衣箱，伸手去取里头的白帛。陆童看着他动作，看着看着，忽然间想起什么，浑身一僵，猛地下榻，顾不得穿鞋，奔到裴云映面前。等等！这慌乱并未起到任何作用，他眼睁睁看着裴云映从衣箱中拾起一物。那是只彩色丝绦，形状精致，编织完整，是漂亮的石榴色。暗夜里，若片灿然盛开的细弱彩云，影子映上去时，灯色也变得艳丽。你为什么要带着这只彩绦？别人的，顺手留了下来。是吗？他点头，指尖轻绕那只彩绦，露出穗子下一颗不算圆融的小小的木头。那这又是什么？那是他从裴云映的木塔上拿走的一颗木头。彩绦与木块藏着他隐秘的心事，他小心翼翼地守着秘密，却在这个风雪夜里陡然被拆穿。陆童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真的对我坦坦荡荡，没有半点私心吗？陆童呼吸一滞，他本能的想要反驳，然而对上那双黑沉的眸子，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看到答案了。狼狈与隐秘被揭穿，陆童一瞬恼羞成怒，
掉头要走，却被一把拽了回来。你为何推开我？元帅，我与你之间绝无可能。为何不可能？我不喜欢。借口。他精明又敏锐，从前是我伪装的好，如今伪装被窥见，以他的性子，只会追究到底。你我身份有别，你是高贵不群的殿前司指挥使，而我只是身份微贱的平人医官，无论如何都……说谎。你……陆统，你说谎的本事退步了，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油灯拉长的影子落在墙上，缠绵又悱恻。男子视线仍紧紧盯着眼前人，将吻的动作却停了下来，到底不忍逼他。还是不肯说？回答他的是沉默。行，不想说就算了，反正我已经知道了。你……从前我不知你心思，现在知道了，就绝不放手。陆统，不管你搬出什么理由，我都不会再相信。自以为是。陆大夫，与人有情一事，是你教会我的，所以你不妨再教教我，如何与人厮守。谁要和你厮守？你总会承认。正僵持着，眼前一花，身子骤然一轻，陆彤愕然的抬眸，发现裴云映竟一把将他横抱起来。哎，你要站到什么时候啊？他抱着他往榻边走去。着凉了未必有药。他把他放在榻上，陆彤坐直身，警惕地盯着他。你以为我要干什么？你离我远一点。裴云映低头递给他一方棉帕。不擦汗了？他一把夺过帕子，擦拭额上的汗来。我要睡了。你现在睡得着吗？我睡得着，不劳你操心。陆彤背对着他，听到对方的声音传来。苏南疫病结束，你不会留在医官院了吧？若你不想留在医官院，回西街坐馆也不错。或者你不想待在盛京，回到苏南或是长武县行医，或是做别的，也算不错出路。我陪你一道。你疯了？反正你对付疯子很有经验啊。梁朝不止盛京一处繁华，你也只到过苏南和长武县，趁现在不妨多出去走走，对你积攒医力也大有好处。我呢，大事医了，也无牵挂，你应该不介意带上我。我可以陪你回长武县或是苏南，你想继续开医馆就开，再买一处宅邸，像仁心医馆，院中种点草药。他说得很平静，风在外头呼啸，窗外一片月白。他的话光是听着也生出期盼，似好景春日，令人生出向往。眼泪无声划过面庞，将枕头浸湿。他背对着裴云映躺着，忍着喉间酸意，一言不发。你睡了吗？裴云映垂下眸，跟着闭上了眼睛。如今赤木藤已经枯萎，但积上落梅风，无功而返总是不好。说能在这里带回去一点草药也行，不管毒性如何，或许也能给新方增添一点材料。2年已过，哪怕是最毒的药草，也需要精心侍弄，无人照看就会枯萎。他把药筐放在一边，半跪下来，将上海完好的花草一株一株仔细采摘下来收好。他很快地摘完，正欲离开，忽然间目光瞥见树下一点艳色，不由一顿。黄金檀？怎么？
他难掩惊愕。陆童半跪在地，伸手探向那丛漂亮的小花，这丛他以为永远不会发芽的小花，在他离开后，在风雪弥漫后，竟不知不觉自己开放了，在寒风里，在积雪下，灿然用力地盛开着。他看着看着，不知为何眼底一热，忽然泪盈于睫。脚踩在地上被雪吹断的梅枝上，发出清脆的裂响。裴云映漫不经心地走过雪地，荒芜大山，潦草破屋，狭小的床，绳子和指痕。他原以为对他已经足够了解，如今却觉得疑团更深。他打不开，他便无法进入。裴云映停下脚步，眼前是一大片荒草，然而在那一片乱丛中，突兀地耸立着一排排土丘。寒雪覆盖一切，一些落在土丘之上，于是隆起的粉肿越发明显。裴云映眉头渐渐皱起来，青年敛下神色，向前走了2步，伸手拂开石碑落雪。恩师莫如云之墓。莫如云。他看了一会儿碑文，正欲离开，才一转身，忽然想到什么，猛地抬眸，有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墨家小姐虽天赋异禀，但这些被他看作要人的孩童，才是他屡现奇方的关键。那些孩童在他手下生不如死，十分凄惨，除了新抓的那个药人，没有一个活下来。陆童把装满药草的竹篓提回屋子，与衣箱放在一处。见裴云映还未回来，心中不由奇怪，正打算叫他名字，忽然间透过木窗，瞧见后窗处隐隐站着个人影。那个地方，陆童的心砰砰地狂跳起来，刹那间他顾不得其他，放下衣箱奔出门。陆童在他身后停下脚步，听到动静，他转过身。你为什么叫17？你是因为这个推开我？你是莫如云的药人吗？陆童，你是不是曾做过莫如云的药人？陆童推开他，转身往回走，才走几步，忍不住捂住胸口，扶墙，慢慢地弯腰蹲下身来。你怎么了？哇的一下，吐出一口鲜血。陆童，把我的花拿回去。黄金他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再也支撑不住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陆童醒来时，眼前一片白茫茫的，他感觉自己趴在某个人背上，正被背着往山下走。那人走得很快，脊背安全又温暖。裴云映，你醒了？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刚才晕倒了，山下有一关，坚持住，我现在带你下山。我的花呢？都在。你疯了呀？没我带路，也敢下山？上山时绑了红布做过记号。陆大夫放心，我们殿前司选拔绝非只靠脸。你怎么也不绑不亲，不怕失明吗？是很危险，所以陆大夫看着我，别睡。他身上传来的清冽香气温柔又冷淡，陆童把头靠在他脸畔。你身上好香，我喜欢这个香袋的味道。你喜欢？等你好起来，我送你一只香袋，好吗？
陆童偏了偏头，贴着他耳畔，唇软软的，温热又清浅，咕哝两句。裴云映回头，陆童的声音很轻，在风雪里一瞬被淹没，听不清楚。你说什么？陆童偏过头。下雪了，雪月最相宜，梅雪都清绝，去岁江南见雪时，月底梅花发，今岁早梅开，依旧年10月，冷烟孤光照眼明，只见歇尔雪。这是什么词？陆童没有说话，把头抚在青年肩上，静静闭上眼睛。他们回来了，陆妹妹。先带他回宿处。一路疾行，回到衣冠宿处。我看过，没有桃花斑。那这是？他在身上吐过一回血，我不知道他出了何事，是否是救急，但他看起来很疼。常进面色一变，撇开众人，自己上前替陆童把脉。脉象细弱，气虚无力，但除此之外，并未有何异常，怎么会突然吐血？是不是这些日子忙着治疫太过劳累了？先前陆妹妹就流过一回鼻血。不，劳累不会让人疼痛。裴大人刚才说他很疼。裴云映沉默着点头。先去熬碗凝神养气药给他服下。昨日大雪，山上冷，他现在一点生气都没有。等等，寻常药物对他无用。为何？他做过药人。你说什么？陆童可能做过很多年的药人。裴殿帅，此话何意啊？他做过莫如云的药人。莫如云不是死了吗？陆妹妹怎么可能做他的药人？他还活着，就在落梅峰上。他做药人多久了？我不知道。脉象看不出任何问题。若他真多年为人试药，身体已习惯各种药毒，难以寻出急症根处。常医生，救救他！就算你不说，我们也不可能放着他不管。他是翰林医官院的医官，从前是救人的医官，医官病了就是病人。金医官，除了力所值守医官外，立刻让医官们都过来。陆医官病情与寻常不同，这难题一人不行，大家一起想法子。翰林医官院领了那么多俸禄，如今连个同僚都瞧不好，说出去也别当差了。从今日起，陆医官就是我们的病人，所有医官合力施诊。是，医正。林丹青匆匆出了门，去唤其余人了。常医正，陆童下山前，要我将药筐里的黄金檀带回利所。他说，此花可解热毒，若赤木藤无用，其医官不妨尝试用此花入心方，换取2味药材，或可对苏南疫毒有用。我知道陆童中过哪些毒了。林丹青把文册递给纪寻。我在陆妹妹衣箱中找到了这个，上头记载的毒方应该都是她过去自己试过的药方。纪医官，有了这个，至少现在我们知道陆妹妹曾经医案，有了头绪，不至于毫无目的。陆妹妹发病很久了，在苏南也不是第一次，只是没人知道。之前我看见她流鼻血那次，也是毒性发作，不过被她给搪塞过去了，未曾察觉。裴云映接过纸页，那纸页很薄，只有1张。2月初时，腹痛呕吐，出汗心悸，腿软不能走。半时辰后，自己
6月初9，四肢厥冷，畏寒，隐痛，胸膈不舒，一时辰后自解。9月17，头目晕眩，昏厥整夜。11月24， 11月初3，呕血。纸页的最上端写着一行字：永昌39年8月12，胸痹，心痛如绞，整夜。永昌39年8月12。他忽然想了起来，是他收到军巡铺屋举告，说仁心医馆杀人埋尸那一天。他那时心想，好厉害的女子，却不知道，在他走后，他独自一人痛了整整一夜，仿佛有一只手蓦地攫住他心脏，一刹那，他与他感同身受。元帅，是我该死。陆童的病情越来越重了，一开始还能偶尔有清醒的时候，渐渐的昏迷时间越来越长，即便偶尔醒过来时也是浑浑噩噩，似乎分不清楚梦境与现实。医正，关于陆医官的病，我有话要说。林医官有话不妨直说。我们林家祖上曾经有一位老祖宗，为人称之白衣圣手，传言此人医术高明，起死回生。他曾写过一本手札，我背下来了，其上曾说，他年轻时虽有人奔赴沙场治理瘟疫，可最后有人不幸身中敌口毒箭，毒发身亡，他因此终身懊悔。后来广罗解毒医方，未免重蹈覆辙，医道无穷，毒精亦无尽。陆妹妹所中之毒太多，体内渐渐习惯，是以所有药物都对她毫无作用。我也是看到黄金坛，才想起来老祖宗曾写下一副医方，说若有人中毒生命垂危，可用换血之法。换血？并非真正换血，而是以毒攻毒，以病易病。这副医方需先使陆妹妹服下大毒，之后以针刺行解毒之方，引出源头消灭。但老祖宗也曾写过，此方一来只适用于性命垂危之人，二来服毒解毒过程中，其痛胜过如乱箭攒心，千刀万剐，少有人能坚持得过去。而且会有风险，并非万无一失，陆妹妹可能会没命。若非到此境地，我绝不会行此大胆之法。可是眼下陆妹妹一日比一日虚弱，那些解毒药对她没有任何效用，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她没命吗？我认为可以一试。医者是为救人，若为可能存在的风险放弃可能，并非正确所为。各位，人命珍贵，不可轻弃。林医官，你速速将手札所记医方写下，需看过药方无虞，才能为陆医官安排施诊。是。新施诊的药方很快确定下来。陆童醒过来一次，彼时裴云映正在床边守着他。陆童靠在裴云映怀中，他已经很虚弱了，连说话都勉强。好啊，你就试试吧。那会很疼。我不怕疼，也未必成功。呸！我不是诅咒你。没事的，我运气很好，试过很多药，都没事。这次一定也能过关。好，我们一定过关。确定了施诊方案，陆童又沉沉睡了过去。神佛在上，鬼神难欺，我裴云映愿一命抵一命，换陆童余生安平。有了，有气息了。陆妹妹。陆童睁开眼睛，他看到面前的一个影子，目光相对，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
一双眼睛红得吓人。裴云英，你哭了吗？下一刻，裴云英俯身抱住他，陆童感到对方的身体竟然在发抖，抱着他似乎用尽全部力气。陆童任他抱着，没有说话，却感觉有温热的液体掉进他颈窝，烫得灼人。于是他伸出手，轻轻回抱了他。陆童从墙角提了一盏灯笼出门。这么晚干什么去？他回头，院中树下转出个人来，走到他身前，蹙眉看他一会儿，脱下自己外氅披在他身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来找你，谁知你屋里有人，怕打扰你谈心，所以在这等你。起义官过来替我施针的。可是他走的时候失魂落魄的。裴云映看他一眼，低头替他将外氅扣紧了些。所以你打算去哪儿？屋里太闷了，我想出去走走。下一刻，一只手突然伸来，握住他的手。是有点闷，走吧。陆童愣了一愣，他却已经牵着他的手往前去了。察觉到陆童的视线，裴云映低眉看过来。陆童撇过头，移开目光。看路。陆童低头，故意脚下踩过一个小石子儿，身子歪了一歪，被他牵着的手牢牢地扶住。你故意的？没有。裴云映无言，没有计较他这故意的使坏，把他的手握得更紧。陆童，有件事我很好奇。什么事？我在山上看到莫如云的墓碑，他是何时过世的？2年前。所以你是在他过世后下的山？是。原来如此。你从前曾问过我，杀柯成兴的时候是否有惧？没有。陆童，其实我杀的第一个人不是柯成兴，云娘是死在我手中的。小17，你想不想离开这里？你在山上住了这么久，也偷看了我那么多医书手札，平日里解药做得不错，不过还没做过毒药呢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？你呢，学做一味毒药送我。如果你能将我毒死，你就下山；如果相反，你就在山上给我做一辈子药人，好吗？陆童不说话。还是不敢吗？真可惜，我以为你很想回家。好，我等你，小17。他把做好的毒药分成2份，一份给云娘服下，一份供给云娘分辨。小17，你这药里用了什么？你分辨不出来吗？所以解药是什么？没有解药，我在方子中加了我的血。原来如此，你果然是个好苗子。可是我没有解药，也做不出来解药。你怕什么？我本来也快死了，我死之后，小17，你记得将我屋子里的医技手札焚烧，随我一同入葬。喏，就和前面16位葬在一处。那些手札毒精留给世人也是浪费，不如随我一道离开。落梅风大，我怕孤单。小17，你真的很厉害，没想到你能在落梅峰坚持这么久。你是我最后一个药人，也算我第一个徒弟，我对你很满意。我是你手上第一条人命，小17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和我一样的人。恭喜你，出师了。越来越多的血从妇人唇间溢出，她轻轻地叹息一声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云娘死了，死在了她掺了血的毒药下。火苗吞噬云娘曾住过的草屋，
那些精心搜罗的1级药理在烈焰中化为灰烬。其实我很害怕。别怕，陆大夫不是坏人。场衣和他怀抱的暖意驱走所有的寒意。我知道。做什么？带你去个地方。陆童还未开口，就被他拉着往前走。这不是你们禁卫的宿处吗？是啊，你不是来过？陆童无言片刻。他上次来这儿时还是裴云映受伤，他给裴云映包扎那回。你那是什么表情？一副心虚模样。哪有心虚？你们宿院其他人呢？蔡芳安排庆宴都在吃席，很晚才会回来。而且我的院子他们进不来。靠窗的小机上放着一只酒壶，2盏玉钟，几碟糖酥点心，最中间放着一串用彩线穿着的铜钱，上面刻着24福寿。压岁钱？你是不是很遗憾今夜没吃到钱币？现在你有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吃到钱币？我进来你们院子时，你那位同僚正向你献殷勤，一看就知道了。这人眼神倒是一如既往的毒辣。所以你让我过来就是给我发压岁钱？当然不是，和一群酒鬼看烟花未免太吵。我这院子清静，借你。那我还应该感谢殿帅了。行啊，你要怎么谢我？你希望我怎么谢你？那就先将你的伤养好再说吧。听起来你想讹人。陆童端起酒壶，斟了一满杯凑到唇边，一入口满齿甜香。不是酒。你还吃着药，想喝酒，不要命了。我特意找来的梅花引子，我看你们那些同僚们都没给你准备甜浆。陆童无言以对，仰头把杯中的引子喝光了。抬手时衣袖滑下，露出带伤痕的手腕。那伤痕和往日不同，泛着点红。怎么回事？近来身体渐渐的对药物重新产生反应后，几寻重新为他先前黄毛岗的旧伤调理，有些药对他有用，有些无用，落在身上时难免会有些意外发生。要一直这样试下去？没关系，又不疼。疼的时候不说疼，想的时候说不想，喜欢的时候说不喜欢。陆大夫，你非要这么口是心非吗？吉官用了药，伤口总会愈合的。那是大夫的说法，对于生病的人来说，不必忍耐。疼了就喊，不舒服要说，才是病人该做的。陆大夫做大夫做得太久，有时候不妨也试试将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病人。下一次你疼的时候告诉我一声，虽然没什么用，但至少有人知道。子时了，苏南城上空开始放起烟火。他起身放下茶盅，走到院落前。陆童仰头看着头顶焰火，他看向身边的人。裴云映走到他身侧，瞥见他视线。怎么了？我只是想到去年除夕日，我好像也是同你一起看的焰火。是啊，当时你还把我记在你的名册上，差一点我就被你从名册上划去了。那你还不是大半夜跑别人院子里兴师问罪？差一点殿帅也将我拉去见官了。如果当时没有发生意外，你真的会将我拉去见官吗？不会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呢？那天晚上你真打算杀了我？陆童别过头，避开他这个问题。他嗤了一声，凉凉的开口。陆大夫真是铁石心肠啊。陆童心虚一瞬，若无其事地岔开话头。你叫我来看烟火，就好好看烟火，说这些做什么？又抬头看着头顶的长空。正当他看得有些晃眼睛时，忽然间一只白玉透雕莲花纹香囊落在他面前。苏南才过大意，许多商铺都未开张，
我去看过几件，没挑到合适的。等回到盛京再送你别的，这个先凑合，做你生辰礼物。元日了，祝陆三姑娘且喜且乐，且以永日。陆童扑哧一声笑起来，伸手接过香囊。这香囊呢，你自己私用就行，切记不可露在外人面前。为何不能露在外人面前？是因为你怕别人知道我和你用情人香吗？你知道？陆童眨了眨眼，他知道。知道你还问我要？就算是情人香，你我之间清清白白，你担心什么？清清白白？我不清白，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？今日我生辰，你不问问我，生辰愿望是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陆童伸手拽住他衣领。裴云映个子高，被拽着时微微轻身，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他。陆童轻身过去，轻轻地亲了下他唇角，一个很轻的若有若无的吻，在宝聚银花中，如那些散落星辰般转瞬即逝。裴云映看着他松开手，后退2步，转身要走，却被一把拉了回来。片片霞光里，他低头吻住了陆童。他闭上眼睛，搂住面前人的脖子。裴云映，什么？有的。陆童，从头至尾，你真的坦坦荡荡，对我没有半点私心吗？他对他不坦荡，他对他有私心。玉仙楼的糖葫芦，虽然晚了些年，我也算说到做到了。陆童低头咬了一口手中的果子，怎么样？有一种银子的味道。你可真会夸。我听云舒姐说你会弹琴。你想干什么？不知殿帅的琴声比起刚才琴娘的如何？你这要求是不是也有点太过分了？我就想听你弹。我可以私下为你弹，在外就算了。你怎么扭扭捏捏的？难道你弹了还会有人来强你不成？这样有人强你，我杀人埋尸很在行，一定替你报仇。行，殿前司指挥使就是给你做这个的。裴云映起身，走到一边桌案前。阿映啊，你别看他现在宫里当差打打杀杀，模样怪凶的，小时候我娘教他音律，也教他书画，他学得很好。说实话，从前我以为他要做个翩翩公子，谁知后来入皇城，日日拿刀。想想还真有些可惜。小裴大人有钱有貌，知情识趣，在如今的盛京城里确实是罕见的家婿人选。陆童兀自正然想着，连琴声什么时候停了都没发现。你这是听入神了？陆童回神儿。怎么样？比起刚才秦娘弹的如何？其实没听懂，但你离得近，听起来更清楚。这是小时较久的喜春语，我啊，还从来没在外头弹过琴，第一次就送给你了。陆大夫打算用什么回报我？第一次？未必吧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玉仙楼的常客吗？既是常客，说不定也曾弹过别的什么喜秋雨、喜冬雨。喂，我去玉仙楼又不是玩乐。未必吧。洪曼是皇上的人。哦。你不会是在吃醋吧？没有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日后我有了夫人，就不逛花楼了。我记得我也说过，我不如殿帅大度，
日后我未婚夫逛花楼，我就杀了他。陆大夫的杀伐果断，殿前司加起来都拍马难及。放心吧，我喜欢陆大夫，比陆大夫喜欢我多得多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纠结失落、辗转反侧的是我，你也就不用这么多烦恼了。你烦恼什么？很多啊，比如纪寻。锦衣官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哼，他不是日日都要来登门给你施针吗？小人之心，锦衣官心系病者，你不要胡说，玷污他名声。玷污他名声？裴云映抬起眼皮看他了好一会儿，确定他心中确实是这么想的，唇角一扬，语气有些幸灾乐祸。喂，说实话，要不是立场不同，我都有点同情他了。就算不提这些，我与锦衣官也是同行不同志。哦，怎么个不同治法？你不是知道吗？我已经离开医官院了。我进医官院目的本就不纯，如今心事已了，再留下去非我所愿。我和锦衣官不同，锦衣官心怀天下，我却只愿守一方安于。与其留在医官院去给金显荣那样的人施诊，不如留在西街，至少没有冗杂的立木考核。不错，比起皇城里的人，西街庙口的平人们显然更需要陆医官。不过纪寻那种心怀天下的君子你不喜欢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这人比较肤浅，喜欢长得好看的。哇，这话里意思听起来像是表白。毕竟殿前司选拔一直靠脸。陆童，我们成亲吧。你说什么？他垂眸，从怀中掏出一只翠色的青玉镯来。这是我娘留下的玉镯。他拉过陆童的手，将镯子套在陆童腕间。我外祖母将这玉镯留给我娘做陪嫁，后来我娘留给了姐姐，告诉我，若我将来有了想要相伴一生之人，就将这玉镯送给她。我是认真的。寻常人在你这个年纪，未必这么早就谈婚论嫁。你若现在成亲，圣经一定会说你英年早婚。早晚都一样。陆童，我很确定，只想和你共度余生。你不怕我是个疯子？我喜欢的人，我不觉得他是疯子。他聪慧狡黠，隐忍坚强，为家人一往无前，权贵面前也不肯弯腰。换作是我，也不能做得比他更好。我不觉得他疯，他要是觉得自己疯了，那我就陪他一起疯。你是殿前司指挥使，我只是个普通医女，身份有别。谁说的？你不是凶手大夫吗？我是刺客少爷，这下门当户对了。你若怕别人口舌，我去求陛下要一道赐婚圣旨，圣旨一出，没人敢说你不是。如今你在西街做官，每月2两月银，比不得医官院。我府上有田庄铺子，俸银都交于你。将来你想自己开医馆，或是做别的都好，殿帅府中，你尽可随意之事。这样你不会亏了？毕竟你是我债主嘛。陈年旧债早已还清，殿帅何必耿耿于怀？唉，不一样，风月债难偿啊。我想成为陆大夫的牵绊。不必，你早就已经是了。
有件事想与你说。那女子出嫁呢，新婚之夜，闺房之乐是头一遭，家中有送嫁娘出嫁的，都要看些册子学习，否则一头雾水。我先前托孙寡妇要了几册，估摸着这会儿小裴大人还没来，姑娘要不要？我不用看，我知道怎么做。我是大夫，自然知晓这些了。是吗？是啊，所以不必给我看，人的身体我很熟悉。正说着，外头有脚步声响起。小裴大人回来了，快！我能再看看吗？至少让我瞧瞧掀了盖头再走吧。裴云映不耐烦地回了他一个滚字。那闹洞房也不行了。青年冷冰冰看他一眼，悻悻地转身。行，我不看了，我走就是了。连带着把萧竹风也给拽走了。我也走了，裴大人照顾好姑娘。言罢，逃也似的匆匆出门，砰的一下将门关上。你好像很紧张啊，陆大夫，要不要喝酒壮胆？有什么可壮胆的？又没什么可怕。陆童，良宵苦短，两人难觅。灯芯长了，你捡一下。裴云映顺着陆童目光看去，有片刻无言，到底没说什么。轻身拿起银剪，剪短竹心，添补灯油。灯花笑，而百事喜。你我将来运气不错。裴云映抬眼，见他直直盯着自己，半晌不出声，扬眉道：好看吗？好看。我问的是灯。我答的也是灯。人的身体你很熟悉，自然知道该怎么做。裴云映，可惜我不是医者，什么都不会。今夜只有仰仗陆大夫帮忙了。青年低头看他，那双漆黑的眼睛落在他脸上，视线与他接触，眸色渐深，渐渐的轻伸过来。他伸手揽住裴云映的脖子，清冽香气同唇间干冽酒香漫渡过来。夜深了，桌上喜烛越烧越短，烛影摇红里，良宵仍长。